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节目的本意是向公众展示公安的力量，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苏晨，我代表节目组秘密传达，你的身份是凶手。在接下来的3天里，你可以进行任意形式的犯罪，节目组会负责沟通配合，但要注意，是模拟犯罪，你不能做出实质性伤害他人、扰乱社会的行为。另外，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启你身边的微型天眼，将你的行动全过程全网直播。当然，专家小组那边会禁止观看和直播有关的内容。工作人员对于苏晨掺杂着好奇，还有一点惋惜。苏晨22岁，14岁从刑侦学校毕业，曾经是刑侦学上的神童，被视为未来扛大旗的人物。毕业之后，却选择埋首于一桩桩陈年的悬案，年代久远，证据缺失，当年的证人、受害者家属人走鸟散，甚至已经去世。想要破案，无异于登天之难。案件悬而未解，正义也无限期的缺席。苏晨在这些残缺的案件中蹉跎了8年的光阴，然后没有成绩，耗尽精力，泯然众人。给我3天的时间作案，那么专家小组那边是3天之后开始行动吗？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犯罪现场、证据等被提前发现，这个时候专家小组将会直接开始破案。这么明显的提醒，苏晨应该能明白吧？谋定而后动，3天的时间可以把案件安排得很严密，若着急作案，必定漏洞百出，会让专家小组抓住把柄。我知道了。这个综艺的规则也太奇葩了。8年前，苏晨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古朴房间，房间之中大部分被黑暗淹没，只有一方桌子，上面摆着一大沓的案件卷宗，卷纸上刻着几个金字：欲断其案，必论其迹。这些卷宗竟然都是古今中外悬而未解的案件，可惜都是残破的，不完整。硬币丛补卷宗开星图。为了弄清楚这星图究竟是什么，苏晨埋首于悬案，白天仔细研究警方的卷宗，晚上拼命补全残卷，用了8年时间，终于把残卷补完了。按照令牌上面新的提示，接下来只要参与案件就可以点亮星图。结果对于我的申请，公安内部却把我安排到文职工作。为了直接参与案件，无奈之下才报名着追凶直播这个综艺。结果你这么告诉我我是凶手，我是凶手，那还怎么破案？我抓我自己吗？苏晨无奈中，忽然一道亮光在苏晨的脑海中闪过。苏晨看到脑海之中的星图雕刻的星星上忽然亮起来一个光点。恭喜您点亮1颗星，获得失传已久的鬼手绝技。难道说参与案件就可以点亮，即使是凶手也行？苏晨感到一股暖流涌入双手，在筋骨缝隙之间流淌。几秒之后，苏晨感觉自己的10根手指从来没有如此灵活过，仿佛探天取地，无所不能。怎么强力的技能是盗窃手法，现在不仅仅身份是凶手，连技能也是犯罪神技，怎么感觉越走越歪了呢？现在的情况，星图只有参与案件才能点亮，如果被抓住，戏份杀青，就又要回到文职部门，永远也别想直接参与案件。这个节目是唯一的机会。苏晨飞快地转动大脑，思考应对之策。这8年研究的那些悬案，近乎完美的犯罪，如果能把对方拖入这个领域里，那还是可以周旋一阵的。现在最困难的是，凶手和专家小组的成员都不允许观看直播，计划若要开展，那必须得趁着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打入警方内部。先发制人，接触到专家小组的人，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这是一步险棋，但是相当有必要。苏晨，你没有什么打算吗？再不做点什么，这车可就直接开到金陵市公安局了。看到苏晨到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工作人员有点着急了。但是这个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注意力分散的一瞬间，一只手像是一条灵活的蛇钻进了他衣中，探入上衣内兜里，衔出一张验证卡，又摸向小哥的腰间，去解那一把警用电击枪的皮套。我没有头绪，你说我该怎么办？摆烂呢？一会等车开进警察堆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还没开始，凶手就杀青，那这直播节目也不用拍了。苏晨，你要是实在没招，你就听我的，咱先去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换了，总之先离警察局远点，然后你可以考虑偷个钱包什么的，小偷小摸不好抓吗？你干嘛这么看我？兄弟，你是本地金陵市公安局的吧？我看你这制服和我们的差不多。是，不过我在长谷区分局，咱们金陵公安的制服都是一样的，你不知道吗？哦，外面派过来的。那你在总局这边有没有熟人，或者能认出你的人，知道你要来？没有。警察小哥的声音愈发的迷惑。苏晨，你开头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有什么困难就直说，我当工作人员的肯定会帮你。现在穿着便服不方便，不如你把警服给我。好的，把我的警服。等一下，你说什么？这要求出格了吧？验证卡
是表明参与者身份的凭证。专家小组每个人的卡片都是实名制，独一无二。警方志愿人员是通用型的，而凶手身份特殊，不发放验证卡。现在我开始行动，按规则是开启凶手直播的时候了。卡片我自己拿了，还需要你的衣服。我打算离专家小组近一点，这样方便做事。预想过很多苏晨可能的行动，唯独没有想到第一个受害者竟是我自己。这苏晨不按套路出牌，但规则也没说不允许。苏晨，你可能还不熟悉节目的规则，受害者可不是沉默的羔羊，这个没威胁，不足以让我听你的。苏晨顺手把那一把电击枪拍在了座位上。电击枪，警察常用的不致命武器，一发就可以击倒成年人。加上这个，能不能让你把警服脱下来？能脱。在后台演播室，总导演陈启明正紧张地盯着眼前的大屏幕，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挑战。没有剧本的限制，参与人员的自由度太高，尤其是凶手，生怕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让事态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而他选苏晨为凶手，正是因为根据履历，苏晨是最中规中矩的，不会做出出格的事。先切换到专家小组的直播画面，让观众们和专家们熟悉一下。是。直播采用轮换形式，专家小组的画面和凶手的画面轮番切换播出。按计划，先播放正面形象专家小组。至于凶手那边，并不着急。陈启明认为苏晨的性子不会那么快有行动。看我发现了什么！追星直播开播了，这个节目千万要精彩啊！不要辜负了我们的期待。小你说的，央视联合金陵市公安局打造的综艺，请了刑侦大佬，肯定够硬核，还能不好看？希望凶手能跑得久一点吧，我就爱看这种猫鼠游戏，可不要轻易就被抓住了。官网直播间一经开启，立刻涌入了大批的观众，直播正常播出。评论、观看人数匀速上升。按流程，接下来就是专家小组的亮相。陈启明找了张凳子，准备喘口气，然而还没来得及坐下，负责凶手直播转播的转播员火急火燎地赶了进来。导演，出意外了，那个凶手苏晨直接在车上作案了，已经把咱们的工作人员扒了衣服，马上要载到后备箱里去了。听到这话，陈启明直接脚下一个趔趄，整个人倒退了2步。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节目的本意是向公众展示公安的力量，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快把苏晨的直播画面调过来，我看一眼。好的，转播员连忙把苏晨身边微型天眼的录像转到了大屏幕上。只见轿车内部后座上，节目组的警察小哥身上已经只剩下背心短裤，老老实实的不敢动弹。而罪魁祸首苏晨已经将那套警服穿在了身上。导演，苏晨的动作这么快，现在怎么办？苏晨已经开始行动，按照规定，应该立刻开启苏晨的直播画面，向全国观众们展示。可是导演组的计划是先让专家小组的人亮相，临时更改计划，势必会影响后续一系列的直播画面顺序。还是先播放专家的直播，把出场时间压缩一下，等专家们介绍结束，立刻切换到苏晨的直播画面，实时跟进苏晨的行动，让网友们看到他做的一切。好的。很快，其余5个微型天眼的高清镜头被调出，一个个专家的直播画面开始向网上直播间切换。各位好，欢迎来到由杨市和金陵市公安局共同推出的追凶直播现场。本节目旨在助力完善国民安全意识，展示现代刑侦力量的构想。我是主持人广权，带您进入专家小组的开场。这位是刑侦专家崔立万老先生，他从业30年，破获100余件大案，外媒冠名为东方神探。这老先生的眼神真是犀利，从事刑侦30年，经手的案件恐怕上千了吧？这种丰富的经验，可想而知有多么恐怖。节目方牛逼，这种级别的大佬都能请出山。这位是法医齐明老师，他可以让死者开口，对话死尸，他也是逻辑推理的大师，所写的法医推理小说令千万读者迷失。居然是齐明老师，是本尊，居然是本尊啊！法医大佬，推理高手，罕见的2期全才。哇！有他在场作证，恐怕凶手根本不敢做凶杀案吧？这2位是我们的网警专家段誉和痕迹检测专家王衍，他们一位是信息捕手，一位是追踪大王。前者有公安网络调查的所有权限，后者有龙国痕迹信息库的一切收藏。这个网警可不是闹着玩的，人家可以用官方的黑科技直接定位你的手机。只要你活在信息社会，你就没有秘密。你的地址，你所有的密码和卡号，对于他来说唾手可得。那个痕迹检测专家是不是有点眼熟？靠，他不是去年最强大脑的年度冠军吗？绰号人肉扫描仪的那个，任何细节都躲不过他的眼睛。这是什么神仙阵容？最后这位是心理专家白素，他的信息目前保密。怎么还有一个保密的人？难道说是因为他现实的工作比较特殊？心理专家应该挺厉害的，我听说有的大佬走在街上，观察每个人的神态，就能揪出人群中藏匿的逃犯。这5个人，1名刑侦，1名法医，1名网警，1名痕迹检测员，外加1名心理专家，这是一个标准的专案组的构成。压力给到凶手这边，我实在是想不出这么强大的阵容，
凶手到底怎么活过今晚？紧接着出现了第6个画面，画面之中是一名身穿警服的年轻人。怎么回事？不是说专家小组只有5个核心成员吗？直播间画面右上角的小标题从专家小组变成了凶手。这个穿着警察的衣服的人是凶手。只见苏晨手脚麻利地将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抗进了轿车后备箱，关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我操！他直接对节目组的人下手了，这也行。苏晨，原来你也递交了参与节目的申请。是啊，运气不错，被选到了警力预备队。快点进吧，估计你是最后一个到的。里面的专家们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的队员了，去晚了就只能被剩下。路上出了点小意外，耽误了一小会儿。哎呦我的妈！我想知道这个警察小哥要是知道刚刚自己把凶手给放进去了，会作何感想？苏晨的回答也是绝了，路上出意外，确实也就是被死了一个工作人员，自己和他调了个包而已。节目规定，每名专家可以从后备警力资源里挑选3到5人，组建自己的追捕小队。警力资源是侦破一起案件的关键依仗，已经有2人组建完成了自己的小队。崔老先生选人的眼光很犀利，都是一线的刑警特警精英兵力，行动力绝对有保障，高出几个量级啊！毕竟年纪大了，不能像以前一样在前线奔走，还是需要一些帮手。崔老的眼光十分毒辣，挑选出来的这5人精英都是公安实战演练的年度冠王，再加上经验丰富的崔立万亲自指导，这支队伍综合素质极高。我看到段誉同志也组建完了自己的队伍，不知道段警官在选择队员时有什么量度？网络工程庞大，我需要一些相关方面的人才做帮手，这也是我计划的需要。哦，看来段警官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追凶计划，观众朋友们可以在下一个环节期待一下。此时苏晨快步走进来，一时间整间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几乎同时落在了他的身上，有疑惑，有不满。来了，凶手和专家小组中门对狙来了。我靠，他怎么敢的？在场的人可全都是老刑侦，还有一个心理专家，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被发现吧。警员迟到这件事情会损害公安的公共形象。广泉老师反应很快，立刻暗暗示意了一下镜头，让他转到别的画面，不要拍到苏晨。这么大的失误，怎么没见导演组那边有什么反应？公安是一个纪律性极强的组织，苏晨犯的这个低级错误，明显抹黑了他们这一整体。站到队伍里的苏晨明显感受到了一些责备的目光。苏晨这是被忽视了啊，对于他来说反而是好事吧，毕竟藏在预备队里要隐蔽得多。这是苏晨的计谋吗？故意迟到留下幻象，不让专家选择自己，这样可以和专家小组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太近的话，暴露的风险太高了。专家组陆续组队完成，场上只剩下心理专家白素，他目前一个人都没有选，站在原地，并没有挑选的意思。这是想要单打独斗？咦，这个人是什么来头？这几名专家里，就属他最年轻吧？我觉得他就是节目组请来的花瓶，提高收视率的。白警官，咱们节目组的规定不能不选人的，但我确实没有选择的必要。环视众人，白素似乎对这些警方精挑细选的精英没有兴趣，但是当看清楚那个姗姗来迟的警员的长相的时候，他忽然顿住了。苏晨，这个人不就是那个8年前的神童吗？当时风光无限，后来自断前程，有多少人不理解他的心理所醒？白素的目光忽然带上了一些探寻的意味。老师曾经说过，一个人的选择行为必然是心理的映射，这个人心中有秘密。我选他。为了破坏专家小组的天网系统，苏晨成功潜入实验室制作液体战场，就选择他，可以吗？白警官，咱们的节目规定，小队最低3名成员，那就加上苏晨旁边的2人。苏晨危险了，待在这么一个心理大佬身边，必须时时刻刻都谨小慎微，才能不暴露。白警官是看中了他的能力吗？一个备受瞩目的神童，必然是有特别之处。但是他是8年前的神童，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白素同志要慎重。是。好了，我们还是继续讨论关于追捕凶手的计划。凶手只有在犯罪之后才是凶手，如果现在他没有犯罪，就还是普通公民，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非有人无意间打开苏晨汽车的后备箱，发现被调包的工作人员，不然这个节目不会开始。我倒是觉得事发之前还有不少的事情可以做。你已经有计划了吗？我的计划很简单，群众战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杀死凶手的有生资源。我会提前发布凶手通缉令和包庇处罚，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前建立起普遍敌视凶手的氛围，做到群众与凶手对立，可以吗？可以，但是群众发来的信息要过一遍信息滤网，不能出现直播相关信息。同时，我打算找人做一个 APP， 专门向全社会实时发布凶手的公开信息，尤其剖析凶手用过的所有犯罪逃亡手段，实时更新应对的措施，将凶手一点点逼死，直到他黔驴技穷。老刑侦果然很烂，不过我有星图，如果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项技能，那就可以有无数的手段。回去得仔细研究一下，这星星到底该怎么点亮。
这个 APP 可以让我们来做，崔老先生只需要提供剖析和应对方案等内容。正好我的计划是立足在网络上的。段警官可以讲讲吗？我的计划是搭建天网系统，将人脸识别系统嫁接到整个地区所有的摄像头中，街道、公路摄像、住宅乃至每个人的手机、电脑摄像。只要凶手在摄像头前露面，哪怕凶手戴着口罩，也会立刻被检测出来。系统会直接报警，把凶手的实时位置发送给我，再配合常规的网警手段，凶手在现代社会将会无所遁形。黑科技，绝对的黑科技，光是听着这个描述，都只觉得汗毛倒立。计划我还没有想好。我也一样。白警官有什么追凶的想法？可以透露一下吗？可以说，我的初步计划很简单，计划就是你们自由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可以找我来报销。白警官是可以做任何事吗？我们想要放假半天也可以。当然可以。正好我闺女今天生日，可以给孩子个惊喜了。判官埋首卷宗，厚积而薄发，鸾凤栖于院落，一鸣而惊人。公之业已成，今当扬名于天下，以得万万人瞩目。这就是说，我要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声望。公当今声望计之，1361目，点亮下一颗星辰所需声望1000目。足够点亮了。难道说直播的热度越高声望越高？这简直不要太方便了。曾有其人炼药行骗，凡进药皆可炼，众人深受其害，后被铁面公擒获，生吞自血炼金书，肠胃阻塞而死。铁面公又是这个人。恭喜您获得其炼金术。霎时苏晨感受到无数化学知识涌进脑海中，甚至还有各种炸药的配方、保存方法。好危险的知识！一旦这2个专家的部署完成，再作案就相当于是自投罗网。最多3个小时，那个网警专家就能拿到整个静音室所有监控的调动权。这3个小时是作案的最后机会。首先，这个案子必须要大，各种线索错综复杂，混淆视听，拖住他们才能给我争取到后续的时间和机会。其次，还要尽可能的排除自己的嫌疑，不仅要清理现场，最好还做一个不在场证明出来。但是怎么才能既做大案又能洗脱嫌疑？兄弟们，我先走一步，晚上咱们再见面。你有什么打算？其实也想放半天假陪陪老婆孩子，晚上再回来。晚上有什么事吗？必须要回来。白组长不是说明天早上集合吗？我和王平最近负责金陵大学附近的治安监管，夜间要盯班，直到学生们放学走完了才算完。有这半天假，我就知足了。金陵大学碎尸案件。20年前，一名金陵大学女生在夜里走出校门，再也没有回来。随后几天，大大小小的尸块被找到，逐渐拼凑成了这个女孩的模样。凶杀手段之残忍，凶手反侦查能力之强，一度让这座城市陷入阴影之中。这是一桩悬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局长引咎辞职，家属位于哀哭，这是近20年公安机关最大的耻辱。自此以后，公安就在金陵大学特别设置了一处检查岗哨，由警员值班保护离校的学生。为什么不带着这些警方的专家回顾一下这个案子呢？这桩悬案曾一度让警方陷入泥沼之中，自然也可以再一次为拖住警方的脚步。赤裸裸的揭警方的伤疤，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头了呀？我今天没什么事情干，晚上和你们一起去检查岗哨吧。可以，正好我们3个值完班，还可以聚，吃顿夜宵，也算是正式认识一下。苏晨现在已经听到了专家们的计划，现在不是应该见好就收，赶紧跑吗？怎么又主动要求和同事一起值夜班？他不是那种会做多余的事的人，我有预感，他肯定是要搞事情。全国10几亿人，我怎么偏偏选了这么个人才当凶手？把苏晨的实时直播切到大屏幕，我要看一下他现在的动向。直播间的画面很快被投放上去，大屏幕上，苏晨已经换上了一件卫衣，头上还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进了一间专门租给学生们练习化学实验的实验室。话说，苏晨进实验室干嘛？这种小破实验室里面的试剂少得可怜，而且还都是弱性试剂，除了考试之外根本没啥用。苏晨飞快地挑选了一些仪器，不出10分钟，一套完整的反应加提纯组合装置就已经摆在了桌面上。就这规范的操作流程，苏晨没有待过2年实验室，我是不信的。在这种小破实验室里，他应该搞不出来什么吧？段誉的监控网络就像是专家小组的眼睛，而现在必须让这只眼睛失明一阵子。苏晨轻哼着歌，2只戴着白色乳胶手套的手在试剂翻飞。经过一番操作，棕黄色的油状液体在烧杯里面翻涌。苏晨小心翼翼地将液体倒入玻璃瓶密封。这是液体炸药啊，极易爆炸，哪怕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都会引爆。牛逼！我在大学实验室里都没办法成功，他绝对有化学的学位证书。这个东西如果引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相当于6、7颗手雷吧，炸翻一辆越野车不是问题。我这是找了个什么人才？本来是找演员，结果找来了一个真的犯罪大师啊！叫节目组所有的后备人员集合，你们赶紧出发，实时跟在苏晨的后面，确保节目不会失去控制。坐专车。知道了，导演。查一查苏晨的轨迹位置。
苏晨现在正在前往金陵市大学城南区的配电中心。他去那儿干什么呀？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各部门人员注意了啊！追凶直播节目组的网警专家段誉马上要来咱们配电中心商量把监控权转移到金陵市公安局的事项，大家一定要注意配合工作，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我说呢，怪不得从刚才就掐断了咱们这里的追凶直播信号，不让观看，原来是被划到节目计划里了。这一次追凶直播居然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协调咱们这一整个中心配合。这个节目可不是一个综艺那么简单，听我一个老战友说，是公安系统把内部的刑侦演练赛用综艺的形式放到台面上来了。刑侦演练赛，公安的老传统了，很有历史渊源，还和咱们龙国的10大未解悬案关系很大。谁呀？不好意思，我被后面的人推了一下。哇，好帅啊！没事没事，小哥你是哪个部门的？也是实习生吗？我也是刚来监控调配部门实习，就在3楼。小哥，监控调配部门应该是在4层才对。哦，是我记差了，我本来就路痴，到现在都没有把地图记下来呢。没事没事，很正常啦。刚来的时候，我跟在师傅屁股后面还走丢了呢。也许这是你师傅的问题，如果我的身边跟着像你这样的姑娘，我的注意力肯定都在她身上。小姑娘还是太年轻，这么几下就被苏晨把话给套出来了。好了好了，抓紧回岗位吧，不要耽误今天的日程。唉，再见。对不住了。哎，等一下，你是干嘛的？我是监控系统部门新来的实习生，今天第一次来，师傅带我熟悉，结果我跟在师傅的屁股后面都跟丢了。又是哪个师傅这么不负责任，最后还得学生自己找过去？苏晨这波鹦鹉学舌用的太脆了。我的天，那个背包里装的是苏晨刚刚制备的炸药吧？这特么能过安检，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有个保温杯，你拿出来，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水。是水吗？那你喝一口可以吧？行，正好我有点渴。进去吧。不是，杯子里不是炸药吗？为啥苏晨喝了一口却啥事也没有啊？我第一次来，有点找不到位置，能不能告诉我监控系统用电部门在哪里？你过了走廊左手边应该就是，挺好找的。谢谢。监控系统用电部门能源调度处中枢系统是控制着整个大学城南区的监控系统供电。毁掉这个中枢，就可以让整个区域的官方监控系统断电，还可以损害监控系统的视频储存。震动就是液体炸药的引爆方式。只见苏晨迅速解下手腕上的智能手表，拆下信号接收器和振子，调成来电强震动模式。只要把这个震动装置和玻璃瓶绑在一起，一个电话打到智能手，炸弹就会瞬间被引爆。小心为上，手表振子和硝酸甘油还是放得远一些吧，避免出现意外。节目组的人应该会明白我在做什么。已经联系好了金陵市中区、南区和北区的监控网络，现在就差大学城了。段警官，您来了，这些都是在监控部门的同事，有什么需要合作的事，我们一定积极配合。我希望能把整个大学城区的监控画面集中到在金陵市公安局专家小组办公室里，和我们的人脸识别天网程序对接。现在需要你们的调度权限和设备支持。段警官，您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协助你们完成部署。我们部门管理一向以严格高效著称，我们在每个重要部门集中区域都另设了门禁，增建了安全监测点，有保卫人员和安全检测员双岗位值守，可以说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保证在追凶期间不会出任何差错。黄主任还在大厅呢，你家后院着火了。我算是知道苏晨为什么要放炸弹了，原来是在这里埋伏段警官呢。段警官，您别介意，这个应该是哪个部门的实习生。炸弹引爆之后，炸毁的监控、供电系统，即便是立刻用备用设备替换，也至少需要12个小时才能完全恢复。这中间的时间，就是接下来行动的机会。苏晨休息片刻，换上警服，在7点多拨通了电话手表的号码。二位觉得那个被选为凶手的人有没有胆量去犯一个大案子？可能性很小，我经手的命案也有不少，除开那些冲动型的犯罪，有预谋的去做一个大案，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规划。3天的时间，不要说规划了，连处理尸体都不一定够用。白专家怎么看？历史上犯下命案的人都存在一个情绪积累的过程，让正常人去直接犯大案很难。成了吗？成了。在这个摄像密集的社会，凶手想要在摄像头下隐藏住是不可能的。只要交付给下属警力查找行踪异常的人，估计很快就能找出凶手的身影，将他缉拿归案，就在今晚了。现在就是见证公安监控系统奇迹的时候了。怎么回事？临市南区、北区和中区的监控资源都顺利调配出来了，唯独大学城区是漆黑一片。出事了！专家小组的各位，现在节目组向你们通知，就在刚刚，大学城配电中心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袭击。此次袭击导致金陵大学、大学城商业街、小池城的全部监控供电系统瘫痪，因此你们无法查看这些区域的监控。我们已经将信号切断。你的意思是，那个凶手把一枚炸弹带进了配电中心，
并且引爆了。龙国官方对爆炸物、危险品的管制十分严格，他是怎么买到爆炸物的？又是怎么通过配电中心的层层关卡的？快准备专车，我要去大学城配电中心查看现场。主任，我的实习证之前还在衣服口袋里面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去人管处补办一个吧，年轻人办事要小心一点啊。追凶直播节目组的人怎么都来了？几位是有什么事，还需要我们配合吗？老黄啊，你这里刚刚被炸了。这怎么可能？难道说这个凶手在大厅里放了炸弹？凶手该不会是在楼里的分区安装了炸弹吧？老黄啊，炸弹是被直接安到了监控系统的配电箱上。各个系统的配电箱是在整个部门的最深处，这个凶手能把炸弹放到那里，那相当于是掀了我的老家啊！几位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监控配电部门。你说你的实习证明是下午丢的是吧？你也一起过来。这是从色泽、气味、粘稠度等特征来看，这是一整瓶真的硝酸甘油。这是一个振动器，有拨打的痕迹，可以造成引爆的震动。您的意思是说这玩意？是的，这不是一个假炸弹，只要把这个振动器和瓶子绑在一起，完全可以造成一场真正的爆炸。那个凶手他做到了，我们应该庆幸这是一个综艺，而不是真实情况。仔细想想，确实很恐怖，因为苏晨这次完全就是模拟了真实的犯罪。估计今晚的直播播出来后，全国的重要机构安保都要进行一次升级了。不得不说，凶手这一次的现场有点炫技的意味了，他在向我们发起挑战。这是一场高难度的犯罪，有炫技的嫌疑，说明这一次的凶手很高调，明显是想要挑战我们。他进行第二次犯罪的可能性极大，我们要做好应对连环案件的准备。凶手很可能会不断的挑衅，咱们这次综艺要忙起来了。凶手下一次犯罪的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了，他炸掉监控的目的，无非就是要让自己犯罪的时候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干扰。而这里的配电箱主要负责金陵大学、大学城商业街、小吃城的供电，因此他下一次犯罪的地点大概率就在这些地方。凶手的行为针对性太高了，我觉得很奇怪。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刚刚在办公室里面讨论了各自的方案，就在我提出建立监控识别天网之后，监控配电中心立刻遭到了凶手的袭击。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你是说？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混进了我们公安系统内，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我靠，段警官已经猜到了真相，太刺激了！苏晨这下子该怎么办？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小姑娘，你说你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丢的实习证明，是吧？当时黄主任召集我们开小会，我开会之前还确认了一下，各种证明都在，但是开完会之后就没有了。那么就是在开会的过程之中遗失的。那请你回忆一下，在开会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可疑的人？小何啊，配合专家小组的调查，有什么事就说。当时我和一位小哥聊了一会儿天，不过他也是实习生啊，在监控系统配电部门工作。实习生？最近监控系统配电部门从来没有招什么实习生。霎时间，如同一道闪电划过所有人的脑海，这个神秘的男人很大可能就是凶手。我们可以让这个小姑娘对整个参与节目的警方内部人员进行一次指认，不过为了尽可能的保证指认结果准确，对目击者的测试和专业准备不能缺。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吧，让配电中心的同志们辛苦一下，先不要离开，我今天就留在这里，找齐所有目击过这个神秘男人的人，建立嫌疑犯肖像，进行多方指认。多方指认，苏晨危险了，我记得他好像被那个女安全检测员也目击到过。崔老先生留在这里，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停。我建议现在立刻召回所有的专家小组下属警力成员，并对他们的行程进行突击问询。我协助你问讯。如果打草惊蛇，内鬼逃跑了怎么办？那样最好，我们只需要点一下人名，就能立刻确认凶手的身份。暴露了身份，抓起来岂不是容易多了？怕的就是他不暴露。专家不愧是专家，瞬间就把整个局势逆转了。苏晨在哪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吧？对，就是这个感觉。大意的罪犯终于露出了马脚，而警方的专家们经过严密的工作，抓住了整个案件的突破口，终于走上了正轨，可喜可贺。快放大看一下，那玩意究竟是什么？看着好耳熟，好像是无线耳机。不对，无线耳机哪有接收天线？这根本不是耳机，这是一个窃听器。要突击检查吗？能这么快反应过来内鬼的问题，不愧是精英。如果不是在电梯门口和段警官擦肩而过时，我用鬼手神技往他内兜里放了一个微型窃听器，那么现在的我恐怕真的会大难临头不自知喽。这种连环计重计实在是太过瘾了。我真的是发掘了一个怪物出来呀！这个人不仅拥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而且还具备相当专业的犯罪技能。但是即便是知道了，苏晨又能怎么办呢？毕竟他亲自去炸了配电中心，这是事实啊，他也没有办法更改。他要怎么应对专家小组接下来的问询和问询之后的证人指认？我怎么知道啊？我要是有这么个脑子，
早就不在这里打工了。苏晨的行动我们根本无法预料，只能他走一步，我们跟一步了。我给配电中心安装炸弹的时间是傍晚5点40，这张购物小票上面印着5点41分的票据。几分钟之后，苏晨便照着那张小票上面购买了一模一样的零食。因微信支付会显示支付时间，所以苏晨特意付了现金。您刚下班吗？不，我是去上班。送您一瓶水，辛苦您维护治安了，谢谢惠顾，祝您工作愉快。苏晨快乐了，专家们可就不快乐了。谢谢，再见，我要快些走了，6点上班，现在就剩10几分钟了。苏晨故意大声说道，强调时间是5点40几分，而实际现在已经是5点50几分了。专家小组的动作真是快啊，这就找上来了。苏晨，你在哪里？在大学城闲逛呢，怎么了，老大？那正好，麻烦你来总部办公室一下好吗？我这里有一份文件，想要请你看一眼。好，等我几分钟。5点40分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从中午1点钟晚上6点，我都在江桥区第3汽车站追缴一批走私货物。再想想，我中间去调阅卷宗，在当地分局。没有问题。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吗？确定。你可以走了。人基本上都查完了，还是没什么收获。现在就剩你选的那3人，他们什么时候到？苏晨马上就来了，另外的2个人请假回家，还要等一会儿才行。当时在配电中心与那名疑似凶手的神秘人擦肩而过，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单论身高的话，苏晨倒是很符合。他虽然很特殊，但是也只是文员，心理承受能力不能和一线的刑警相提并论。我会控制一下，给他施加适当的压力，不至于对他造成阴影。但是，一旦确认他有重大嫌疑，我们就要进行特审。老大来的晚了点，没耽误是吧？我想着自己是第一次和刑侦前线的同志们工作，买了点吃的，大家工作累可以补充能量。麻烦你了，来的正是时候。走吧，段警官有事找你，我和你一起去。那我真是谢谢你了。我看纯粹是进去协助段玉查看我有没有说谎吧。苏晨，龙国公安大学毕业，独生子女，父母都在外省，我说的没错吧？气势不错，可惜没有掌握什么致命的线索，只是纸老虎而已。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表演。为什么研究未解决案，把才华用在当下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难道说那些逍遥法外的凶手就这么算吗？苏晨，我提醒你，不要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请你认真陈述回答，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判断的依据。我说明白了吗？为了维护正义的普遍性，为了维护执法者的尊严，总要有人去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你父母都在外地，为什么选择来金陵？年轻人都愿意来大城市打拼，见见世面。现在呢？房价太高，我想回老家。苏晨整个人的感觉非常松弛，竟丝毫没有表现出被审讯的压力。苏晨，我问你今天晚上5点40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在便利店里买吃的，就放在外面。查过了，有购物小票，5点41分的，和他购买的商品一致。给便利店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好的。收银员说他没有特意去记时间，不过有点印象，差不多就是5点40多分。有没有顾客和购买的详细信息？小商店没有，只有大超市可能会统计。好，也就是说，在爆炸案发生的时候，苏晨恰好在便利店买东西，这是巧合吗？除非苏晨猜到自己会被问讯而提前准备了这些证据，这个可能性不大。对警员进行内部问讯是临时起意，并不是事先商量好的。原来是这个手法，怪我之前竟然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在场证明啊！怎么样？没看出他撒谎，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在审讯上，苏晨应该是一个老手，他很熟练。他的表现很镇定，和我预料的不太一样，加一点强度吧，我试试他，看看能不能找出来漏洞。苏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慢慢说。从今天晚上5点到5点40，你究竟在干什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商业街逛，没什么想补充的。再想想，苏晨，你应该猜到了，在你之前，我们已经对其他警员进行过一轮问讯。你的供词和其他人的有矛盾，你真的在商业街购物吗？我提醒你，你的证据并不完善。跟我玩心理战。段警官，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想要证明我的清白很简单啊。怎么证明？你去大学城那里调用监控吗？对你来说不可能是难事。商业街上到处是摄像头，我这段时间在不在买东西，岂不是一看就知道了？我要是能调监控看，我还用得着在这里问讯？这一句话直说痛处，杀人诛心啊！段警官，你在听吗？咱们现在就去查摄像吧，毕竟你需要证据，而我需要清白。这件事情放在以后再说吧，你可以走了。一个研究卷宗的文职人员，为什么在面对能让很多一线刑警紧张不安的审讯时，如此的镇定自若？这个人身上的秘密比想象中的还要多。怎么没有收获？说不定是我们的方向有问题。因为这起案子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凶手使用的液体炸药究竟是怎么来的？是靠着非法交易，还是自己制备的？如果是自己制备的，那范围就可以缩得很小了。整个金陵市乃至全国，能制备出这种纯度的液体炸药的人不多。你是说，凶手可能是化学方面的专家，能接触到专业设备？我们可以重点排查一下大学老师和学生，主要是金陵大学，只有他们才能轻易获得完备的实验室条件。苏晨，问讯怎么样？没什么特别的，知道我是清白的之后就让我出来了。被专家问讯了那么久，你看起来就跟没事人一样，这什么心理素质？或许这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吧。白天没做亏心事，我是傍晚做的，傍晚不算白天。
好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论说瞎话，我甘拜下风。随着苏晨的一系列操作，直播间的热度不断飙升，在线观看的人数已经突破2000万，追凶直播的热搜雄踞于各大网站的榜首。而总导演陈启明却是心情沉重。央视总台的台长何明宇，果然上面要责怪下来了。这档追凶直播的综艺开播的目的可是向社会公众展示现代刑侦的力量，而我选的凶手苏晨却把它完成了个人秀场。唉，喂，何台长，我是陈启明。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启明兄，不愧为高手，你就是个天才。启明兄啊，我刚刚接到了樱花国的申请，樱花国电台那边马上要来人，希望能把追凶直播引进樱花国。我想拒绝，你会听我的吗？好的，何台长，我这就着手准备接待外宾来演播室。对了，我听说这一次的来访和樱花国的金田侦探协会有关，也就是说苏晨可能引起金田侦探协会的关注了。什么？公当今声望记之2792目。是我的声望值可以再点亮一颗星了吗？公声望一小成，星图密要开，日星同耀，天下大宴。月图23星拱之，既坠则为星，累宫则成日，日星既出，新月而生。原来这些月亮雕刻有2种用途，一来可以将已经破案的犯罪卷宗中犯罪者的奇巧记忆收录，并且让星图拥有者具备同样的能力，而月亮浮雕会变成星星浮雕。二来是积累功绩到一定程度，就能变成太阳雕刻。那这片星图上的这些星星和太阳浮雕都是那位绰号铁面公的古人的杰作。这个铁面公到底是何许人物？综合令牌和星图上变动的信息，现在必须点亮一颗月亮才能继续点亮星星，获得能力。需要2000目的声望和一本已经破案的案件卷宗。米国六角大楼黑客攻击案，5年前轰动全世界的黑客攻击案，被攻击的对象是米国的总部中心六角大楼，号称世界第一，由100多位顶级网络安全专家构建起来的信息防护墙被轻松攻破。米国高层的几千份绝密资料被公之于众。在不久前，米国高层派了上万名佛波勒全程地毯式搜查，把黑客给绑了，电脑砸了，这桩悬案宣布告破。顶级的黑客技术，在现在这个信息化社会，简直是万金油级别的能力。苏晨将卷宗按在了一颗月亮浮雕上，霎时，苏晨感觉有大量的知识涌进了脑海：黑客攻防、网络安全、后台风险漏洞。原来当初的那名米国黑客这么恐怖。不好意思啊，苏晨，把你骗过来接受问讯。咱们也是为了尽快抓住凶手嘛。你能这么想，再好不过了。刚刚段警官和我商量了下，打算和上面申请，把这个制造爆炸案件的凶手提名龙国悬赏名单。悬赏榜吗？看来段警官是真的很看重这次的凶手啊。苏晨，你还不知道吧？段警官的监控网络被炸了，所以他才这么认真看待凶手。什么时候的事？谁炸的？不知道呀。所以这次的凶手只能以神秘人的身份上悬赏榜，这还是史无前例的。太狗了，苏晨！要不是亲眼看见你装炸弹，我还真的要被你的演技给骗过去了。对了，老大，我听说段警官的电脑技术很厉害，他到底是什么水平啊？确实是很厉害，他可是网络安全的专家。10年前，在世界网络信息安全攻防大赛上拿了世界第2呢。第一是谁？不会这么巧吧？那个第一啊，是个米国人，听说玩黑客技术走火入魔，攻击了米国的六角大楼，进去了。不会错了，就是那个卷宗上的人。这个人这么好的天分和技术，实在是可惜。世界赛4年一届，这个米国人只参加了1届，随后就被通缉了。这之后，段警官在各个网络安全攻防赛上就再也没有对手了。2年之前还拿了世界赛第1。没有了这个米国人，比赛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独孤求败吗？你是多么寂寞。听说段警官这次参加追凶直播，就是觉得节目组会安排一个黑客专家做凶手，想着能碰一碰对方的技术。失算了，我还以为能遇到一个不错的电脑高手，没想到节目组这次找来的是一个化学疯子。想找一个对手，也许并不困难，星图技能多多。苏晨用意识探查了一下星图，发现点亮第一颗太阳浮雕可以获得铁面公的神段数，需要5000目的声望和登上龙国悬赏榜的前10名。如果能把成为龙国20年惊天大案的金陵大学碎尸案模拟出来，肯定能给直播间带来难以想象的热度，也许可以冲进龙国悬赏榜的前列。要模拟这个案子，首先需要绑票一个女孩，绑谁好呢？最好能闹得更大热度，长得更快一些。郭雨桐，金陵大学建筑系大2，肤白貌美大长腿。重要的是，这个姑娘是现任金陵市公安总局局长的亲生女儿。
那么今晚就由我来接他回家。苏晨计划用黑客技术入侵金陵公安局局长的手机，再用局长的号码给他的宝贝女儿发消息，把她骗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打开了一款火爆游戏的界面放在屏幕上来掩饰自己真正的身份。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综艺《追凶直播》？我宣布，这就是我的宝藏综艺。当然看了呀，小月，这节目这么火，现在网上有不少人都在议论那个凶手，还有人在预测他的下一步，连油管上的外国人都在关注。你说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知识和奇怪的技能？我没想这个啊，我无脑看颜的。话说雨桐，你老爸不就是咱们金陵市的公安局长吗？有什么内部消息透露一下呗？苏晨到底想干嘛？实在不行，把他的微信号给我也成。节目信息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我上哪知道去？我和你说，苏晨现在在的公安局好像离咱们学校挺近的，说不定他会来绑我呢。彤彤，我好怕哦，我们孤男寡女。停，打住！苏晨一会儿身边还有2个警察同事，他怎么可能去绑架？而且绑架的话要确定目标吧，要踩点吧，要掐时间吧。苏晨可没空做这些，况且就算他做了，人家也都不是傻子，难道会配合苏晨让他绑架吗？只要出了一点差错就会暴露，那苏晨就太得不偿失了。好有道理的样子。此时郭雨桐忽然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发出一阵的震动。闺女，咱家里面出了一点事，今晚你别住学校了，回家来吧。爸妈都不方便，就叫了一个哥哥开警车来接你。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能在微信里面说清楚呢？该不会是有人冒名顶替老爸给我发的信息吧？郭雨桐立刻点开手机的追凶直播的凶手直播间，然而看到直播间里的苏晨依旧在金陵市公安局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看来是我多虑了，爸爸作为金陵公安局的局长，他的手机可是被上了好几道信息防护墙，而且是段誉小叔亲自编写的，放眼全世界应该没有人能破开，所以肯定没有人能盗取爸爸的账号。好的，爸爸，那位哥哥是在大学校园门口接我吗？不是的，你们大学校门口不让停车，而且警车太张扬了，影响不好。那个哥哥又没有自己的车，你就去学校商业街里，一进去靠右手边的那个小族烧烤店门口，车就停在那里。看到这个消息，郭雨桐原本已经放下来的心又有些疑惑，为什么挑在那么奇怪的地方？不行，保险起见，还是确认一下。现在正在上课，不能打电话。好的，爸爸，不过你能发一条语音吗？我只是确认一下发消息的人是你。郭局长，恭喜您发现了案件的线索，您的女儿被追凶直播的凶手绑架了。闺女，当然是我了，这有啥可怀疑的？这个音色和父亲的一模一样。好的，爸爸。这个小姑娘要10点钟下课，现在需要制造不在场证明，最好有一些证人。苏晨老弟，今晚值完班，估计都10点多了，我们就在金陵大学附近的小族烧烤店一起吃一口吧。可以。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结束专家问讯就赶紧过来了，刚回局里就来这么一出，这是出啥事了？段警官的监控网络被炸了。炸了，那个凶手干的，胆子也忒大了。人家也是尽职尽责的扮演，要不然这综艺也不那么精彩了。这他妈根本就不像演的，这哥们儿指定是有点副业。咱们这个值班保卫岗位，自从那起案件之后，已经设立了几十年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案件的追诉期都快过了，警方将把这个案件封存。凶手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那他就永远也得不到审判，一直逍遥法外了。现在把公安刑侦技能大赛做成这档综艺，就是为了安抚社会上滋生的负面情绪，给民众们吃一颗定心丸。再多的演练胜利，也难抵消那一起未解决案的悲哀和耻辱吧？是啊，连迟到的正义都不能算作正义，何况缺席的正义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继续不遗余力的寻求侦破，要让凶手知道，警方不会放过他们，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也要将他逮捕归案。这才是真正拾回了自己的尊严。只要咱们公安里面还有你这样的人在，社会就有保障。到了车跟前，记得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好的，爸爸。走吧，苏晨，咱们吃顿夜宵去，小族烧烤。老板来20串羊肉，5个馒头，10串大腰子，我朋友腰不好得补补。去你的，我腰好着呢，你这朋友就是你自己。好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点菜上的时候，苏晨已经施展了鬼手技能，把前台上钟表的指针向后调了10分钟。他要设下一个时间的陷阱，让所有人都产生错误的判断。老板，烤快一点哈，我们挺饿的。小兄弟，你放心，我这家店可是出了名的快。你看现在是10点20分，我保证10分钟之内把羊肉上了。不出苏晨所料，赵龙和王平的目光也齐刷刷地定在了那前台的表上，成功设下了一个精密的时间圈套。郭雨桐大概10点20分左右到这里，而这个时间苏晨正在这里点菜，这3人都是证人。爸爸，我到车旁边了，这车里没有人啊，停的位置还挺偏僻。当然偏僻，就是为了让你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啊。你们先吃着哈，我去上个厕所。这店里没厕所，你出门右拐就成，快去快回，下一波马上烤好来了。就是1-2分钟的事儿。苏晨，追凶直播的凶手。郭雨桐反应过来，转身想要跑，
然而还是晚了，苏晨已经将手里的警用电击枪对准了他，模拟了一下扣扳机的动作。小姑娘，你已经晕过去了哦。我这是已经被他干掉了吗？明明是我父亲给我发的消息，怎么来的是你？很简单，我黑进了你父亲郭局长的手机。很简单，我父亲手机上有段叔叔设立的信息保护墙。哦，我说怎么破起来这么困难？原来是段警官的手笔。这位姑娘，我们是追凶直播的官方，很不幸通知你，你现在在节目里已经是一个昏迷的人了。你有2个选择：一、参加综艺，顺从凶手的下一步动作，我们节目组方面会保证你的安全和隐私；二、选择退出，由我们节目组安排扮演者接替你的角色，但是需要你遵守保密协议，不向节目嘉宾透露凶手身份。我加入这个节目。我靠，牛逼！苏晨的胆子也太大了，绑的这个人是公安局长的女儿，太他妈秀了！这是直接和金陵公安挑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妄的凶手。苏晨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向着全网辐射，一瞬间，直播间的热度又上升了一大截。金陵公安这次的追凶直播实在是办得非常成功。获奖汇报上说异常火爆，但是今晚事务缠身，都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看。内容很精彩。郭局长，听说樱花国的金田侦探社想要介入进综艺里，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不愧是盛寒，金田侦探社确实联系过我们，可能会在近期商量合作。我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我弟弟的事，罗辑，您知道吧？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一，也是最懒的人。我希望局长能优先考虑我们盛寒合作，我需要让罗辑那小子的生活有点动力，让他活动脑筋。现在的专家组阵容已经很强大，再让那个天才罗辑来的话，那可就有点欺负人了。郭局长低头打开手机，映入眼帘的是好几条女儿发过来的消息。爸爸，我下课了。爸爸，我现在已经到了你说的车边上。我什么时候让女儿到车旁边？郭局长连忙打开界面，发现有很多发了消息又删除的记录，他瞬间意识到自己的手机被入侵了。郭局长，恭喜您发现了案件的线索，您的女儿被追凶直播的凶手绑架了。这话如同炸雷一般在两人的耳边的回响。绑架竟然绑到了局长头上，这是挑衅，狂妄的挑衅！我的手机上可是有段誉亲自建立的信息防护墙，怎么会如此轻易的被攻破？段誉不是世界网络信息安全赛的冠军吗？郭局长一定得让罗辑和那个凶手碰一碰，这可能是为数不多能和他做对手的人了。郭局长，按照节目的规则，您现在是新的受害者，您是自己参与还是我们找人来替您？彤彤是怎么选的？他选的是自己参与。走，去找专家小组。咱们之前已经确定，凶手的活动范围就是摄像头瘫痪的区域，但是我们昨晚派出去的警力并没有发现犯罪的迹象。我排查了几所高校的实验室老师，也没有发现有人有作案的嫌疑。不得不说，这个凶手很狡猾。几位警官，我女儿昨晚失踪了，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郭局不，这位报案人，你能不能跟我们具体描述一下情况？段警官，他就是入侵了我的手机，然后把我女儿骗出来的。入侵了局长的手机，那可是我亲自设下的信息防护墙。段誉立刻转身跑向了办公室里的电脑，将手机用数据线连接到主机上，他的手指飞快地敲动键盘，几乎舞出了残影。Oh no！ 确实是控制了郭局长的手机，而且我的信息防护墙已经被这个凶手突破了。那也就是说，没错，也就是说，这次的凶手至少是一个世界级的黑客专家。段警官，我知道你激动，但是你先别激动。从凶手之前配置炸药的做法来看，他明显是一个化学专家啊。正常的聪明人能在一个领域做得好就很不错了，他不太可能同时在2个领域都做到顶尖吧？不排除凶手有2个人的可能。段警官，你的意思是说，节目组安排的凶手实际上是一个有各种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甚至凶手那边很可能还有其他人，只不过一直没有出手。目前最关键的是，我现在只需要顺藤摸瓜，按照入侵者留下的足迹，很快就能锁定那台入侵设备的 IP 地址。此言一出，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激动了起来。然而5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个入侵者在他的踪迹上设了一个信息防护墙，防止我原路追踪，是个高手。段警官的眼睛里斗志已经如同烈火一般燃烧，双手在键盘上揉练，键帽都快敲出来火星子了。这回的凶手真的是异乎寻常的难对付啊！你技术不算太好，你看刀都砍豁口了。知道我技术不行，你还离得这么近，离远点，一会儿别划到你。按照悬案的卷宗里，凶手将尸体分成了1000多块，进行了烹食，模拟也要模拟全套。不过这个猪实在是不好弄。说实话，我有点羡慕苏晨，身边有那么漂亮的妹子，比我女神都好看。虽然身边有美女，但是苏晨的眼里可是只有猪啊。姑娘，你体重是多少？60公斤，凶手先生。这么沉？这你还嫌沉？我1米7的身高，这个体重可是偏轻的啊。再说有点肉不也挺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没有想到你比我买的猪还要沉，我凑不出来你的重量。段警官，咱们这个进展怎么样？段誉顶着2个黑眼圈，依旧坐在电脑前，双手在键盘上快到飞起。对方的防护墙在不断的补足漏洞，想必那个黑客高手也在电脑前和我博弈。段警官，你歇一会吧，我看着你都觉得惨。原来苏晨随手写下来的程序居然有这么强。定位到了，现在那个小姑娘的手机信号就在本区的南宁路251号，那里有一个烂尾楼，被绑架的女孩有可能就是被凶手转移到了那里。
我们现在就带人过去，越快越好。把现在能调动的所有警力都叫上，对那栋烂尾楼进行包围。刚才直播间切换的时候，苏晨不是去了烂尾楼里吗？这下子岂不是要被专家小组给抓包了？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这栋楼一共有2个楼梯，咱们分头行动，把他的路给堵死。好，我去另一边。我现在手心都攥出汗了，苏晨到底该怎么办？不许动，你。秦明话没有说完，便愣住了。楼上什么人影都没有，只有一部手机在夜幕中发出莹莹的冷光，而手机光线照亮的地方，赫然摆着一个黑乎乎的大塑料袋，半截生肉从里面露了出来。秦明的脸色一瞬间凝重起来。这个袋子的出现，意味这个案件从绑架案升级到了杀人案，杀人碎尸案。一众警员都沉默地站在那里。秦明一时间觉得胸口有些发闷，他意识到，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他都不愿意看到这幅场景。所有的重案刑警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变得无事可做。秦医生，验尸吧。保护现场。原本静默肃立的队伍迅速行动起来，拍照、取证、现场封存、石块摆放，严格按照刑侦流程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仿佛一场真实的悲剧就在眼前。这是对苏晨的行动最好的回应。尸块的重量不够，凶手的抛尸地点不止这一处，这里除了我和白素，只留下3个人就够了。其余的人员，麻烦你们立刻上报，并且对周边地区展开搜索，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齐所有的。知道了，秦警官。他们以首次发现的抛尸地点烂尾楼为圆心，向外划分出所有可能的区域，每一片区域都配备相应的警力进行地毯式搜索，全区警力出动，调查碎尸案。这是金陵市近20年以内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办案。罗明先生，你说我们金陵市上次这么满城风雨是在什么时候？上一次就是20年前，那起震惊中外的龙国悬案发生的日子，整个金陵市都陷入了阴霾之中。案件发生后，金陵市的专家、全国的专家，甚至国际方面的人都投入到侦破工作之中。然而整整20年了，一点收获都没有。苏晨这一举动绝对不是无心而为。郭局长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他想让我们重视起来，不要去忘记，把苏晨以神秘凶手的身份提到龙国悬赏榜第10名。第10名，您是说让他登上龙国悬赏榜前10？局长，这苏晨在用这种方式警醒我们，也在向我们挑战。20年前我们没能做到，20年后让我们再战一次吧。正义、公道是对人民的承诺。这一次，3军受命齐披甲，一诺如山力挽弓。郭局长的申诉很快得到了上面的同意。当晚各大官媒争先起好标题，无数视频、文章在第一时间登上热榜，几乎占领了整个热搜。追凶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突破5000万。恭喜您达到了点亮太阳的条件，获得铁面功神段数。苏晨瞬间觉得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与之前判若云泥。整个碎尸案的卷宗之中，那些错综复杂的记录仿佛一瞬间有了头绪。苏晨闭上眼睛，在脑海里仔细地回忆悬案的细节，强大推理演绎能力让他完美再现了当年的悬案现场。凶手，你今晚要去杀一个姑娘，对吗？这一切都是苏晨用想象推理构建的场景。苏晨知道，他之所以看不见男人的脸，是因为自己没有掌握完整的线索链条。田，让我来看看你把那个姑娘的尸体藏在了哪里。苏晨将藏匿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之中的乱如麻的线索连接起来，外加他自己恐怖的推理想象能力，凶手藏尸的整个过程已然暴露无遗。原来如此，你把它藏得够深的。目前的证据和证物只能推理到那个时间节点，再想要往下推理，就需要把那2个未发现的尸块袋子找出来，增加证物。但是这些尸块已经被掩埋了20多年，如果见到空气极易氧化，失去原本的信息。凭借目前的条件，没有无氧储藏室，没法在保护证物的情况下将尸块取出。那么该如何取证呢？可以利用专家小组的手来做这件事，他们是绝对有条件保存和研究尸块的。苏晨转身进入了身边的便利店里，买了一盒扑克牌。仅仅2个小时不到，一袋袋的猪肉做成的石块被摆放到了桌面上，每一块都详细的做上了记录。郭局长的女儿郭雨桐，死者的生前体重是60公斤，对吧？是的，秦警官。那就不对了，重量不对，这些猪肉尸块加起来的重量不够，比死者的体重要轻5000克，5000克。快，把那个卷宗调出来，20年前悬案的卷宗。好的，秦警官。警员立刻点开手上的平板，用专家权限进入电子卷宗档案查找。
很快，金陵大学碎尸案的卷宗被完整的调取了出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的金陵市刑侦小组在收集受害者尸体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尸块没有找到，对吧？是的，秦警官，去找这一部分资料。这怎么可能？本卷宗最后一次归档报告，目前已经收集到1129块尸块，估计活体总重量为55千克，与受害者生前的体重相差5000克。仿佛是一道晴天霹雳打在了秦明的脑海之中。怎么会这么准确？为什么这个凶手能把案件模拟得这么准确，连尸块缺少的重量都一模一样？这简直就像是凶手的再次作案。我尼玛，我以为苏晨之前和小姑娘说的那一句买清了是一句玩笑话，结果居然是他故意买清的，就为了和真实的悬案对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解剖尸块。秦明虽然内心震动，但是下手依旧没有一丝颤抖，柳叶刀行云流水，这是作为一个法医最顶尖的素养。是什么？扑克牌？难道说这个凶手竟然主动给我们留下了线索？扑克牌就是那种便利店里随处可见的，没什么特殊，秘密可能就藏在花色之中，但是单一的花色构不成什么，线索肯定不止这一条。果然这些尸块里还藏着另外10张扑克牌，这是什么意思？这会不会是苏晨的下一个目标？比如他在用扑克牌来暗指某个人。在直播间网友们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时候，一个有着圣韩协会会员认证，昵称为罗吉之的网友发送了一条弹幕：000金陵大桥侧1米。这是啥意思？有没有钓大的？解释一下。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快给我一张金陵市的地图，要详细，只要大学城区的就行。这些就是我们发现尸块的地方，这些数字的组合绝对不是偶然。秦警官觉得这是什么信息？坐标是立体坐标系，梅花花色数字代表 C 轴坐标，红心花色数字代表 Y 轴坐标，而黑桃花色数字代表 X 轴坐标。之所以我们只发现了3种花色的扑克牌，是因为立体坐标系只有3个坐标点。天哪，这是怎么想出来的？秦明专家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诸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原点坐标。对，任何坐标系的设立都是在描述相对位置，因此必须选择一个标志物作为原点，而这里的坐标之中没有原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凶手已经提供的坐标，用数学方法推导出原点的位置。说着，秦明从工具箱中拿出尺子，一番操作猛如虎。耶！成了，根据凶手提供的坐标信息，这个地点地下1米的深处就是坐标原点。此言一出，众人纷纷凑上前来，只见秦明的指尖指着的地图上的那个位置，竟然是位于金陵市的中心大桥与陆地南岸相接点的南侧，也就是第一根桥墩的边上。那个地方究竟有什么？准备警车吧，我们去那里看一看，以防万一，把法医的验尸车也一起开过去吧。哎，刚才那个 VIP 弹幕发的消息000，不就是坐标原点的意思吗？对，还有那个金陵大桥地下1米和秦明专家推理出来的一模一样。这个叫罗辑的人在见到扑克牌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把苏晨留下来的信息完全破解了。他比秦明大脑还要快，高智商的世界竟然如此恐怖吗？老弟啊，我看你刚才貌似对最近的追凶直播很有兴趣。无非就是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谜题，解了一解，没啥特别的。你可别想把我拉进这个烂摊子里去啊，我还得上课，挺忙的呢。老弟，我没记错的话，你那个课1个礼拜就上1节，也没几个人选，顶着这么个一聪明的脑子，你真就想一直这么混下去？你的人生追求呢？我人生的追求莫过于有一间大房子，娶个樱花国老婆，再请一位龙国厨子，雇一个鹦鹉国管家，没事跟老婆喝点小酒，拉着老婆到各国去逛逛。我怎么有你这样不成器的弟弟？看样子还得有个大使警官那样的保镖，防止有人偷袭我。这咸鱼程度越来越高了。去参加节目，如果抓住苏晨，我给你200万，足够你环游世界，去各国旅游几年了。不，老哥，你没理解到其中的精髓，得是跟老婆一起四处享受，那才是乐。你自己去找啊！你整天窝在圣韩养老，何年何月能实现人生追求？必须去，去了有200万，不去你以后也别在圣韩总部住着了。好，我去，不过我可不保证能抓到苏晨。我会让大使跟你一块去，有你们这一对组合，抓苏晨岂不是易如反掌？这一次，樱花国金田侦探社的人也要来，听说是号称是千年难遇的美少女侦探上山明爱，所以表面上是参加综艺，实际上也是我们圣韩和金田侦探社的角力，你必须给我认真对待。气，谁在说我坏话？没想到这些大人也这么幼稚。
一大把年纪还玩什么探案过家家？还让我专门飞去龙国抓一个虚拟逃犯，为什么要玩这么无聊的游戏？抓人还不容易吗？我都被笑死掉了。就是这里，小心一点，别损坏到证物。秦警官，有东西。秦明仅仅是对着那坑洞里露出的一角看了一眼，瞬间大惊失色，拉开了正在挖掘的警员。先不要动，这是尸骨，我目测估计死亡时间超过10年。这种尸骨埋在地下太久，极其脆弱，遇到空气就会迅速氧化，失去信息。你快去法医工具车上，把那个隔氧真空箱拿过来，把这个位置的土整体转移过去，我们在真空箱里再把这些尸骨取出来。苏晨留下来的这个谜题，不应该是最后的猪肉块的位置吗？可这尸骨埋在地下至少有10年的时间。秦警官，这是猪骨吗？ Nope， 骨头太细了，而且曲度不对，这不是猪骨头，这应该是人骨，而且是女性人骨。那还不赶快把这些证据送到金陵市公安局总部？这件证物可是联系着一场真正的碎尸案。公安局总部检验的报告结果推断死亡时间为20年前，死者为年龄20岁左右的女性，骨骼切口平整，凶手使用的分尸工具和20年前的金陵大学碎尸案一致，发现的尸块部分和悬案中尸块缺失的部分一致，活体重量大概在5000克左右。对上了，所有特征都对上了。20年没有找到的证物，居然在这一场追凶直播的综艺里重现天日，苍天有眼啊！发通报吧。怎么发？当然是有什么发什么，就说金陵大学碎尸案的尸体证据已经补齐，警方将在最后的日子重启这个案件的调查。另外，这次追凶直播节目的扮演凶手给他加码，作为神秘人表彰。好的。当晚，一则紧急消息轰炸了龙国的整个网络，就连全世界关注悬案和刑侦的人都为之震颤。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晨他简直就是一个妖孽，一个最大的妖孽。我一开始觉得自己很了解苏晨，但是现在他的形象在我的眼里越发的扑朔迷离。苏晨，你究竟是什么人？与此同时，一则通报又让本来已经高涨的气氛再一次达到新的高潮。金陵市公安局通报，本次直播节目的凶手扮演者破案有功，奖励奖金3万元，仅其一面，探案2等功。同时，我们已决定将这位凶手扮演者以神秘人的身份提上龙国神探榜，进入前100位。恭喜苏晨，恭喜龙国，悬案有了重大进展。神探榜，我的天啊！崔立万老先生就在这个榜上的53名，他一生参与了上千个案件的侦破，重大案件也有几10个。苏晨现在已经和他同榜了。这个榜单由来也挺久了，我看上面好像还有2000多年前的古人呢。我看苏晨上升空间还很大，等节目结束，他开始参与案件侦破，说不定还能把排名往上提一提，争取进前10。哈哈哈哈！登上亚洲神探榜前10也不是不可能。大胆一点，世界侦探榜前10。神秘人登榜龙国神探榜，是那个追凶直播的凶手。上山明爱已经参加了节目，接受了节目方用来限制信息的信息滤网。他得到的消息比较有限，但是他知道神探榜意味着什么。看来我要认真一点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苏晨将会是我冲击亚洲悬赏榜的有力对手。虽然他目前还是一个凶手，马上就会成为一个逃犯。罗辑看着手机上的信息，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严肃的神情。世界侦探日报，侦探工作者们的圣经，这一次的标题赫然是5个大字：逃亡的神探。这么高的评价，恐怕会惊动世界各国著名的侦探协会了吧？会有很多名侦探关注苏晨。我承认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意思了。理论上说，我已经把尸体抛掉了。当初怎么就没有动脑子想想，苏晨为什么要切猪肉？我还以为苏晨是在想什么花招来骗过警察，可没想到这些切好的猪肉，原来是被苏晨当成了我的尸体。太惨了，太惨了！追凶直播的模拟尽量追求真实，你抛完了尸，自然身边也没有尸体了。这位姑娘已经完成了节目组的角色，气氛可以杀青了。哼，你说谁是尸体？苏晨，你绑架了我，不是应该要钱吗？为什么这么痛快的干掉了我？我们将会将郭小姐带回到郭局长的身边，尽量不影响她的大学生活。而苏先生，你可以继续了，我们不会妨碍你。拜拜。苏晨，你等着，等追凶直播结束之后，我肯定去爸爸那里找你。好像为自己的将来惹了一个意外的麻烦啊。那个房间又有变化了。没想到我脑海里这座建筑竟然如此浩大，看来我目前已经开启的那个小房间只不过是其中一隅。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程序。哇塞！这个宅子这么大，怎么说也得有几千平米吧？要是能让我局限到现实，那我也是有房的人了。原来这里是脑海中的那个古朴小房间。恭当下生忘记之6721目，恭喜贺喜，恭今日重登神探榜，当一展雄风。神探榜？哦，对，是这个平行世界很有分量的榜单。就是这个重登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令牌上的恭指的不是我，而是那个铁面功？恭今日当奋起直追，入榜前10，以待良机。若此事能成，
则再起收藏柜。伴随着字的变化，古朴房间里星图对面的墙壁的黑暗消散了一些。这是又有一面墙将要开启了吗？要进入龙国神探榜前10名。如果我破了金陵大学谋杀案这个20年前的悬案，是不是会榜上有名？苏晨再一次使用了神断术，然而整场画面之中，那个凶手的披风依旧是遮住了脸部。推理也是在真凶藏尸的时候中断。看来想要继续推理，必须要补充证据。现在专家组应该已经解开了谜题，找到了最后一部分尸骨。现在就回金陵市公安局去看看。赠神秘人，悬案无心人有心，推理不负冤人骨。公安部门处长，同志，咱们这个锦旗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吗？那个神秘的扮演凶手者破解了尸骨的证据藏地，这是上面亲自发下来的锦旗。只不过现在找不到这个扮演者，只能先送到这里保管。我们打算送到郭局长那里。要不直接送到专家小组会议室吧，让这个扮演者的对手们保管也行。哎呦我的妈！苏晨这么骚的操作，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苏晨，你好坏啊，不过我喜欢。腐化的太严重了，信息基本上没有。20年了，证据链条已经断得不成样子，现在重启案件，侦破难度也不亚于当初啊。然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按照我们龙国的法律，20年追诉期很快到了。我知道这起案件侦破的几率小于1%，我已经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不给大家太大的压力，我先回总局了。这卷宗浩如烟海的记录总共达3000多页，如此多的破碎信息、无关信息，即便之中隐藏着线索，想要找到连接起来也是难如登天。话说那个凶手能在如此多的线索之中推理出来最后一部分尸骨埋藏的位置，他的推理能力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你是说我们之前对那个凶手的估计是错的？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这次追凶直播的凶手至少有3个人，一个化学专家，一个黑客高手，还有一个推理大师，而且都是世界级的。专家们，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说的这几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呢？显然他们低估了苏晨的妖孽程度。段警官这么忙啊？我正在和凶手对峙，马上就攻破了。你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就是看看。你是专家小组的人是吧？锦旗放在哪里？要不挂墙上吧，挂正中间。这一段绝了，笑得我从床上摔下来了。这小子有没有情商？颁给凶手的锦旗挂到专家小组办公室，我们不要面子的吗？苏晨呢？我看这个锦旗还是放在储藏柜里比较好吧。等节目结束之后，再由凶手先生来取。好，不玩了，先看看尸骨。苏晨一眼就看出来，真空箱中那一截皱皱巴巴的土黑色棍状物，其实是一截人的手臂。瞬间心情沉重。20年了，该有个结果了。老大，你看完这些卷宗了吗？大致的过程我是了解了，不过也仅此而已。悬案的内容太错综复杂了，当时警方罗列了几10种猜想，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可能都不对。此言一出，专家小组都愣住了。秦警官，你发现了什么线索吗？倒不如说是疑问更多，也不知道那个模拟凶手是怎么推理出尸骨的位置的。第一卷324页，中间21行；第二卷57页，上数第13行；405页，上数第52行；第三卷236页，整个一面都是。通过这些卷宗上的线索，就能推出尸骨的位置。听到这话，秦明的脑子里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飞快地翻动着卷宗，找准了苏晨说的信息。又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然后眼中满是惊愕。哦，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会对卷宗这么清楚？我这8年除了研究悬案，也没有干别的事情啊。当我看到那个模拟凶手的谜题，又看到你的笔记本上的推理，便立刻想到了卷宗上面对应的消息。对了，我好像之前和你聊过，你对悬案非常熟悉。这句话提醒了众人，一众目光向着苏晨投过去。对啊，苏晨之前的8年一直在卷宗室里研究悬案，他对这个案件必然是了然于心。我看不如这样，让苏晨来做专家小组的顾问吧。现在时间紧急，他的熟练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可真是我的好帮手，我都要以为你和我是一伙的。苏晨的存在就是一个巨大的意外，不论是悬案的真凶，还是追凶直播的模拟凶手，恐怕都没有预想到我们专家小组里还有一位对悬案如此熟悉的警员。我本来是卧底的凶手，怎么就成了老大？我真是越来越期待苏晨身份揭晓的那一刹那了。耶！看来赌对了，专家小组对侦破这起20年悬案的急切程度比我想的还要高，注意力被极大的分散了，不枉我刚才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在专家小组面前展露一手。有了专家小组的指挥权，破案逃亡就方便多了，富贵险中求啊！老大，这个卷宗就留我拿出来的这几张就好，剩下的麻烦你放回去好吗？必须引开白素，有这么一个心理专家在，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举一动都要谨小慎微。白素走了才能放心开始表演。秦警官，你对这个尸骨的研究进行的怎么样了？目前我已经进行了所有可能的检测，尸骨存放的时间太久了，它能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般20年的尸骨早就已经降解90%以上了。记录的信息非常详细，根据这些信息的补完，应该能推算出凶手。好，这些信息我先收着吧，一会儿找个厕所啥的，再去用神断术推演。真是神了，模拟凶手这个推理的思路，我到现在都有些不明白，真的是大师。我现在能理解段警官的感受了。你加油，我们一定能把那个真凶，还有那个模拟凶手给抓住。
堂堂凶手居然坐在专家中间，和专家商量怎么抓自己。崔老先生，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咱们专家小组不是有5个人吗？我记得还有一位痕迹检测专家王衍行。对呀，那么大的一个活人去哪了？王衍行我之前见过他一面，听他说是在准备自己的计划。这小伙子性格又有点孤僻，不看手机不上网，比我还像老头子，说不定到现在连重启碎尸悬案的事都还不知道呢。懂了，原来这个王衍行警官是在憋大招啊，我得提防着一点。您呢？最近在做什么？大学城配电中心被炸，你知道吧？有人目击到了凶手，我已经把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正打算开始凶手指认呢。这不是因为重启悬案耽误了，不过也快了。听说当时那个模拟凶手没有化妆，只要经过指认，也就能认个8、9不离10了。而听到这话，苏晨的神经却立刻紧绷了起来。还好白素已经走了，不然肯定会被他看出来。苏晨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步一旦出纰漏，就会被专家们死死抓住。我现在已经找到了2个目击者，一个是配电中心的女实习生，还有一位是安检处的安全检查员。2个目击证人进行指认，一旦同时指到一个人，那么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是凶手。现在距离配电中心爆破只过去了几个小时，目击者的记忆是清晰的，只要进行了凶手指认，那必然暴露无遗。苏晨的大脑急速地运转着，思考着一切可能的对策。崔老先生，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目击者进行凶手指认？马上就可以。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崔老先生，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目击者进行凶手指认？马上就可以，但是我不打算直接带人过来指认，面对面指认，凶手可能会利用其他手段影响目击者。瞧，这袋子里面是警局所有人员的照片，一会儿就拿给目击者们进行照片指认。刚刚确实想用一些心理学的技巧扰乱目击者的心神，如今这条路堵死了。崔老先生不愧是老刑侦，接下来老前辈肯定会把整个流程安排的滴水不漏。那么要怎么做不被怀疑，又尽可能合理的改变其中的一些环节，从而产生漏洞，继而破之？崔老先生，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双线行事，一边负责抓捕悬案的真凶，一边负责彻查追凶直播的模拟凶手。可以，那么我现在就去进行凶手指认，我一个人就够了。崔老先生，我想由您和我一起负责碎尸悬案，这起案件毕竟难度很大，而在场的人里面，您的经验最丰富，您最适合在一线抓捕。说的倒是十分在理，追凶直播毕竟只是综艺，里面的犯罪是虚拟犯罪，而悬案凶手可是真正的杀人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起悬案是真实的犯罪，而追凶直播是虚拟的演练，演练的时间长或者短影响不大，但是悬案若不能集中精力侦破，给凶手逃跑的时间，后患无穷。崔老先生是经历过20年前悬案的人，对于案件的真凶，必然是比任何人都要有探究欲。好，那就按照你说的，我来和你负责碎尸悬案的真凶追捕。不过，凶手指认的任务也是绝对不能往后面拖的，必须同时展开，否则一旦时间拖得太久，目击者的记忆可能会模糊。让段警官去吧，他现在正在搞的网络追踪和凶手指认目的上是重合的。至于秦警官和白警官也和我们一起搞碎尸悬案，我和您是1线，他们在2线支援。这小子办事思路倒是清晰，是一个可造之才。等追凶直播的节目结束后，管郭局长把他要来当徒弟，这样我也能放心退休了。就按你说的办吧。安排完基本的部署，苏晨溜了出来，躲进厕所的隔间，再一次进行神断术。这是最后一处的抛尸现场，他已经杀了人，把时间往前调一点。随后整个场面倒带一样定格在了凶手杀人的一瞬间。原来是在居民屋里开始推演，让我看看你的脸，你到底是谁？然而那藏在雨衣后面的一张脸依旧大部分漆黑一片，只露出来了一个微笑着的嘴。不够，还是不够，时间还能再往前推吗？我要看到他脱下雨衣的样子。目前我掌握的证据，有没有可能推算到这个真凶作案之前的生活状态，他的性格，他的职业，他的一切？虽然比之前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但是还是差了一点。现在已经能推算出整个案件的行凶过程，还需要一点凶手的私人信息，就能再往前推理一下，看到凶手的生活状态和外貌了。但是这一点信息，我该怎么获得呢？现在有关于这个案子的证据线索都已经看完了，我知道最后的信息藏在哪里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盯着这些卷宗看8年的。每一个悬案就是一笔账，卷宗就是咱们的欠条，欠人民的东西不能忘了还呀。老大，你辛苦一下，帮我看看这个能不能分析出来什么。这纸条上面居然是用近于旁观者的视角记录着这起悬案的整个犯罪过程，而且在描写凶手行凶抛尸时的动作、嘴部表情、出手方式、声音特征等等细节都写出来了。这么详细的描述，仿佛是真的在凶手边上记录下来的。这是你写的吗？我把卷宗上面记载的线索结合新发现的尸骨信息，大致的推断出了凶手行凶的过程。老大，你是心理专家，你帮忙看看能不能从中推断出来一些凶手的私人信息，比如人格性格之类的。苏晨，我总觉得对于悬案你是知道一点什么的，但是没有告诉我们。
一般的新人拿到案件都是感到茫然，可是你的方向感非常明显。老大，我上网查了，其他4位专家都有基本的资料，哪怕是王衍晴这类的内部工作人员，但是你的我没查到。咱们才认识几个小时，你就敢和我对着说了？这次的追凶直播不会太早结束，以后你是不是还要造反呢？不敢，不敢。白警官说的对，这个苏晨就是要造反，你快点抓了他呀！苏晨不逃亡，咱还破上岸了。一个虚拟罪犯在带领专家们抓真的罪犯，苏晨这是想将功抵过吗？这照片上的青铜兽不是脑海中的那只大兽吗？还有一根用经文镶嵌了铁面2字的笔杆。谢志，神兽，主掌律法公正，国宝级文物，在战乱中丢失，现收藏于樱花国的神宫博物馆。这种国宝级的文物就这样流落在外，有机会弄回来。老大，这是什么？这个是心理侧写，主要用于对罪犯的动机行为评估和对心理不正常人士的治疗。不过正常人也可以做一做，比如这次追凶直播的凶手，我就很想对他进行一次侧写，他们很不一般。等能抓到再说吧。嘿嘿，给偏执型人格70%，混乱型人格21%，这2种占比最大，剩下的人格倾向影响较小。喜好重金属音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并且拥有充沛的体力和一些解剖上的专业知识，与死者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为了让你看懂，我尽量刨除了专业术语，用接近卷宗的记录语言写出来了，怎么样？对你有帮助吗？哈哈哈！当然，帮助非常大，感觉脑海之中一个无形的线路，将之前所有的信息串联了起来。苏晨呢？他去哪里了？苏晨去厕所了，可能是咖啡喝多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把后备的警力全部调动了，马上就可以展开调查。技术人才太专注于技术，有的时候就忘我了。段誉啊，你这个信息墙搞得怎么样了？已经攻破了4层，我现在能检测到，只剩下最后1道了。这一层我马上就可以结束。当初你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这都过去多久了？段警官不要恋战啊！小段啊，你这个事情不得不放一放了。我们现在需要你去代替我主持凶手的指认，我这边组织警力，苏晨在一线，你那边只要出了结果，立刻告诉我就行。好，我马上去总局的审讯室进行指认。各位，我知道这个悬案能破的概率很小，所以大家想一想，苏晨小同志身为第一次参与前线破案的警员，又是整个专案组里唯一熟悉卷宗的人，他的担子有多重，我们应当去体谅，去帮助苏晨破案，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事情。这样的团队对于组织者来说是很累的。这个案子我们要尽力去破，即使没有办法破掉，这也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过程。是啊，这个推理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但是眼下的案件则是越快越好啊。崔老，您说吧。我也是按苏晨的想法来，小段去处理凶手指认的事情，我和苏晨在一线侦查，小秦和小白你们跟在我们后面，需要的时候随时待命。是，崔老。苏晨怎么去了这么久？坏肚子了吗？这里是跟女孩家相隔2条街的一个小区，这些都是卷宗里记录警方当时调查过的人。这一次我掌握了足够的消息，必然能追踪到那个凶手的家中。诸位，请问这附近有没有重金属音乐的爱好者？倒是有几户人家在6号楼，天天吵得我睡不着觉，也不知道年轻人怎么会喜欢这种音乐。这个重金属音乐爱好者性格较为偏执，可能表现出混乱性，而且年纪在30岁左右。这个年纪还喜欢重金属的人不多。他可能从事宰杀的行业，或者至少拥有这方面的知识。2单元那里住着的几乎都是附近集市上的商贩，不乏有屠夫一类。我要找的这个人是一个壮实的男人，他可能爱看侦探小说或者电影。6号楼2单元有这样一个人吗？听起来好像是8层801的叔叔，我透过门缝看见过他在看案件方面的书，好像是在研究警察是怎么破案的。很好，心理侧写之中为什么会有着如此多的矛盾？描绘出来的人物有一种说不出他别扭感。看起来我来对地方了。为什么杀那个女孩？是我干的，我承认。我没和你说话，别躲着了。一个人犯下的罪恶是躲不掉的。头发还是手汗，你来揭秘。意想不到，如果不是白素给我的那一份心理侧写，恐怕我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认清案子的本质。侧写结果，凶手心思细腻的屠夫，30岁，喜欢听重金属音乐，一般20岁叛逆年轻人喜欢。屠夫拥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懂得消除指纹、处理血迹、销毁尸体上的信息。人格评判混乱21%，偏执70%。有这样的结果，正是因为谋杀者和施行者是2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偏执的屠夫负责杀人、肢解、抛尸，另一个心思缜密的女学生负责谋划、设计反侦查。而屠夫在肉体和精神上对女学生完全臣服，自愿被掌控。1996年出版的心理学专著《亲密关系》中，将这种极端的双方关系称之为 DS 关系。赵小月，女，22岁，河北省随山人，单亲家庭独生子女，就读于金陵大学心理学系，成绩优异，综合绩点专业前10。对于刑侦学有强烈的爱好，是一名重金属音乐爱好者。哼，警官，你查得很仔细，不过审讯心理战还是免了吧，我是心理专业的学生，我不会受心理战术的影响。也正是因为你是顶尖大学心理系的学生，
你才可以将一个大你10岁的屠夫训教、掌控、玩弄于掌骨之间，并且利用它完成你的谋杀。学了心理学之后，我发现人是一个很奇妙东西，任何人都有心理漏洞，只要能抓住这一点漏洞，就能很轻易的破开他的精神防线，随意的改变他。所以你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驯化了这个屠夫，一个强壮的男性身体拥有专业的屠宰技能，可以一夜之间完成碎尸、转移尸块的事。你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最适合用来操纵谋杀的工具。难得遇到知己。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姑娘？你们应该是校友，而且也没有什么矛盾。您就当我是为了致敬吧，为了崇拜那个人。致敬？莫非这个赵小月是一个模仿犯？伤疤，横贯整个喉咙的伤疤，难道跟另一个悬案白金市连环杀人案有关？白金市连环杀人案被定为龙国10大悬案之首，发生在上个世纪末，在短短8天内，有4位女孩相继遇害，都是被一刀割喉，甚至后2名受害者是在警方立案侦查全程戒严时出现的。随后，一些人体的喉部碎片被邮寄到了白金市警察局，附带一封挑衅的信件，嘲笑整个龙国公安无能。因此，嫌犯登上了龙国悬赏榜第2位，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的侦探、刑侦人员的众矢之的。没错，警官，就是白金市连环杀人案那个案件有4名死者，本来应该有第5名，那就是我。只不过当时我被划了那一刀的时候，意识逐渐模糊，却忽然感觉脑袋被一个人从后面拖了起来。那个人专业的急救，使我整整撑了10分钟，一直到救护车赶来，我就这样成了那个白金市连环杀手的唯一遗憾。如此说来，你应当感谢的是那个不知名的神秘人，而不是去崇拜那个凶手。毕竟前者才是给了你生命的人。不，你不懂，你不懂那种感觉。我醒来之后，先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担惊受怕，惧怕那个凶手再次找到我，可是似乎是被我生还的消息打击到了。凶手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作案，渐渐的那种恐惧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崇拜，你懂吗？那是弱者的崇拜感。所以你实际上是在模仿那个白金市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你选择了自己的同校学妹，也只是因为她的年龄和那个凶手的猎物们相仿，对吗？就因为这个可笑的理由，你断送了一个人的一生。可笑？那是因为你们这些警察根本感受不到暴力和犯罪的美学。人在社会之中有太多的束缚，所有人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只有那个人能挣脱这些枷锁，真正的释放自己的天性，回归到纯粹之中。苏晨，告诉我，你参加节目一次次的犯下重案，虽然说是模拟，但是你在玩弄这些警员的时候，有没有感到一丝丝的兴奋？天，真凶我已经知道了，推理停止。那个女孩应该是在被白金市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割喉的那一夜，受到了太大的刺激，心理扭曲了。他不但没有厌恶罪犯，反而是畸形的崇拜起了这个险些置他于死地的人。这就是整个推理的结果。不过推理终究是推理，真要定罪，还需要有实证才能抓到凶手。星图，公当今生忘记之7021幕，可以点亮星辰。又可以继续利用铁面公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技能树了。恭喜您获得画皮技能。公即任7年，有猎人逐兔于京城外林郊野，兔入窟中，猎人觉之，扑出一女尸。公用神断术推理出为九王妃，去王府报告，发现王妃依旧在王府，与王爷夫妻和睦。后经查证，假王妃为一男子易容假扮，只为盗取财物。王爷得知大惊，惊叹此人乔装打扮之术怎么如此高明，下令剖去男人画皮，以查证贼人真面目。而男人面目为最后一层真皮，非画皮，贼人因此而死。王爷受惊，从此不举。3年后卒。这星图奇闻异事是越来越长啊！不过这画皮之术真是出神入化呀！数秒内，无数乔装打扮之术涌入了苏晨的脑海。我靠，这技术只要有化妆材料，完全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甚至也不一定必须是人。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技能有些犯规了。铁面公这老哥也真是见多识广，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犯人都能抓到，这水平怎么说也得是龙国神探榜前10吧。然而在正史中居然没有记载，在现实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这其中绝对有问题，很有可能是某种原因信息滤网屏蔽了所有铁面公的资料。信息滤网，黑科技对信息的掌控能力堪称恐怖。比如在这综艺节目中，专家小组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一旦有涉及到凶手的巨头信息，信息滤网会第一时间将之过滤掉。继续点亮星图，应该能获得铁面公更多的探案消息。点亮下一颗星辰所需声望1万幕。1万幕，这意味着追凶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必须突破1个亿。看来我必须让它再精彩一点，热度提升再快一点。大家快看，苏晨从厕所出来了。这次怎么去了这么久？伟大的哲学家沃斯基曾经给出了苏晨定理，那就是苏晨每进一次厕所，他掌握的信息就会增加。前有沉睡的小五郎，后有厕所的苏晨，侦探界真是人才辈出啊！根据推理已经知道了碎尸案的凶手，但是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20年后的今天，这2个凶手在哪里？要怎么抓到他们？第二，现在距离监控系统全面恢复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段誉的照片指认完成后，那身份必然会曝光，到时候该怎么顺利从这些人的手中逃离？苏晨怎么还没回来？有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了，毕竟他这是第一次接手案件，而且一上来就是重大悬案。苏晨终于回来了。去思考了一下案件的事，
怎么他身上有淡淡的香味，类似于冷杉的木质香气？这是香水吗？苏晨，你说。崔老先生，我想您已经将警力集中了，麻烦您安排一下，把一部分警力部署到车站待命，我们可能要跨市乃至跨省抓捕。另外一部分由您亲自带队去金陵大学东南边的居民区。对了，我还需要警方的资料库权限。没有问题。这手速河段警官有的一批呢。苏晨很快调取到最新1年的居民普查记录后，一条人物信息赫然出现在了苏晨的眼前。居民赵小月，性别女，年龄41岁，住址金陵市南江区和平大街106号。很好，老大，段誉是去搞凶手指认了吗？是的。他去了多久了？走了挺长时间了，得有半个小时了吧。半个小时？段誉现在很有可能已经结束了指认，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老大，你和秦警官就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需要的话请立刻出发。好。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3次的指认结果竟然都是那个刚刚当上专家小组顾问的苏晨。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的是他，苏晨是怎么通过那一次突击问讯的？当时苏晨异乎常人的镇定，莫非？窃听器，苏晨就是节目组选出来的犯罪团伙的一员。等一下，那个人现在恐怕还待在专家小组办公室里。小刘，快去发动车子！快开车去总局，我要见专家小组的其他人。喂，崔老先生吗？我是段誉。您让我做的凶手指认，我已经得出可靠结果，必须立刻逮捕苏晨。他是卧底。喂，您在听吗？怎么回事？喂，听得到吗？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开车？段警官，晚上好。竟然是你！砰！不好意思，段警官，根据我们节目组的判定，您刚刚被苏晨用电击枪击倒，您现在的状态为死亡。段警官，还请您抓紧移步到我们的节目组后台，稍后会有一个对您的感想采访。什么感想？难道是被苏晨干掉的感想吗？节目组杀人还要诛心呢？啊哈哈，段警官现在还是懵逼的吧？毕竟他们连苏晨的谜剧还没有破解。正好，我也好看看那个凶手的真面目。哪个凶手？段警官，凶手不是就在你的眼前吗？不是他。苏晨确实是凶手团伙暗插进专家小组的卧底，但我真正想要知道的是那个黑客高手的消息。我需要一台电脑，即使去了后台，我和那个黑客的对弈仍旧没有结束。什么犯罪团伙？不是只有苏晨一个凶手吗？算了，还是别打击他了。苏晨调动脑海里新的技能乔装，开始变化自己的声音，模仿出段誉的音色，拨通了崔立万的手机号。小段啊，是凶手指认那边有什么收获吗？崔老先生这次有了很大的发现，结合凶手指认的信息，现在已经查到追凶直播的模拟凶手在哪里了。小段，你说，我立刻派人去找。这次的虚拟凶手名字叫做赵小月，是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目前住在金陵市南江区和平大街106号。好家伙，苏晨这是在误导专家小组啊！苏晨在模仿段誉说话，这也太像了吧！小段，3次的结果都是他吗？是的，3次全都是他。好的，我知道了，小段，我马上和苏晨说明这件事，立刻对这个凶手进行抓捕。一人分饰两角啊，苏晨，你可千万别累着。说起来，苏晨口中的这个赵小月究竟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喂，苏晨，我刚刚接到段誉的消息，已经确定了追凶直播凶手的位置，机不可失。如果你现在没有行动交给我们的话，我就先带领警力去抓那个模拟凶手，如何？好的，崔老，不过您的行动一定要快，实在生变。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抓住他。崔老，我得提醒你一下，从我的判断来说，这个模拟凶手很危险，最好用上不致命的电枪将他制服。好，悬案的凶手应该是在劫难逃了，等抓住凶手之后，就可以验证一下他的脖子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刀疤。如果推理无误，金陵大学碎尸案真的和龙国的第一悬案有如此密切关系，那么刚好和我下一步的目标重合了。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位置？对警方来说，追踪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欢迎体验现代刑侦。不对啊，崔老，我怎么觉得这个女人并不符合模拟凶手的特征？但是小秦，你还记得我们抓到她的时候，她的反应吗？那和嫌犯犯罪后被警方找到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难道是她乔装打扮进到的配电中心？咦？话说这么久了，我们抓到了虚拟凶手，节目组的人怎么还没来宣布消息？是真是假？问问就知道了。你有什么可以坦白的？现在说吧。你们警方应该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吧？我承认是我做的，你可以审判我了。全都是你做的吗？你以为自己是超人吗？我们现在能确定的就是你只是其中之一。什么？你在说什么？配电中心是你炸的，对吧？你还干了什么？难道说尸骨里的扑克牌也是你放的？
是谁突破了警方的信息墙，黑进了公安局郭局长的手机，又绑了他的女儿？你的同伙，他们现在在哪里？警官，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不过同伴嘛，20年前倒是有一个，只不过很早我就把他抛弃了。20年前有问题，这个人的眼神中透着一股疯狂，而且那种冰冷的感觉也不像是眼额。这种目光，我只在一类人身上见过。什么人？监狱里的杀人犯。那些杀人犯的眼神看人，就像是在看一块砧板上的肉，有着骨子里透出来的冷漠。和这个女人一样，你的意思是说？王老弟，找我什么事？那边有什么发现？崔老，我刚刚在赵小月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20年前的旧日记，上面写下了他谋划杀人的整个过程。什么？那这个女人不是节目组的模拟犯人？赵女士，你不后悔吗？按龙国的律法，杀人要偿命。没什么可隐瞒的，死刑我也认了，我只是一个拙劣的模仿犯，而真正的猎人，你们永远也抓不到。我承认，金陵大学碎尸案是我做的。你换地方。他妈的，我没听错吧？这个女的亲口承认自己做了金陵大学碎尸案，难道20年的血案就这么告破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追凶直播的热度在这一刻直线上涨，短短10分钟达到了9000万在线观看。陈军，这是你们节目组的剧本吧？这么重量级的案件，怎么会在一个综艺里破掉？不，谁他妈见过这种剧本？我们的节目完全是随机的，所有人都自由活动。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凶手，那就意味着这件悬案就此告破。陈军，还有药吗？救我！如果这个综艺不能引进到樱花国，那将会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已经攻破了最后一层信息防护网，马上就能找到凶手的 ID 定位了。陈导，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段警官，辛苦了。辛苦倒是没什么，主要是心里有点窝囊，就这么被凶手搞出局了。对，就是他，这个人也是有本事的，能在警局里潜伏这么久。这他妈哪是有点本事，他是太有本事了，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还是陈导选人选的好啊，用暴力对付信息专家，用黑客技术对付公安局长，主打的就是一个差异化竞争啊。不敢当。陈导，我想知道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几个人，那个黑客高手又是谁？几个人？一个还不够我受的吗？段警官，你也看到了，就是他呀。我知道把我 out 出去的人是他，我是想知道全貌。我们这一期的追凶直播一直就只有这一个模拟凶手。什么？配电中心他炸的吗？是他。局长的手机他黑的吗？也是他。那姑娘也是他绑的吗？尸骨里的扑克也是他放的吗？全是他干的呀！他还干了好些事，你们没发现呢？你知道他刚才抓住了个什么人吗？你们节目组太坏了，你们这是不是给我准备的整蛊节目啊？是不是故意刺激我，想看我的反应，提高收视率？其实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愿意面对罢了。我真的哭死。段警官实在是太惨了，硬生生被苏晨搞成了一个逗比，他可是世界顶级的信息高手啊！苏晨短短1个晚上，居然干了这么多事，妥妥的劳动模范啊！段警官，真不是假的。No，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苏晨是黑客高手，他是怎么黑进的局长手机？又是怎么防御我的后续攻击？段警官，苏晨那个时候是在打游戏。我猜他是一边打游戏一边进行的黑客入侵。你们的话不要太荒谬，你们都是演员，你们肯定都在骗我。等着，你们可以骗我，但是数据不会，信息不会。成了。段警官，你没事吧？段警官，快，老陈，掐他人中。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我真傻，真的，我早就应该发现，苏晨那几道信息墙只不过是障眼法。他甚至在黑进局长手机的同时，还编写了一个游戏的作弊器。我觉得我应该换一个星球生活了。段警官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他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受不了打击也正常。段警官，你不要太纠结这件事，以后的路还很远。没关系的，毕竟这辈子也不是很长，忍一忍就过去了。至少在这个综艺里，我不是一点力没有出到。我的天网可能已经恢复了，虽然我已经退出，但是我的技术依旧可以助专家小组一臂之力。陈导，能不能麻烦你转一下画面？我想看看监控系统恢复的怎么样了。好。怎么样，可以恢复了吗？可以了，主任，我们现在就把监控信息的最后一环补完，马上就能接到专家小组的办公室里。动作再快一点，专家小组那边段警官他们还在等着呢。你们快去把这个监控系统接受信息终端交给专家小组，这样他们就能接收到监控信息了。记住，终端在你们在，终端不在，你们也就别回来了。喂，老大，是吗？
这么大的事，碎尸案真凶被抓住了，只抓住一个，同伙没有找到啊。今天太晚，我就不回去了。老大，拜托你帮我看一个东西，那个女嫌疑人的脖梗上是不是有一道疤痕？确实有一道。苏晨，这也是卷宗里记载的吗？推理没有错，这件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喂，是我，苏晨，你们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帮我准备一辆车，不要警车，没有追踪器的那种，要加满油。顺便来大学城，我有个东西，你们帮我去带给专家小组。我今晚有事，就不亲自去了。崔老先生，这是我们配电中心的黄主任委托我交给段警官的数据库接收端。总算可以恢复录像了，这一次终于可以主动出击，找到凶手的痕迹。崔老，这是苏晨让我们带到专家小组办公室的，他没说是什么，只说以后可能会用到。可惜段警官不在，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个振奋的消息。那家伙干什么去了？好多问题想问他呢，明明是抓模拟犯，怎么就变成了真凶？他又是怎么知道这凶手的信息的？我真的是搞不懂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有什么关系？看看就知道了。王眼行绰号鹰眼，观察非常仔细，处理信息的速度非常快，几千张照片只需扫一眼，便能从中找到犯罪嫌疑人。设备已经安装好了，咱们是现在启动，还是等段警官来了再一起看？现在就开始吧，段警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好。恭喜，天网系统已经绑定，请进入人脸信息，方便查询。先查询一下那个真凶赵小月的脸，看看最近她的活动状况能不能与追凶直播对应。正在检测，检测到对象的活动区域摄像，开始播放。这个女人深居简出，活动范围不超过方圆2公里啊。我记得段警官是去进行凶手指认确认真凶赵小月的吧？这个悬赏犯并没有去过配电中心，那些目击者是怎么指认出他来的？要不查一查段警官的过往摄像吧，事情貌似不太对劲。正在检测，已查询，正在为您播放。崔老先生，咱们的追凶直播节目后台是有黑衣人工作人员的是吧？当然，他们主要负责处理节目中发生的事态。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各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段警官应该在12点的时候就已经被不知道什么原因淘汰了。什么？但是我是在12点05分接到的段誉电话。把3行6列的监控画面放大，已执行。段誉杀青时间为12点01分22秒，而我接到电话的时间是12点05分。打电话的人不是段誉，那还能是谁？段誉当时急急慌慌，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快把监控的时间往前调。正在操作中。段誉是在车里遇害的，凶手肯定在他之前上了车。停，截取人脸画面，暂停，放大。这个疏忽的凶手竟然露了一次正脸。正在执行。什么？擦，老王，你个浓眉大眼的，你解释解释，你之前消失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我是在做痕迹调查，这个一定是凶手乔装打扮的。哼，你有不在场证明吗？没有，你们听我说，这件事情需要进一步讨论出，不能下暴论。这点我们自然知道，讨论之前先说明，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一旦开口，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作为呈堂证供。等等，诸位，我有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有没有人向你们打听我的去向？有没有人主动提起我？我记得苏晨之前和我聊起来过这件事，不过当时我只以为那是闲聊。天网查询苏晨的人脸信息，播放他这几个小时的活动轨迹。查苏晨，那就查吧，估计也查不出来什么。一个小警员能翻起什么浪？正在录入苏晨人脸信息。后退。崔老先生，卧槽！发生了什么？那箱子里面装的是危险品吧？这肯定是声控装置，一旦专家小组的人想要查苏晨，就会激发里面的接收器。看看情况再说，你先不要靠近。声控装置一包包分开装的炸弹原料，这原料混合可以制作出真正的炸弹，这手法和炸毁配电中心几乎一模一样。真的是他。崔老先生，我很遗憾，经过节目组的判定，你们现在已经是死亡状态。您现在可以和我们去后台了，我们将会留下您的模拟尸体，以作参考。按规矩，任何送到警局的不知名寄件都要进行危险排查。我真是老了，健忘了，记着这次的教训，和危险的犯人周旋，一不疏忽就会丢了性命。苏晨这炸弹的规模一看就知道是奔着将整个专家小组和天网设备一起一锅端的目的去的。如果不是崔老先生反应快，和那几名警力用身子挡下了炸弹，那么现在恐怕这整间屋子的人都要被炸弹袭击淘汰掉了。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上一秒还在和大家谈笑风生的老前辈，此时恐怕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专家们的脸色都不好看啊！说实话，这虽然是模拟，但是却完全对标真实。其实一线的刑警伤亡率很高的。太突然了，我老爸也是刑警，真的有一回，上一秒还在谈笑风生的同事，下一秒就牺牲了。经人脸识别，苏晨最近时间在摄像头内出现的画面较多，所以产生了延迟，全部信息已导出。怎么每一个发生事件的地方，苏晨都到过？
快去看看苏晨停在楼下的车后备箱。收到。苏晨的车不是从后半夜回来后就一直停在这里吗？怎么，里面有什么好东西？管他呢，苏晨已经开着那个新车走了，说不定是把资料放在后备箱里了。说起来这大半夜的真困，专家小组的人都不用睡觉吗？我靠！你们终于来了，再不来我也不活了。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被选入了一档逃亡类节目中。他将作为节目唯一的逃亡者，受到公安系统内部选出的高级专家团队的追捕。然而，苏晨竟然开局潜入了公安系统，还用自己的模拟手法，把专家组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悬案中，考验着所有的顶尖专家。你们终于来了，再不来我也不活了。要不是我现在是个死人，不能多说话，否则……你们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吗？谁往苏晨后备箱里塞了个大活人？不对，这就是苏晨干的吧？那我们刚才还给了苏晨一辆加满油的车，还亲切的道了一声再见，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后备箱里有什么？秦警官，是个人啊，不，一具尸体。也就是说，苏晨从节目一开始就玩了个狸猫换太子，潜入进了专家小组。哼，苏晨，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苏晨，我们把你当手足兄弟，挚爱亲朋。你，苏晨，你陪我哥俩的感情。换人的这一幕，我是看一次笑一次。我感觉秦警官的头顶都快喷蒸汽了，真的，肉眼可见的长红啊！白警官才是名师出高徒啊！如果说苏晨是凶手，那么碎尸案真凶的信息都是他告诉我们的。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操控着的人都是苏晨。是苏晨借我们这把刀了结了这桩案子。一时之间，专家小组都陷入了沉思之中。液体炸弹居然是苏晨从一个小破实验室里手搓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多才多艺啊！小段啊，出来吧，这也不是多大的事，不可笑。我是前辈，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管多好笑，我都不会笑。崔老先生，麻烦您告诉我，现在有多少人正在看直播？9900万，马上就1个亿了。这是梦，这一定是梦。好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啊！别灰心。崔老先生，我好像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您刚才是不是没忍住笑了？没有。您这明明根本就没停过。段警官，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到处说的，这是我们1亿人共同的秘密。对，段警官，你这个秘密，我吃一辈子啊，不是，我会烂在心里头。段警官放心，我们1亿个人的风口特别紧。伴随着苏晨的一件件事情被曝光，悬案的侦破真相也就此浮出水面。龙国悬赏榜官方进入直播间，龙国神探榜官方进入直播间，恭喜苏晨！经过官方悬赏平台和追凶直播节目组的共同商议决定，碎尸案模拟有效，你被列为红色通缉犯，进入龙国悬赏榜第3位。此榜单结果只在追凶直播节目中有效，恭喜苏晨！经过侦探协会决定，你在破获10大悬案的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排名龙国神探榜第10名。此榜单结果终身有效。苏晨竟然同时上了这2个榜单，这2个榜单随便一个，能上的人都寥寥无几，苏晨竟然同时登上了2个。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假如苏晨自己把自己送进警察局，那他究竟算自首还是算被捕？糟了，目标携带着刀具，他怎么会把我给说出来？不好，他要挟持那个小女孩。正当凶犯的刀几乎要架在了女孩的脖颈上，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一撇，被拉向了远处。凶犯暴怒，瞬间将刀挥舞到了男人的下巴上。只见男人快速用牙齿咬住陶瓷刀，一脚踢开了凶犯。追捕的警察急忙将凶犯铐住。这位大哥，感谢，怎么称呼？叫我石勇就行。你们要带这货去金陵公安总局的是吧？正好我也顺路。老哥，你就是追凶直播节目的新任追击组成员啊，跟着我们上警车就行，我们正好归队，回总部。亚洲神探榜，上山明爱樱花国总第30名，苏晨龙国新晋总第29名。哼，竟然被这个新人挤到了边缘。苏晨，我一定会抓住你。此时，苏晨把车停在了偏僻的郊外，听着收音机沉沉的睡去。他太累了，必须好好休息，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逃亡生活。20年前的金陵大学碎尸案告破，2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落网，代表着这一困扰，警方多年的悬案终于画上句号。凶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事实明确，证据充分。经过金陵市法院裁定，判决犯罪嫌疑人赵某、杜某死刑，立即执行。追凶直播节目的凶手悬赏级别已经上升，节目组表示将会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追捕。不，求求你，不，我不想死，不想。
是你，都是你的错，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为什么我要先死？我应该看着你先死才对。小姑娘，我很遗憾。无所谓了，我罪有应得，你赶快结束吧。小姑娘，我是说上次没有做好，这是我的疏忽，我很抱歉，你活了下来。这一次我不会出错，会让你满意的。局长，只有那个男犯人是注射死的，女犯人是钝器割伤，喉部软组织破碎，失血过多死亡。死囚室内外那么多人看守，这起案子的凶手是怎么来去自如的？局长，这次的凶手就是我们内部的执行医生，而且是老牌医师，都是熟人，也没太在意。案发的时候，他就借势进去独处了不到1分钟。我问的是，我们的死刑执行程序什么时候是这样的？这人在里面作案的时候，监控为什么没反应？周边的人为什么等他作案，镇定自若的离开之后，才意识到不对劲？凶手事先用一张他在注射室准备用具的动态图片替换了监控画面，短暂的骗过了监控室里的人。这个凶手潜伏在警局将近20年，刚刚复查了一下他档案资料，都是假的。什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避开警局这种堪称世界最严的审查机制？这怎么可能呢？警局信息1年3审，他怎么做到的？我能想到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不止一个人。老罗，你可不能乱说，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坐实，只是有猜测而已。从上个世纪以来，就已经有迹象表明，似乎一些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案件罪犯都在暗中得到了某种资助，支持这些凶徒继续犯下重罪，滋生罪恶。老郭，现在我只能想到这个理由了。今天注射室的凶手能够造假身份潜藏警局，又能用高技术蒙骗摄像头，为什么？因为有组织在暗中帮助他，或者说他依靠着这个组织，用犯罪的方式来回报。或许你是对的，我也无法想象一个罪犯能做到这种程度。但是老罗，苏晨的出现不就是个例外吗？他真的能做到我们预料之外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把一切不可理解的犯罪过程归咎于一个缥缈的组织是一种逃避。不全是，现在全世界的破案组织都注意到了其中的隐藏秘密，包括咱们德胜韩、毛熊国的苏格沃夫侦案所、米国的东区科克工作室、门萨协会，还有由女侦探组成的阿加莎协会，甚至是鹦鹉国的福尔莫斯工作室，都在追踪组织留下的痕迹。如果它真的存在，我们会将其找出来。无论有没有组织，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在注射室里行凶的凶手逮捕归案。即便是存在组织，获得其信息的最好办法就是抓到那个人，审讯他。老郭，这得看你的打算。我们金陵公安先接下这个案子，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情况。另外，我觉得有必要和追凶直播官方沟通，将其与案件分割开来，互不干涉。一来综艺是综艺，案件是案件；二来还能对逃亡者的安全有个保障。希望苏晨不要犯险，算我求他。苏晨身份曝光后不到4个小时，追凶直播官方连夜发布了一则通告：追凶直播开始到现在，2位专家小组成员牺牲，我们万分的心痛。逃犯猖狂，我们绝不允许他逍遥法外。因此，我们参考苏晨的悬赏排名，进行了专家小组的重组，新加入了3位探案精英，他们是来自圣韩的罗辑、石勇，还有来自樱花国的女侦探，亚洲神探榜第30位的上山明爱。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暴露了身份的罪犯永远也逃脱不了追捕的天网。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模拟犯案，不仅逃脱顶级专家小组，竟然还屡破奇案。随着直播的迅速火爆，节目组特别开设了直播窗口，由嘉宾和主持人点评以及传递一些普法知识。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广泉。大家好，我是特邀嘉宾段誉。我看到网友们的发言，说苏晨这次要选专家小组的阵容亮得他们睁不开眼，不知道段警官怎么看苏晨这次的行动，淘汰2人，迎来3人，究竟是不是失了算？就是这个味儿，广泉老师，我想死你了！这次的专家小组阵容，明摆着是要用绝对的实力碾压苏晨的，双方都不在一个量级上。说得对，我怀疑这次是导演组怕苏晨跑得太久，惹出事来，所以搞了个机械降神，企图短时间内杀死比赛。这届网友看人真准。大家想一想，苏晨一个如此聪明、工于算计的人，他在办案的时候，难道想不到后面的结果吗？那段警官，你是觉得苏晨的目的是？我猜想，或许是这个家伙觉得专家小组的配置还不够，或是节目组让更多更厉害的人加入。也就是说，苏晨这家伙是在主动的寻找强力的对手。希望这些比我更厉害的人能帮我们抓住苏晨。原来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苏晨是怎么游刃有余的利用时间差和空隙，一边和专家小组周旋，一边作案，简直是时间管理大师啊！苏晨已经逃之夭夭，而面对后面的追捕，3名顶尖的刑侦人员都感到一时的无措。我们用警犬，气味也是现场的重要痕迹之一。我们利用警犬的嗅觉识别苏晨的气味，再配合天网识别系统，应该可以找到苏晨的确切踪迹。麻烦王警官了。咻！医生令下，3只警犬如同利剑一般冲出，然而只是闻了一下苏晨坐过的地方，立刻发出一声呜咽，嗖的跳开，甚至用前爪捂住了鼻子。有问题？当然有问题，苏晨不会傻到不处理自己的气味。你是上山明爱，
上山明爱的经历担得起神童一词形容。13岁侦探出道，3年的时间，先后在樱花国警视厅破获了10几起重大案件。前辈们好，甲苯二异氰酸酯，这是一种芳香族有机物，对于人来说只是微不可察的香味，但是对于嗅觉灵敏的犬类，这就是嗅觉杀手。一旦吸入过多，可能会造成犬类短暂失去嗅觉，还真是一个鬼斧神工的对手。鬼斧神工应该是诡计多端吧？原来苏晨身上的香味是这个目的。看来以后警犬这一招不好用了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怎么红了？找不着媳妇给急的，怎么又黄了？娶了只母老虎给吓的。罗老弟，大使，罗老弟，想不到咱们还能在这会师啊！我还以为你这辈子就待在你哥的办公室了。大使啊，不瞒你说，这次再见面，我感觉好像度过了几个世纪那么漫长。男人至死是少年。你还会樱花国语？以前不会，刚在火车上学了2小时，现在能熟练对话。罗老弟，说起来，你这腿是咋回事？咋坐上轮椅了？瘫了？非也非也，大使，只是这样我就不用走路了，省点事，还不累。不愧是你，好家伙，还有比这更咸鱼的人吗？天网识别苏晨的人脸信息，在全市内查找。正在查询中，目标疑似驾车，图像模糊，共查找到11283项相似目标。1万多项。王警官，你分辨出来这些图片需要多久？模糊的图像和清晰的图像分辨难度不是一个量级，起码得3个小时以上。我们不能浪费这么多的时间，这样我们专家小组现在有6个人，大家一起来，说不定。等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思路不对。石警官怎么说？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大家商量起战术，从来不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而永远是说对方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应对。放在探案上也是一样，你们一直把自己放在了追捕者的立场上，可是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作为苏晨来思考。各位，你们说苏晨明明已经破获了一起重大悬案，也完美的耍了专家小组一次，他的表现已经非常完美，然而他选择的继续逃亡，为什么？因为他的期望还没有达成，他有自己的欲望。一个对未来没有任何渴望的人不会选择逃亡，一个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的人才会选择逃亡。对，如果知道了苏晨的目的，就能够定位他的路线。白警官，我记得苏晨之前是和你打了一个电话，他问我那名被抓住的女犯人脖子上是不是有一条疤痕。到点子上了。当时的苏晨还没有暴露，但是他自己明白，他已经是一个即将逃亡的逃犯，而一个即将逃亡的犯人，按理来说是不会冒险给抓他的专家打电话的，除非他迫切且必须知道这件事。他的目的必然和那条疤痕有关。各位，没毛病吧？伤疤、割喉，这种伤痕很像白金案。找到了，白金案，龙国第1大悬案。我之前做了笔记，白金案实际上有一些疑点，比如凶手在杀了4个女孩之后就没有继续行凶，他为什么停止了呢？我注意到了一点细节，有一个推测，第4名死者出现之后又隔了几天，有报告说有女孩脖梗受刀伤送医的，我认为这就是第5个受害者。他没杀成功，那么这第5个受害者就是那个赵小月。快去找负责调查赵小月的社会关系的警员，问一下有什么结果，着重问一下他和白金案有什么关系。刚刚得到的信息表明，实际上赵小月就是当年白金案的第5名侥幸逃脱的受害者。原来苏晨早就已经推理出了这个信息，那么事情就搞清楚了。苏晨早就知道了赵小月和白金案的关系，他想要调查白金案，因此咱们把重心应该放在从金陵市通往白金市的道路，还有接壤的边陲上，这是苏晨的必经之地。把识别的范围缩小到金陵市以南，直到与白金市接壤处。正在调整，共查找到1127项相似目标。咱们用了不到20分钟，把原来的1万多个缩减到了1000多个。老弟，多久能搞定？给个大概的数。最多20分钟。好，石警官，你这是？事儿都说完了呀。和苏晨做对手是一件很费脑子的事情，不休息好了怎么行？现在是凌晨3点啊，老弟们，推理咱们已经结束了，剩下的行动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先派人把白金市的边境封锁了，然后追踪苏晨的踪迹，大不了咱们轮班倒，车轮战，熬死他。直播睡觉啊？我们还没睡，你怎么先睡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呢。确实啊，这种烧脑的对抗必须保持清醒。太晚了，咱们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抓苏晨这个游戏，早一天晚一天的也不打紧，反正都是抓住。事已至此，先睡觉吧。不需要帮手，我也能抓住那个苏晨。明天我要在这2个人醒来之前结束这场游戏，我要把苏晨带到你们面前。时间宝贵，我是我们之中神探榜排名最高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相信我，让我负责抓捕苏晨的行动。今晚就把苏晨抓回来，机不择时。你是想说机不可失吧？专门研究这起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模拟犯案，不仅逃脱顶级专家小组的追捕，竟然还屡破奇案。睡了2个多小时，如今我的声望应该已经达到1万了，也进入了神探榜前10名。
那处新的场景墙壁或许已经开启了。有意思，寿贤令、铁面判官笔、谢文金桃木、平赤绒纱帽，这是要我收集这些东西吗？话说，这第二个不是之前看到的那根流落于樱花国的古代笔杆吗？看来这些东西失散四海，想要集齐还得徐徐图之。公当下生忘记之10400目，常有一贼，飞檐走壁，悬梁绕户，有诗为证，无软身躯健，眉浓眼目仙，形容如怪族，行步似飞仙，夜径穿墙过，更身高屋悬，后被铁面攻擒获，下落不明。恭喜公获得梁上君子飞仙术。苏晨瞬间只觉一股灼热流遍全身，甚至连眼睛也微微发烫。十几秒钟，强大的平衡能力、柔韧的肢体、坚实的力量和耐力，还有极其清纯的技巧，顷刻间让苏晨感觉脱胎换骨。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只觉身边景物无比清晰，身体无比轻盈，整个世界从360P 变成了24K 高清。点亮下一颗星星需13000目，万公继续努力。这次倒是比之前简单一些。破掉龙国第一悬案白金案必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轰动，大幅度提升直播间的热度，从而提高声望。但是要如何逃脱天网和身份查验，顺利到达白金市呢？正在思索之时，苏晨忽然看到黑暗之中有一伙人在慢慢向自己靠近。没想到这倍显数，晚上也能有如此高清的视力。从工具、破旧的衣服和不远处的面包车来看，这伙人应该是流窜在城市边缘的偷车贼。有了，来得太及时了。老二，你看看这车上是有人还是空的？里面没人。老大，这回可是条肥鱼。要怪就怪这车主脑子笨，我看这辆车有9成新，他也敢半夜停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这一笔横财，兄弟们要是不收，那就是天不经的不义。这车怎么看也是个中档车，讲价，卖他个10万8万的，够玩几个月的。好了，后进了就别说话了，抓紧动手。送上门来的钱，哥们替你收着。这不是俺们的面包车吗？怎么就突然开走了？大哥、二哥，咱们的车被偷了。让你们放哨，你们的眼珠子是摆什么？那么大的车就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们就是偷车的，结果自己的车让人家偷了，这传出去还不得被同行笑死啊！大哥，你是不知道刚才的情况，当时有一个人往咱们这边走，看着像这个轿车的车主，我俩就赶紧上去搭话，当时就闲聊了几句，车钥匙就没了，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偷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还有脸说我抽死你们？大哥，算了，哥你想想，咱们破面包换这小轿车，生意不亏，咱还是赶紧动手把这车开走，卖个好价钱。说的对，大哥，这次算我们的，卖车分的钱我们不要了，咱快点整，把损失捞回来。贼老大低头捣鼓一阵，成功启动轿车，5个偷车贼挤进车身里，一溜烟跑远了。倒还省了我一点事，我正愁怎么处理掉那辆车，换交通工具。专家小组的动作恐怕会非常快，希望那几个偷车贼能跑远点吧。苏晨开着面包车一直在金陵市边缘，发现几乎每一条通往白金市的道口都设置了岗哨，检查每一辆车车主的驾驶证相当仔细。来市专家小组那边加紧封锁了，怎么过去？是乔装打扮还是瞒天过海？没有时间伪造驾驶证，现在手上也没有化妆用品和其他衣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得找到一个地方，至少能乔装打扮一下，去哪里好呢？有了，那里绝对是个好地方，既不缺化妆用品，也不缺少服装，说不定还能搭上一辆顺风车。前辈，您简直是观察仙人，您就是帝国的天眼虎，仅仅用了15分钟，就看完了1000多张照片，从中找出了苏晨的脸。除非我找不到，只要我找到，就不会错。那么麻烦前辈再多留意一下苏晨的车，您的眼睛要比我锐利，等到我们距离苏晨足够近，就可以通过天网直接定位苏晨的手机信号了。找到了。前辈，请朝着西南向开过去。我想苏晨很快就会和我们见面的。我们在这条主路直接追击苏晨的车，后面的2号车、3号车在左右2翼的支路上和我们并行，4号车加速迂回到大前方。我们要堵住苏晨所有的退路，把他逼停。现在开启地图和位置共享，拉开阵型后，所有车保持相对位置不变，不要出现破绽。2号收到，3号收到，4号收到。原本并行在同一车道上的4辆黑色轿车立刻分路扬镳，分布在红点四周，组成了2面包夹之势。很好，苏晨，这次你跑不掉了。上山妹妹呀，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们追错车了？就是他，苏晨的手机信号就定位在那里，开始行动。话音未落，就看见前面的轿车猛地加速，瞬间2辆车引擎的轰鸣声充斥着街道。反应还挺快，做贼心虚，果然是苏晨这个逃亡者。其他车注意，加速，在前面的路口包抄。收到。
前辈可以咬得再紧一些吗？没问题。一时间，公路上一个拼命逃窜，一个紧追猛抵。老大，他们追上来了，果然是冲着我们来的。我知道，你别吵了。这辈子就是偷了几辆车，没干别的坏事，怎么会有人跟仇人似的这么追？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你们老实交代，最近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缺大德的事？能让条子这么追，这待遇再怎么说也得是个通缉犯啊！你们谁干的？赶紧自首，别把哥几个搭进去。大哥，你是了解我的，我就是吃了80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干啊！你们快说，别一会儿二哥几个都算包庇罪犯，要是算上从犯，我做鬼也放不过你们。二哥，你是了解我们的，我们是压根就没这个能力啊！要是有这个本事，我们早就自己单干去了。你们要是没事，条子吃饱了撑的来追我们，哥，我管你们叫哥还不行吗？我这辈子小偷小摸，没犯过大事，你老人家就放过我吧。说话间，前面岔路口每条支路都冲出来一辆一模一样的轿车，每辆车上都下来3、4个警察，足足10几人将道口围得水泄不通。栽了，杀鸡焉用牛刀啊！偷车的老大刚出了车门打算自首，还没来得及把手举起来，就被7、8个警员扑倒在地。苏晨，现在知道，对于神探榜前30位的我来说，抓一个逃犯就是小菜一碟。对，你就是这个苏晨。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苏晨，你们抓错了。上山明爱一把揭开了贼老大的面罩，露出了一张胡子拉碴的脸。乔装肯定是乔装的，不是苏晨。懵逼树上懵逼我，懵逼树下你和我。但是苏晨的手机信号就是定位在这里。电话卡芯片，这个便是信号源。哼，中了苏晨的调虎离山之计了。他们开着苏晨的车子，必然和苏晨有过接触，就地审讯一下吧。警察同志，原来抢我们车的那小子就是苏晨啊！怪不得，要是知道那是苏晨，就是给我们8个脑子，我们也绝对不会去打他的主意啊！贼老大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苏晨怎么抢他们的车，又是怎么离开的，详细讲了一遍。那也就是说，这是在节目里了，那我们是不是能走了？走，你们胆子挺大，公安局的公车也敢偷，送几位到局里做客。又让他耍了，这个苏晨明明身份已经暴露，还是不好抓。他真是个狡猾的敌人。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模拟犯案，不仅逃脱顶级专家小组的追捕，竟然还屡破奇案。随着节目的火爆，节目组对信息滤网进行了升级，以苏晨为中心，方圆100平方公里范围内无法观看也无法获得任何关于追凶直播的信息。新老板带来的那个美女究竟在哪里准备啊？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人。肯定是休息室，我看你们是看上人家了吧？听说她是新老板带来出门面的丽人，你们要搭话可得趁早啊！那种姑娘身边肯定不缺追求者。那干，我们不过是随口一问，像我们这种滑稽角色，身高不高，长相也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机会？那位鄙人估计说的就是他。看来苏晨比你们想象中还要狡猾，是不是？调虎离山。我承认这一次稍微让他占领了一点优势，但也只是一点。别太沮丧，给你们看个好东西。苏晨现在作为悬赏榜前10的连环杀人犯，上级评估了他的危险性，派发给我们彩弹枪，打在人的身上是一团油彩，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这是3把，来，开枪的老手拿。这2把彩弹枪放在节目里等于真枪，有可观的杀伤力。一切流程按照真枪对待，仔细检查，持枪姿势要标准，防止走火误触，懂吗？是。我们来之前是什么情况？具体说说。王衍行把苏晨偷车骗过他们的追踪详细的说了一遍。这小子倒是机灵，不过按照之前对苏晨的了解，他仅仅是偷了个车，把你们骗过去了就完了吗？不太可能。这话是什么意思？苏晨最喜欢一箭双雕，省时高效，他一件事情能做到的，绝对不会分成2件事情去做。我问你们，他现在和我们博弈，最需要的是什么？逃亡。不，和人博弈最首要的是了解你的对手。苏晨还不知道这次专家小组都有什么人加进来，如果我是他，我肯定第一时间想办法搞清楚究竟是谁在追捕。当初在战场上，我们队长老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才有思考应对之法的基础。至于怎么了解我们，石勇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面色一变，砰砰，2道彩弹瞬间打在之前偷车贼乘坐轿车的后视镜上。检查一下，这镜子呈现的镜像没有距离感，这是一面单向透光镜，摄像头。苏晨在偷窥我们。上山明爱连忙将摄像头拔了关闭。晚了，过了这么久，该看的他早看完了。现在估计苏晨已经知道我、罗辑还有明爱的存在了，并且聪明如他，或许对我们的性格、能力都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看来今早上被苏晨拉开的差距，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老弟，你倒也不用这么想。你要知道，苏晨在主动试探我们的同时，他就一定也会承担被试探的风险。苏晨这一招是一步险棋，我们的信息太重要了，他是不得不这么做而已。大叔说的对，苏晨会耍我们。而身为追捕者的我们也会不断吸取教训经验，他戏耍的次数越多，承受的风险就越大。
就越可能失误。而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失误很多次，但是苏晨只能失误一次。对，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加油！你之前干啥去了？隐身了吗？罗老弟，你倒是出点力啊！好，你说。苏晨既然用摄像头偷拍我们，那他就肯定得接收摄像头的信号，这个信号是没办法被加密的，这就是他的风险。罗老弟有什么头绪？有头绪，特别有头绪。大使，咱俩的思路对到一块上去了。我刚刚尝试对这个信号进行解码，然后追踪，找到它的位置，现在正在做。罗老弟，你啥时候还会信息技术了？我咋不记得？刚学的。刚才你们聊天推理的时候，我就学了学，不能说很精，但是也入门了。罗老弟，需要多久？我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学起来比较困难。照我现在的学习速度，可能得要1个小时。仅要1个小时，这家伙的智商比一般人高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妖怪。原来如此，专家小组新来了3个人，没有了电话卡，只能连上马戏团的 WiFi 接收视频。估计专家组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了。目前最可行的就是乔装一番，熟悉这个马戏团的地形，利用附近的人脉，让这里成为我的主场。他们来到之后，就是在我的主场对决。我在暗处，也在顺风。我想你也觉得我的计划不错，是吗？看了苏晨的化妆技术之后，我决定以后相亲绝对只相卸妆的。如果不是看到苏晨化妆的过程，我分不清，我真的分不清啊。他怎么还没到？新节目快来不及排练了。老板，要不我们先排练一下吧，反正他的戏份就是在舞台上走秀，怎么安排都行。好吧，本来想靠这个丽人博下眼球，估计指望不上了。最近追凶直播挺火的，要不表演一个苏晨7进7出警察局？说起来，2个小时之前我就接收不到追凶直播的画面了，苏晨不会是逃到这一片了吧？如果苏晨来了，那岂不是龙国一人全看了咱的马戏，说不定就一炮成名，爆火全网了呢？嘿嘿，我在想屁吃，搞钱真难。小陈啊，你总算来了。老板，这姑娘不是一直挺泼辣的吗？今天怎么这么矜持有礼？小陈啊，来，彩排一下，你就按你平时的水平来就行，随意发挥，想怎么整怎么整。按平时的水平来，平时是什么水平啊？随便这2个字可是最难达到的要求。我准备好了，开始吧。小陈，你千万不要勉强。我靠，这姑娘今天怎么回事？只见苏晨轻轻向上一跃，单手握住吊环，身躯如同鱼儿出水一般摆动，瞬间升上了空中。紧接着一个单臂大回环，各种超高难度动作令人眼花缭乱。老大，这个表演怎么样？深藏不露啊，深藏不露啊！咱们的马戏团有救了！快，小陈，你赶紧去休息一下，别累着了。没事，我不累。咱们要不再排练一把？保硬，你这个水平上台绝对没问题。你们继续训练，抓紧时间再多排练几遍。怎么换了个衣服的空档，他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难道说他之前一直在扮猪？好漂亮，好厉害！此时苏晨像吸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目的已达成，现在是获取好处、熟悉马戏团的最好机会。罗老弟，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就是那，咱们先买票，就当普通的游客进去，不要让马戏团的人注意到。我们不知道苏晨的确切位置，苏晨也不知道咱们来了。我们双方互相在暗处，谁先暴露，谁就占下风。罗老弟所言极是，苏晨真会选，马戏团是个好地方。这次的定位准确吗？我记得在金陵市公安局的时候，苏晨曾经用一个假地址骗过了段誉前辈。我也考虑了苏晨的黑客技术，所以没有利用信息技术定位，而是直接追踪信息源。黑客技术只能对付软件，对付不来硬件。苏晨用来偷窥的摄像头的结构太简单了，根本没有编程的功能，只能远程传递图像。咱们跟着他传图像的信号走，苏晨也无可奈何。以苏晨的乔装技术，到了马戏团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一会儿都机灵着点，枪藏好拿好。女同志和罗辑不要单独行动，擦亮眼睛，仔细观察。咱们这次算是进了苏晨的贼窝了。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模拟犯案，不仅逃脱顶级专家小组的追捕，竟然还屡破奇案。厉害！你怎么能套得这么准？我眼睛都看不清呢。他冲我笑了，这辈子值了。陈姑娘，其实原理很简单，我师傅不让我说，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其实这东西是有机关。什么机关？这些透明的塑料细线是我事先铺设在地上的，小狗只要碰到线，细线就会缠上它。透明线一头连着绳子，一头连着小狗，你说套的能不准吗？原来如此，那如果直接用透明细线把枪，把小狗拽过来行吗？这个不行，透明线太细了容易断，如果用粗麻绳套住，
就算是200斤的汉子都能提起来。一会儿你的节目结束了，这个装置借我玩玩行吗？真，我师傅说过，这东西的原理不能跟外人说，玩就更不可能。就看一下而已嘛，反正我也已经知道他的秘密了。你放心，我不会用它来做什么。不，师傅说。对了，正好我明天晚上想要看电影，但是一个人去又太无聊。给你，我还有备用的，可以和女神约会，太好了。果然在这个世界上，颜值永远是硬通货呀！这张漂亮的脸，真是比瑞士银行的黑卡都好用。咱们再去别处转转吧。果然还是男人最懂男人。我要是不知道这个是苏晨假扮的，我也遭不住啊。说起来，我总感觉苏晨并不是在瞎聊，我感觉他是在憋着什么计谋。一会儿你帮我留意几个人行不？姑娘，你放心，整个太阳马戏团里我熟人最多。你说是什么人？我跟朋友们说，保证他们都帮你盯着。苏晨将专家小组里的人不着痕迹的描述给了小丑。放心吧，妹子，我给你打包票，从现在开始，整个马戏团都是你的耳目，只要他们一出现，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苏晨和小丑继续在马戏团的各种设施里穿梭，小丑细致地讲解着马戏团的所有设施和每一个角落。8张票，人在我后面。好的，这不是小丑让留意的人吗？哥们儿，检票呀，我们这等的挺着急的。哦，好。检票口那人有问题。什么问题？他很明显是在监视我们，而且似乎是要通风报信去了。我觉得这和苏晨脱不了关系，咱们分头行动。王衍行还有明爱在一组，罗老弟，你和白警官还有秦明在一组，2拨人各抓一只小虾米，然后分开问讯，再对以下得到的线索。我现在感觉苏晨肯定已经在马戏团里面布了不少陷阱，有一种请君入瓮的味道。咱们继续进去会不会太危险？和苏晨这样的人斗，不可能不担风险，除非咱们什么都不作为。其实入不入瓮并不关键，关键就在于咱们能不能在他的这个瓮里面大闹一场，最好把这个瓮给干碎了，那就是咱们占主导了。行动！令行发出，2队人马立刻开动，朝着那2个通风报信的人员追去。大叔前辈，您的思路让我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不过是经验之谈。当年我10几岁，在亚越国打仗的时候，面对米军的火力圈这口大瓮，我们冲了，不也赢了吗？当初一个比一个说得好，结果整个队伍都没有老子命硬，一帮有父母有老婆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留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好意思，提到了前辈的伤心事。这也不是你的问题，用不着道歉。丫头，你岁数还小，世界上有些事情其实挺复杂的，也不是所有的事都有结果。这点上来说，我倒还是挺佩服苏晨那小子的勇气，能去搞那些悬案。这件事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一个答案，他却二话不说就干了。动手！石勇一组迅速抓住通风报信的小哥，连凶带吓唬的审讯了一番。你们马戏团有多少人在专门盯着我们？他们是谁？这边几乎所有人。石勇立刻走到一旁，用对讲机联系罗辑核对审讯结果。瞎扯是不是？你玩我呢？那边对你兄弟的问话结果可不是这样的。老实说，到底几个人？冤枉啊，大哥，真的是所有人啊！反正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基本上都知道这件事。看来板上钉钉了。罗辑那边的审讯结果也是马戏团里几乎所有人都是苏晨的眼线，没想到苏晨的这个贼窝里居然有这么多贼。没事，哥们儿，刚才对不住了，没吓着你吧？追凶直播看过没？我们是专家组，刚才你是在综艺里。你们是石勇、上山明爱、王衍行，还有警察同志。感谢 TV， 感谢专家大哥审问我，给了我这么一次上电视的机会。观众朋友们，龙国马戏哪里好？来金陵太阳马戏团。哈哈哈哈！这小哥真逗，该不会是打广告有提成吧？这么卖力。没想到苏晨在马戏团里动作这么快，我们恐怕得改变一下策略了。大家想一想，苏晨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在马戏团里混到这种程度的？是啊，他是怎么做到让整个马戏团的人都听他的话？我能想到的只有3点：一是钱，二是权，三是色。苏晨不太可能会有钱，有可能是权，比如他假扮成了马戏团的团长。这个很有可能，所以需要有一个斩首小队去直接进到团长那里，把事情搞清楚。但是还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扯淡的猜测，那就是色。苏晨长得确实还不错，但是和色不搭边啊。男人也未尝不可。之前我们破过一个在网上搞果聊诈骗的，那网上视频里神仙颜值的小姑娘们，都是抠脚大汉套了一层皮，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就上了钩了。那前辈，你的意思是？不排除苏晨乔装打扮成了美女。罗老弟，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吧？苏晨有可能用自己替换了团长，也有可能潜伏成了美女。你们那队里有白素，专业对口，你们去指导黄龙审问马戏团的团长，我们负责从美女里面找到苏晨的踪迹，咱们同时行动。可以，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但是咱们分开行动，要保证信息通畅。大使，
定一个暗号吧，只有我们内部知道，防止苏晨冒名顶替。天王盖地虎。行，就这个。老弟，多观察一下女演员，如果苏晨假扮美女，那么她一定会扮成马戏团的女演员。一般的逃犯都是让自己尽可能的低调，而苏晨无论做什么事情，她总是会用最轰动的方式完成。她似乎很在意观众的反应，想要给追凶直播的节目拔高热度，而舞台上的演员是最吸引眼球的存在。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们的压轴节目——高空杂技表演。老哥，门口马戏团发的海报，你留着呢吗？王老弟，有发现？老哥，你知道一个人即使在乔装打扮，有一个东西是变不了的，是喉结？不是瞳距。王眼行前辈，难道您能在这么远的距离看清楚这些姐姐的瞳距？除非我找不到，只要找到了，我就不会错。我能肯定，这个首席丽人的瞳距和海报上的不一致，而其他丽人的瞳距却和海报上的一致。这也说明只有舞台上的首席丽人和海报上的不是一个人，他很有可能是苏晨。要不要直接上台抓他？现在我们4个人都在。大叔，你还有枪，苏晨应该跑不了。丫头，你太冲动了，得吸取教训，不能这么贸然。首先，我们不能肯定这就是苏晨，万一是我们认错人了，一来会打草惊蛇，让真正的苏晨注意到；二来上去破坏别人的舞台表演，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退一步讲，就算那是苏晨，证据不足，他要死不承认，咱们也不能强制性搜身，毕竟现在她是美女身份，想要强制性把她带走也不太可能。马戏团里全是苏晨的人，而且还有大批无辜群众，不知道苏晨会做出什么事来。那咱们怎么办？丫头，我倒是有一个计谋，可以让苏晨露馅，并且一旦确定那丽人是苏晨，我们还能将她捉拿住，不妨一试。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模拟犯案，不仅逃脱顶级专家小组的追捕，竟然还屡破奇案。办法倒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成功的几率不是100%。前辈，您说。明爱，你上去大胆的试探那个首席丽人，尝试靠近触碰，转移那些眼线的注意力，而我们就可以搞一些小动作了。也就是说，我上去试探，作为一个障眼法，掩护你们的行动。可以这么理解，以苏晨建立起来的势力，你试探成功的概率不大。我知道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丽人们美不美？美，绝绝子。接下来，我将请出一位观众朋友和我们的艺人近距离接触一下，有没有？我来。好，这位小妹妹，请你走上台来。姐姐，我觉得你好漂亮啊，可以抱一下吗？这个妹妹应该是上山明爱，她此举一定是试探，如果拥抱的话，必然会有地道 A， 甚至 A 姐。这个悲伤的故事必然会暴露身份。苏晨为难之际，瞥了一眼在后台观望的小丑，小丑瞬间像过电了般，立刻冲到舞台的后方。这丫头就是陈小姐之前让我们留意的人。陈小姐说过，她不怀好意，嘿，把糖果篮子交给我，救场如救火。丑爷，能行吗？您，姐姐，难道说你不方便吗？不好意思啊，小妹妹，表演需要，姐姐身上都化着妆，容易蹭掉。我小心一点，不会弄花姐姐的妆。发糖果了，发糖果了。扔远一点啊，后面小孩都馋哭了。你来扔，你来扔。糖果发完了，没有拿到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后面的节目更精彩。现在请这位小妹妹回。这不对吧？今天根本就没有安排跳舞的节目啊！天王盖地虎啊！一队，我们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入侵马戏团的电脑，播放出了音乐。现在我们下去和你们会合。另外，我们对团长进行了审问，他不是苏晨伪装的，就看你们那里了。姐姐，能和你一起跳舞是我的荣幸。明爱踩着节拍，迈着舞步，不断的逼近苏晨。苏晨一惊，立刻踩着点，一边跳舞一边后撤。他跑他追，在舞台上各种走位，上山明爱不停的扑向苏晨的身影。苏晨凭借身法灵活的闪开。这舞蹈太美了，我仿佛看见2个无法触及的人在拼命靠近。这小姑娘真是多才多艺，这至少是专业舞者的水平了。就在2人即将碰触，忽然钻出来一个小丑，模仿着爱情苦情戏中的大反派模样，对倒在中间，比了一个大大的叉。这个小丑演的真像，跟我和老婆结婚前我的丈母娘一模一样。团长，我们的音乐播放被人篡改了，也不知道是谁能干出这种事。苏晨，应该是苏晨干的。快，找准机会把音乐改回来。苏晨，对，苏晨现在就藏在我们这里，专家都来了，而且还盘问了我。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的互动到此结束，请小妹妹回到座位上吧。接下来，请欣赏丽人们为大家带来的高难度节目《空中杂技》。苏晨深吸一口气，控制芭蕾、天神台，各种动作应接不暇。苏晨怎么停顿了？按照约定，表演完要马上乘坐团长的车去白金市县棋院当礼仪小姐。现在是离开精灵市的最好机会，只要过了这个走廊，就到了和团长约定的地方。
陈姑娘，黑咕隆咚的，注意一点别摔了。谢谢，我会注意的。苏晨，好久不见了。苏晨，我承认你很难对付，但是你逃亡的生活可以结束了，不要想着逃跑。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连环杀人碎尸犯，对警察的恐怖袭击犯人。你这种级别的犯人，我完全可以直接开枪。各位原本以为苏晨要飞，没想到原来专家小组早已就位，这种智谋令人陶醉。段警官，您对此情节有何感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的犯罪者必然会被绳之以法。终于把这小子逮住了。苏晨似乎笑了一下，苏晨一笑，后续难料。不可能，一定是我眼花了，是我老了，回去得好好补个觉。诸位再会。苏晨，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处境。瞬间使用摁下了扳机，彩弹旋转着，精准冲向苏晨的腿部，没有丝毫偏差。咚咚！然而苏晨依然好端端地立在原地，没有受到丝毫的干扰。这反常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是一面镜子，根本不是苏晨的真人。朋友们，我想经过这一次，你们会记得，在黑暗中走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是否走了正确的方向，亦或是被人引入了歧途。再会。靠！被摆了一道。石勇紧盯着苏晨那不知在何处的镜像，立刻向走廊的转角处追了上去。有猫腻，按理说这小子不可能短时间内跑得连影子都没有啊！话音未落，就听见一阵摩擦的沙沙声，身边的墙壁突然流动起来，走廊两边的墙上蒙着的黑布缓缓地被拽起。原来如此，这根本不是什么走廊，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巨大的镜子迷宫之中，而苏晨的真人此刻可能在迷宫的任何地方。原来这才是苏晨真正的陷阱，他早就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埋伏他，故意将我们引到这个迷宫里，而他肯定已经提前记好了路线。牛逼啊，苏晨这兄弟，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算到了第几层。专门研究未解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模拟犯案，不仅逃脱顶级专家小组的追捕，竟然还屡破奇案。大使，这事我在行，还是我来吧。镜子迷宫里的每一个小空间都是由8面镜子围着的，有一个通路就会缺失一面镜子，所以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数学问题，用数学建模的思想推导出了一个公式。罗老弟，你这个太麻烦，要我说，咱们直接走，撞了就换路，可能更快。不，大使，经过我的计算，这个镜子迷宫里的镜子从刚才就突然开始移动，通路在不断变换，有成千上万种组合，硬闯是闯不来的。你要相信我的计算速度，这个迷宫对我来说很简单，你们跟在我后面。在罗辑的带领下，专家小组一行人在镜子中穿梭。看来我们已经到达出口了。咱们现在是原路返回到了出口，对吧？是。那就好办了。苏晨有可能埋伏在前面，这次由我打头阵，把枪都准备好了。见到苏晨，不用鸣枪示警，直接往躯干打。按节目规则，他一旦被彩弹打中，就会丧失行动能力。是。上。不对，这里根本不是我们来时的地方。回去，不要过来。通道消失了。糟了，这是个陷阱，又中了那小子的招。这怎么可能？我的计算不会错。我们明明是回到了进来时的位置，怎么会到了这里？后面的那条路又怎么会凭空消失？大家不要紧张，石警官，麻烦你朝着这里开一枪。我们来时的路怎么会变成墙？此时油彩竟然开始缓缓移动，难道说？是的，旋转。我们刚刚待的镜子迷宫的整体都处在缓慢的旋转之中。原来如此，我们刚进入镜子迷宫时，苏晨就启动了迷宫的整体旋转，而苏晨故意让迷宫的出口和这个陷阱对接，于是咱们一走出迷宫，就掉进了苏晨的第2个陷阱。原本以为我们的突袭是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这一切竟然都在苏晨的缜密算计里。看起来在对接之后，苏晨就关掉了旋转，等我们全部走出来之后，他又开启了旋转，这样我们来时的路就被转到了别处。原来一切都掌握在苏晨的手中，白白害我担心了这么久。原来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苏晨的千层套路。我看出来了，这是一个铁笼子。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忽然铁笼子和脚下的地板颤动起来。接下来，请这位小姐走进铁笼中，盖上幕布，而当幕布拉开时，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前辈们去了这么久，怎么也不回我消息呢？我们制定了这么周密的计划，苏晨不太可能逃掉吧？这叫瓮中捉什么来着？算了，管他呢，瓮中捉苏。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一把将幕布扯下来，露出铁笼子里面懵逼的专家小组。怎么回事？苏晨在哪里？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他妈变出了一堆什么东西！卧槽，这个亮相我是真的没想到，专家小组实惨，上一个这么惨的还是在上回。某不知名的段专家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苏晨的手段确实离奇，专家们的遭遇让人惋惜，这其中的对弈让人大脑挂机。不知道段警官在看了之后有什么心情？对于专家小组，我非常理解，特别理解，感同身受的理解。
不过我还是站专家一方，他们持有枪支，这是压倒性的力量，所以即使专家们已经被引入牢笼，苏晨依旧不敢露面。言之有理，看来双方的对峙尚未尘埃落定，接下来专家小组会怎样反击，让我们拭目以待。上山明爱连忙跑向塔台，想帮助队友们脱困。别急躁，把枪都竖起来，枪口不要对着群众。然而，就在枪竖起的一刹那，枪口被铁笼上方密密麻麻的透明细线缠绕住。来，只见几根麻绳套子瞬间从空中冲下来，精准的套在了石勇3人的枪头上。对不起，石警官，没抓住。没事，不是你的问题。他单手抬枪，瞄准那被拽到半空中的枪。忽然，一道强烈的灯光直接照在了石勇仰着的脸上。半空中的枪却毫发无损，很快被收到了高台上。这一幕飞绳夺枪的戏码，像极了电影大片，意想不到，完全意想不到。这也可以。段警官，您刚才说专家小组的优势是枪，那现在他们还有优势吗？这优势还是有的，是什么优势？我们的现代刑侦建设。段警官，我是想问，专家小组相对于苏晨的优势在哪里？我们以打击罪恶为中心指导。段警官，专家小组的优势是什么？别问了，问就是正义。这话怎么说？正义是必胜的。满弹夹，死刑不虚啊！这下悬赏等级会再加一波。苏晨这小子是真的有点邪门。专家默默不语，眼神尽显挫败感，而罗辑脸上却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秦警官，麻烦你先带着这位同志回警局处理一下伤情。此时，白素等人也向在场的观众和演员们说明了，他们是追凶直播节目组的人。刚才的首席丽人是他们正在追的逃犯苏晨。你们说，陈小姐她是苏晨假扮的？很遗憾，老弟，从我们的遭遇来看，可以确认他就是苏晨。不可能，他还给了我一张电影票，还这么有仪式感地装进了信封里，怎么可能是假的？大使，你看你太不会说话了，好歹委婉一点啊！不好意思啊，兄弟，我们是想说，你的那个丽人其实是个带把的。不，说不定你们是错的呢。小丑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点希望，迅速地撕开信封，想要证明这位丽人的清白。然而，除了2张电影票，还有一沓红色钞票和一张纸条。小丑兄弟，不好意思，其实我是苏晨，对不住了。我也是因为节目的需要，才扮成丽人的模样，逃避追捕，实乃无奈之举。我比较穷，这400块钱不多，就当我请你喝一顿酒了。感谢你帮我对付专家小组，这2张电影票送你，勇敢一点，去邀请那个真正的女孩吧。当然，你现在可能找不到她，我告诉你她在哪里。P 等于 S， A 等于人，井号 at 人民币星号百分之星号人民币星号人民币百分之星号百分之星号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百分之星号百分之，让专家小组解开这个密码，就能找到她。花飘飘，北风萧萧。哀莫大于心死，小丑把纸条上的密码部分撕下来，交给专家小组之后，落寞地离开了。不在行，我28个英文字母都背不顺了。几位文化水平比较高，看出来点什么没？凯撒密码。专门研究这起悬案的苏晨穿越到平行世界，接上集，苏晨设计将一众专家关入笼中，众目睽睽之下夺枪而逃，只留下一串密码，引导专家小组进入下一个悬案来接案的模拟。凯撒密码怎么解？凯撒的破解并不困难，只是相当耗费时间，比如2层的凯撒密码。这个苏晨留下来的字条上有12个类似的密码，也就是说，对，苏晨留下来的是13层的凯撒密码，破解起来比较麻烦，计算量非常大。13层虽然听不懂，但是这玩意肯定耽误事。也就是说，苏晨在与专家小组对峙的同时，还搞出了这么一个困难的密码，恐怖如斯。交给我吧，我之前解过类似的谜题，比较熟练。苏晨说，他把那个丽人放在了休息室第3排第4列的柜子里。你不是不懂这个吗？怎么算出来的？口算啊，你之前讲了一遍密码的解法，我稍微试了一下。真是一位怪物。我破防了啊！果然普通人理解不了天才为什么这么牛逼，天才也理解不了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蠢。你来了。是的，我来了。你不该来的，苏晨，我早就猜到了你的身份，我按照之前的约定在这里守株待兔，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你知道你现在的悬赏金有多少吗？人总是败在细节里，当你毫无防备地坐进我的车里。马戏团老板盯着苏晨手里的枪，神情从疑惑到震惊再到呆滞。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见，你再说一遍。小陈姑呢？才来呀？我这等你半天了，就等你来，咱们一起去白金市呢。来，坐稳扶好，咱们现在就出发。张老板，小陈我的证件就放在这里，一会儿过城市边关的时候，我不方便递给警察，还请张老板替我打打掩护。一定。你表现得太紧张了，很容易被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的？给我放松。老板瞬间瘫软在座位上。也别放这么松，正常开车，正常人，懂不懂？给我把姿势摆好。陈小姐，这个姿势怎么样？可以，继续保持。到了边关，别耍心眼，不要让警察看到我的枪。
我这个人胆子很小，万一被吓到了，手一抖，说不定就走火了，知道吗？行，陈小姐说笑了，咱们这儿哪有枪啊？我只是带你去白金市棋院参加个活动。孺子可教也。几位，就是这里。他现在是一具被割喉而死的尸体了。这种杀人手法和白金案如出一辙。丽人见到专家小组并没有说话，认真地扮演着一具尸体。死者陈某某，性别女，年龄22岁，尸体描述：颈部被切开，全身多处刀伤，上衣被推至腋下，没有受到明显侵害痕迹。我在我哥那里见到过白金案的卷宗复印件，苏晨的描述和白金案的第一个受害者一模一样，他就差没有把这是第一个写在纸上。这是第一个死者，按照苏晨以往的做法，他会将整个案件模拟出来。那也就是说，他后面会连续作案。白金案的死者目前有5人，明摆着是说自己接下来还会再杀4人。苏晨这是宣布他要着手白金案了。白金案凶手作案时间横跨18年，20年前停止犯罪，从人海中消失，到现在38年，3任局长变迁，这案子始终没有破。最近这个凶手再次作案，就是赵小月被杀案，也因此案件被重启。崔立万老先生组建了专案组追击凶手。根据新的情报，白金案牵扯的东西尤为复杂，甚至涉及到一个横跨几十年不断资助犯罪的组织。再查下去，不仅仅是困难的问题，恐怕苏晨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情况也太复杂了，又是综艺又是办案的，咱们还是尽快抓住苏晨。节目结束之后，他编入贵国的专案小组，这样查案子更方便。苏晨的扮演游戏只会拖慢进度，所以绝对不能让他再犯下第2个案子，得在那之前就打断他，事不宜迟。这个脑回路只能说很清奇。罗辑先生，白金案的第一个受害者的死亡日期是1982年2月25日。罗辑边说边顺着白素的目光看过去，0225，他瞬间意识到一种恐怖的猜想萦绕心间。第2个人，1982年10月5号；第3个人，1982年12月30号。他飞快地打开对应号码的箱柜，赫然又是2具尸体。苏晨这是什么时候干的？这小子的动作太快了，你看这几个受害者都是马戏团的员工，他的眼线，苏晨还原起案件来，连自己人都搞，够狠。或许从模拟罪犯的角度来讲，他从来没有将这些人视为自己的盟友，更像是随意搬动的棋子。事实证明，杀人太多就会变得麻木，很多连环杀人犯身上都有这种冷漠，如出一辙。这里我们已经仔细检查了一遍，可以确定没有其他尸体了。在新出来的2具尸体上，同样放了纸条。第2张纸条，死者 Triple F， 年龄24岁，性别女，死亡时间1982年10月5日，描述：颈部被切开，一侧头皮被取走，体内有凶手的 DNA， 根据遗留位置判断，为死后受到侵犯。第3个纸条，死者 Triple F， 年龄18岁，性别女，死亡时间1982年12月30日，描述：颈部被切开，身上多处部位组织被取走，私密，体内留有凶手的 DNA， 根据遗留位置和下腔收缩判断，为生前受到侵犯。越来越变态了。是的，凶手不仅手法愈发残忍，而且对受害者的控制也愈发的从容。第1个受害者致命伤在颈部，身上有多处刀伤，可以推测凶手在作案时很慌张，遇到了受害者的反抗，表现出一种搏斗迹象。受害者体内没有发现凶手的 DNA， 说明凶手作案之后直接逃离了现场。第2个受害者一击封喉，没有挣扎的痕迹，并且死后遭到了侵犯。凶手这一次熟练从容了很多，在作案后不仅没有着急逃跑，还对尸体进行了侵犯，取走了一部分头皮组织作为纪念。但是这一次他是先杀后侵犯，可以看出他依旧没有良好的控制受害人的能力。第3个受害者生前遭到侵犯，是一个刚上大学放寒假的独居女孩，没有强烈的反抗痕迹。这一次凶手先控制住了受害者，然后慢条斯理地实施了侵犯，最后杀人离开。离开之前还切下了受害人多处私密部位身体组织，侵犯和杀害都显得格外从容。凶手取走被害人组织的时间是在被害人死亡后还是生前？有一部分是在生前，有一部分是在死后。真是哒哒哒哒哒哒。也就是说，苏晨用这3具尸体和3张纸条，给我们展现了白金案凶手1年的历程。下一个是谁？根据卷宗记载，下一个受害者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这一次的凶手作案手法更从容和残忍了，从他进入小女孩的房间到逃离至少3个小时，凶手甚至还悠哉悠哉的让小姑娘给他泡了一杯茶喝。苏晨接下来肯定是去重演第4个受害者。我记得之前带到的那个工作人员说过，首席丽人也是白金市棋院的礼仪小姐。不出意外的话，苏晨在马戏团里搞这么多事的目的，就是在拖延时间，调包去白金市，以及搞到一把枪。娘的，这不是全让他给办成了？之前在铁笼子里，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联系了一下白金市驻守的警卫，查找马戏团老板的车。苏晨早已通过了边关，现在恐怕已经到达象棋院了。苏晨现在是逃嫌犯悬赏榜第2名，我们这一次可以打不对称战争，让白金市的警力把棋院都圈围住。无论如何，将苏晨困死在里面，他就跑不了了。陈小姐，还有几分钟，咱们就能到了。
大谢之这是又想我了。专门研究位置悬案的苏晨，接上级苏晨开启白接案模拟，专家组将围堵象棋院。公当下生旺季之15427目，恭喜公可以点亮1颗星。看来轰动效果制造的不错。公此次点亮后，需在1时之内使用1次新技能，击败一个同样拥有此技能的专家。天助我也！我马上要去白金市象棋院，那里正在举行比赛，估计专业象棋手多的是。点亮。常有一人善棋，盘上争杀，纵横捭阖，没有妙手，人谓之其德曾与铁面公对弈，执子论攻守之理，以其喻天下人士，唯独输皇帝一人。忽一日，携带其子入宫与皇帝对弈，棋盘四方被他雄踞，滴水不流，而皇帝的棋被困老巢，气数将尽。后皇帝目眩良久，下旨将棋圣腰斩，任何人不得求情。后铁面公被酒告别。我知道，如可进取之。之后，铁面公时常独自摆棋，左右手博弈，复现棋圣技艺，日日揣摩其中奥妙。皇帝老儿输不起啊，下棋何罪？难道说那盘棋有很大的问题？这些疑问，恐怕只有继续解开星图的秘密才能有答案，到时也就能知道这铁面公究竟为何许人物了。正在想时，苏晨感觉一股庞杂的象棋知识涌入脑海，瞬间象棋技艺有了跨物种级别的提升。又长脑子了，这星图还有不少星星，那么多的知识，我这小脑子也不知道装不装得下。下一颗星星的点亮条件是18000目，解锁第2颗太阳浮雕所需的声望3万目，进入亚洲侦探榜前10。要达成这个目标，恐怕得让追凶直播冲出亚洲，看来得让逃亡路更精彩更轰动些。老板，等下你把我带进棋院里，顺便帮我找一位专业的棋手，我想和他下一盘。好，把一个带枪的连环杀人犯带进公共场所，这高低得给我来个从犯吧。那个陈小姐不愧是赛事的礼仪小姐，能有如此的闲情雅致，不知陈小姐是喜欢直白字还是黑字？我不是下围棋，是下象棋，哪有在象棋院下围棋的？这个陈小姐，咱们棋院里目前只有象棋青少年组，没有专业段位的选手，倒是围棋选手有很多。这里不是象棋院吗？嗨，这里原本是围棋院，只不过是前2年上头说要注视象棋运动，发扬光大，这才挂了个象棋院的名头。实际上象棋只开了一个小部门，没有什么人呢。正如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象棋院里也没有象棋手。早知道问问星图，这能力能不能包退换？有点可怜苏晨，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一步啊！这就叫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不咱们去哪个小区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老头老太太下棋。听说小区都是隐藏高手，那也得有时间找啊。这个方案不靠谱，你只管开车，办法我来想。咱们先进棋院再说。好，也不知这苏晨什么打算。棋院里面绝对没有职业级别的选手啊。各位，白金市第32届少年儿童象棋业余比赛将于半小时后开始。此次参赛者都是新晋的小象棋手，他们中间将会角逐出省赛定段人选。有了，看来这次咱们还是有棋可下的。已经追踪到苏晨现在正在象棋院里，只是他的动作太快了。苏晨进到棋院内部已经有20分钟了，足够他干很多事了。确实，不过这也是个机会。我宁愿苏晨在一个地方搞小动作，也不愿意他满世界乱跑。苏晨现在能搞的可不是什么小动作，咱们不确定他手里有什么，最怕的就是他手里的枪。罗老弟，棋院那种公开场合，苏晨但凡往人群里面射一梭子，造成的后果都不是咱们能承受的。苏晨不是普通的暴徒，他的行为是有含义的，抓住这一点和他斗才是对的方向。一般对付劫持犯的通用流程是安抚情绪，寻找突破口，谈判，情况恶化就找机会狙击。但是对付苏晨这样的做法就累赘了。逻辑前辈，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对峙，他很理智，不需要安抚，而且很坚定，不可能在谈判中妥协。这样的人比所有人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手上抓着怎样的筹码。明爱，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抓着牌的对手，我们能做的就是点清楚自己手上的牌，坐到他的对面，想尽各种办法赢过他，目的就是胜利，不择手段的胜。永远选择最有利、最理智的选择，而不是最符合良心的选择。逻辑前辈，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绝对理性的对弈中，您能确保自己做出最正确有利的选择，而非最符合良心的选择吗？我可以试试。
白金市象棋院外10几辆警车已经前后将整个主体建筑围得水泄不通。特警队员封锁了棋院4周的街道，疏散人群，并且架设了三角钉、射击点、拦截障等层层拦截线。狙击小队也分散到了周围的建筑制高点，架好彩弹狙击枪，随时待命。罗老弟，进去了机灵的点，情况可能不乐观。刚才在车上我尝试和院长打电话，打不通，各个部门也没有人接。无论他在里面怎么折腾，咱们稳住外面这一层拦截网，他就出不了棋院的地盘。偌大的大厅里，行人来来往往，一切如常。这样的平静，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直觉上，这种反常绝对不是好事。罗老弟，现在咋办？随机应变吧，先去找院长，然后到监控室。这建筑里有很多小房间，咱们一间间排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失联的房间或者不正常的现象。哦了，不好意思，妹子，麻烦问一下，院长是在几楼？什么情况？龙国法律有规定，公民享受向警方求助的权利，也有义务协助警方调查。你来说，你们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哎呀，警官，那个人啊，他说要在这里等你们，说这事和我们没关系，命令我们一切照常，干嘛干嘛。罗老弟，你说怎么整？既然苏晨说再等我们，那么他大概不会介意我把无关的人请走。大使把这些散人集中起来，一个个排查，再派小队逐个搜查所有房间。咱们虽然上了苏晨的谈判桌，但是肯定不能按照他的节奏来，给他施一点压。苏晨如果聪明的话，就会主动现身。有点意思。石勇拿起对讲机发了几句命令：清理现场，一个一个好好查。苏晨可能在这里。特警小队瞬间领命而散，将闲杂人等控制到了一个角落里。专家小组这次的架势可真够大的，这么多的特警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这一次苏晨该怎么办？这都快被警方包饺子了，他上哪去？来了呀！接上集，苏晨潜入象棋院，专家组协警围追堵截。来了呀！啊哦！苏晨，你怎么卸妆了？你快给我变回去！暂时先不用忙活了。这是苏晨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赛事用摄像头，它可以把马戏团老板看到、听到的实时传递到手机 APP 上，应该是用在象棋比赛场上的。也就是说，苏晨现在大概率在比赛场里。我靠！打！我记得那里有几十个小孩子，一个凶犯持枪劫持几十个孩子，这在龙国绝对是重罪中的重罪啊！我擦，够狠，用几十个小孩的命做要挟，苏晨是真的不怕事大啊！他真的越来越像老电影里的反派了，坏的不要的。苏晨，我知道你在看，这是什么意思？罗辑指了指马戏团老板手里拿着的棋盘和书。在马戏团的时候，镜子迷宫、凯撒密码在短时间内破解。专家小组里似乎有个人脑子很好用，你应该是就是脑子比较好用的那个人吧？懂象棋吗？有没有职业水平？现在还没有，不过也只是没有职业及水平而已。好，这些书是在专业人士帮助下精心挑选的，十分全面。给你30分钟时间，把这些书学完、学透、融会贯通，以你的学习能力和超出常人的算力，达到职业级别应该不难。然后我们下一盘棋，你赢了，我就放孩子们走。输了吗？苏晨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金属制品，手指一扳，一枚卡针应声落地。专家组和警员们瞳孔骤然紧缩。那是一个自制松发引爆器，一旦启动，4周的炸弹就会引爆，整个屋子将会被炸得连渣都不剩。看来不能狙击他，一旦苏晨被击毙，炸弹也会引爆，强攻也几乎不可能。刚刚通过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象棋考试房间的构造，事情远比想象中还要棘手。为了考试的公平性，象棋考试区的墙壁很厚，房间里几乎没有窗户，那里就相当于一个坚固的密室，易守难攻。苏晨这小子真会选地方。现在似乎只有一条路可以选了。虽然不知道苏晨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但是希望我赢了之后，他会信守承诺。扮演悍匪真累啊，又是绑架又是放炸药的。小朋友们，刚才演的有点过了，没吓到你们吧？毕竟对专家小组我的人设不能崩，耽误你们事了。哥哥请你们吃披萨吧。嘿嘿。他真的能看清楚吗？我要是有这种能力，何愁上不了职业9段？虽然已经看了很多次，但是依然忍不住要说一句：咱俩真的是一种生物吗？短短的10几分钟，罗辑已经把苏晨送来的一大摞书看了个8、9成。唉，真想看看他的脑壳里面是不是装了一台计算机。其实我有个猜想。怎么说？总感觉苏晨并不是真的想下棋，他提出的要求更像是一个他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在故意为难我们，耍我们。他可能也没想到罗辑前辈真的有这个能力。有可能，毕竟那小子花招很多，这一番操作拖延时间掩人耳目倒是不错。况且他关了屏幕，咱们也不知道他在里面搞什么鬼。但是现在罗辑做到了，他就失算了。我查过苏晨的资料，
他从来没有学过象棋，面对职业级水平的罗辑，苏晨怎么可能会赢？学棋就是苏晨的一个借口。他利用这个奇怪的要求，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他现在恐怕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计划。真是长见识了，竟然还有正在出任务的警员点外卖，哪位点的披萨？谁搞的这一出？我不知道啊。这披萨不是专家们的吗？苏先生在吗？这些披萨是苏先生点的。什么？还真是头一回见到在挟持现场给自己点披萨的劫匪。看这俩，人质也有一份，劫匪就要有劫匪的样子嘛。你这么悠闲，岂不是显得我们很呆？一路追苏晨，几乎没休息没吃饭，现在疲饿就要加快到极限了。偏偏那个可恶的苏晨在这里点外卖，吃，让他吃，吃的跑不动了才好，但是好香啊！可恶！外卖员看了一眼手机消息，把手里的披萨放到了马戏团老板的手里。苏先生让我交给你，说让你送过去。好，老大，咱们就这么让这披萨送进去？那你说该咋整？这是苏晨和那些小孩们分着吃的，咱总不能放点蒙汗药吧？一顿披萨没影响，苏晨想吃就让他吃去。对，他想吃就让他吃，反正披萨是垃圾食品，又硬油又多，一点儿也不好吃。苏先生留言说这是给你们的，你们辛苦了。他还说不能浪费粮食，如果你们实在不需要，现在就一起送到苏先生那里。知道了，小哥，你放下吧。对，放在那里就好，我们自己处理。大家坐好，我来分。观众先吃。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买一个可以闻到味道的手机。陈哥，你再拿得近一点，太远了，我的嘴够不到。味道怎么样？这样想虽然不太好，但是这个小姑娘和当初白金案的受害者好像啊，乖巧懂事。好吃，谢谢大哥哥。我平时只有考上百或者赢了象棋比赛才能吃好吃的。就算输了，也不代表你不是好孩子。受挫折的时候，更要懂得给自己鼓励。苏晨哥哥，你能下赢专家小组的逻辑小叔叔吗？我感觉他那么聪明，下棋一定很厉害。嘿嘿，如果你一会儿帮我一个忙的话，说不定我能赢啊。吃在嘴里，痛在心上啊！咱们专家小组什么时候竟然堕落至此，居然到了被凶手可怜投食的境地，真让我感到悲哀。唉，大叔，你说这话的时候应该先把嘴擦一擦的。话说你不是第一个开始吃的吗？丫头，我这不是帮忙试毒吗？万一苏晨做了手脚呢？毕竟他各种花招比较多。话说丫头，你一开始不是说饿死也不吃苏晨的东西吗？我看你吃的也挺香。这是我听常感，就是要用这种苦涩的滋味鞭策自己，一定要抓住苏晨。大家都是过来人，都笑得小声一点哈，这种10几岁的小孩子最好面子了。这个小姑娘虽然是专家，但是也还是孩子啊，就是爱装大人。好了，苏晨，我知道你在看，摆棋吧。你敢相信吗？30分钟就学到了象棋大师级别，以人质为棋子，粉人类对弈。老张，买盘，你来带我动棋。是。马2进3，骑马局一个初学者，这种打法可是不多见，这一手比较难对付啊。卒7进1，挺足智马，挺有针对性。马8进7，从马8进7。苏晨步步为营，后手攻杀，逻辑长驱直入，入室破军，打得难舍难分。炮2进7，吃马。还有这种下法？老先生，怎么了？莫非苏晨下出了传说中的神之一手？不，这明明是依着婚棋啊，入了对方的棋。婚棋？确实是婚棋，这么下就掉进陷阱，成了一招定式了。苏晨，这是什么棋路？你如果下错了，我让你毁一次。落子无悔，这也是我要提醒你的，每走一步，每一个策略要想好再下。炮8进5。做得妙，单子擒王招，这一招非常隐晦的弃子攻杀，弃一马一卒。单子擒王招还是个有名的棋谱，那不就是鬼斧神工，天作之合？也就是说罗老弟要赢了吗？以马为诱饵，突破防线，用卒相逼，另一边的马炮弹杀招，这棋路确实够强。此棋已定，后面的几乎不用再看了。罗辑抬起卒子，刚要前拱，黑着的屏幕忽然亮了起来。苏晨，你这是什么意思？只是在提醒你一下，每一步着棋请务必谨慎。你之前的下法似乎并没有听进我说的话，为了将军，贸然弃掉了太多的棋子。下棋嘛，想要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棋子只是棋子，只要能赢，弃子又如何？你说的赢了炸弹便不会引爆？不是这样。如果你只能看得到棋子，你就彻底输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只是想让你看看棋盘之外的东西。随着摄像头的转动，地面上惊现一个象棋棋盘的图案，孩子们作为棋子站在图案上，分布与棋盘上一模一样。苏晨，你想干什么？专家先生，或许你之前下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罗辑内心一阵发紧，此刻棋子不再是单纯的棋子，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点狠啊！吃子就代表着死亡，两个棋手在博弈中间，手指一动就决定了这些人的生死。我终于知道为啥苏晨一遍一遍的提醒他老子要谨慎了。罗老弟，稳住！之前移下去的棋子已经没有了，改变不了了，先把眼下的残局收拾好再说。现在的棋局已成定势，只要向前拱卒，苏晨就不得不吃掉这个卒，然后就是将军将死，只差这一步就赢了。但是此刻站在卒位置的孩子会是谁呢？此时镜头突然拉近，一个小姑娘的身影占据了整个大屏幕。罗辑按在卒棋子上的手指仿佛是触电一般猛地收回。第4名受害者，白金按年龄最小的受害者，第4名死者，现在代表着罗辑手里的棋子活。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专家先生，你弃掉这枚棋子的时候，也就是你亲手制造模拟案件第4名受害者的时候，记住，决定他生死的人是你，而不是我。罗辑瞬间觉得脑子里炸响了一道闷雷。如果不拱卒弃子，输掉棋，苏晨会引爆炸弹，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幸免；而如果弃掉卒子，救下其他孩子的命，罗辑就会成为杀害女孩的主观参与者之一。是选择不管不顾，摆脱杀人的谴责而造成更多的伤亡，还是选择杀一人而利众生？千百年来，这题难住了多少的英雄圣贤？局长，重启白金案的资料我都准备出来了。死者何某某，性别女，年龄12岁，尸体描述：颈部被锐器切开，有生前受到侵害的痕迹，但是服装整齐，被明显整理过，身体其他组织完好，无缺失。和那个案子一模一样啊！只要凶手不落网，白金案的阴霾就不会消散。第一个受害者死亡的地方，门外就是他大哥站岗的保安亭；第2、3个死者死亡的地方，100米开外就是当时的白金市公安局。这是遗憾，也是耻辱。这么多年了，白金市的老百姓还等着咱们的交代呢。女儿，我的女儿，我还没忘了你。专家先生，时间到了，你应该想清楚了。其实从你坐到棋盘对面的时候，你就注定不会是赢家。苏晨说的对，整个棋院就是他的陷阱，人质就是他的诱饵。苏晨，你记住，这盘棋不会再出现第2遍。拱卒，弃子。选得好，炮石退一，吃卒。辛苦了。唉，多好的孩子呀，可惜了。哎，这就是罗辑之前说的，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了吧？即使大多数时候，正确的选择是很艰难的。苏晨，继续吧，等我赢了这盘棋，这些账再慢慢算。你既然知道我是为了给你出这道题，而故意让你走成了这个谱子，你又怎么肯定我破不了这个局？谱子是死的，人是千变万化的，总有你猜不到的地方。多说无益，卒8进1，将5平4。两人下得激烈，出手极快，跳马横卒，车攻炮轰，你来我往，难舍难分。这两人是真有点水平，棋路叹为观止。没想到在追凶直播这种综艺里见到了这么高质量的攻杀，一般的职业赛也难见了。我之前让你检查的事解决了吗？现在可以确认，苏晨就藏身在棋院3层的象棋比赛区域，咱们追得很紧，他没时间搞小动作。咱们的人呢，还没找到进去的方法。现在棋院里所有的地方都有咱们的人，苏晨只要敢探个头。问题是他绝对不会探头。说起来，这个象棋比赛的房间墙体加厚，隔音又没有窗户，只设置了一道防爆门，没有其他通路，简直就是一个大号的保险柜啊！这设计师是真会设计，苏晨也真是会选地方。大树前辈，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只是一个猜测。苏晨刚刚说的关于破局的话，我想苏晨恐怕不止下棋这一层意思。棋盘上4面围合，在棋院也是如此。苏晨就是被围攻的老将。照您的意思，苏晨刚才说的话，表面上是说棋，潜台词就是借棋喻人，说的是他被咱们围困的局面。是了，丫头，我看苏晨的意思是准备解了咱们的局，要跑了。在经过激烈的厮杀之后，这一盘棋竟然战成了平局，最终和棋。战平了怎么办？难道要再开一盘？小声点，你这话别再把苏晨点醒了。怎么可能？明明弃掉那颗卒之后，只需几步就能将他将死，他是怎么破开这个局的？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专家先生，既然是和棋，那就按照胜点来算吧。这是我们棋院象棋比赛用来计分的智能系统，苏晨用它来评价对局的分数，倒是公平公正。正在评分，红方逻辑开局为93分，中局97分，残局90分，综合93.33分。这年轻人综合比分93，妥妥的3级棋士啊！黑方速成开局为92分，中局为89分，残局为100分，综合93.67分。哈，盘局100分，这是人能下出来的。都达到了90分，这已经是一场大师水平的对棋啊！恭喜2位的对局打破了本棋院的记录，平局情况下，黑方以微弱的优势占优。
系统判定最后得分优胜的人是苏晨，这岂不是意味着他要炸死所有的人质了？你敢信吗？专家小组计划周密，苏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开车逃跑了。这小子来真的！不好意思，各位，刚刚我只是不小心在摄像头面前扎破了一个气球，看来你们真的很害怕我引爆炸弹，那我就放心了。苏晨，你耍我们？我只是好心，想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我只是觉得就在这里结束，未免太仓促了。一个机会，白骨精给唐僧送饭，这小子没安好心。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机会？你们现在清空祈愿外面的街道，拆除所有的拦截装置，把守卫撤走。好了，苏晨，我已经让他们走了。专家先生，别忘了让墙上和房顶的狙击手也撤走。这小子业务还挺熟练。收队。还有什么事？给我准备一辆加满油的车，手动挡，不要电车，不要有追踪器或者其他什么附赠品，玻璃上要有防窥膜。这小子连逃跑的载具都没有准备，明摆着从一开始就打算好要用人质要挟我们，所以下棋的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真是打得好算盘。给我们10分钟的时间，尽快吧。石警官，咱们总不能就这么让苏晨跑了吧？让一个杀害了10几名孩子的暴徒在眼皮子底下溜走，这骇人听闻啊！现在关键是苏晨手里的松发式起爆器，要弄它必须解决起爆器，确保炸弹不爆炸。现在有2种方案，第一种是直接屏蔽掉整个楼的信号，断开起爆器和炸弹的连接，然后强攻。这个很容易啊，咱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么搞？因为不清楚苏晨炸弹的原理和起爆的方式。如果起爆器本质上就是一个信号发生器，松开就是断信号，断信号就是炸弹起爆，那么房间里的炸弹会直接爆炸。那第2种方案是什么？您说，我尽量协助。第2种方案可行，但是比较凶险。苏晨绝对不能被放跑，他出去之后，指不定还会造成什么危害。你直说，如果几率不大，我们就凭过硬的基本功把几率抬上去。用口径大一点的枪械枪射击苏晨握起爆器那只手的前臂耻骨，让手指神经产生握紧反应，那就可以给我们争取到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把那个开关控制到我们手里。大哥哥，你要继续玩那个逃跑的游戏了吗？是的，我马上就要从这里离开。可是外面很危险，肯定会有埋伏。嘿嘿，你倒担心起我来了。不过你说的这些我自然是知道的，他们有他们的计谋，我有我的手段。你不希望我被抓到吗？这么想可不是好孩子。当然，我还是希望你被抓到，毕竟你在游戏里演的是坏人。但是我觉得你在现实中肯定是一位好警察。大哥哥，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杀青回到警局，而是要一直逃亡，但是我觉得为悬案找真相这件事情很厉害。你选择逃亡，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大哥哥，如果你决定了，那就继续去做吧，我相信你。谢谢。一个10几岁的孩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多好的孩子啊！绝对的正义真的存在吗？总有太多的例子说明正义的缺损，似乎永远也不会圆满。绝对的正义或许无法真正实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许我可以成为那个引路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优秀的人去追求那个正义的圆满途径。石警官，苏晨要的车已经准备好了，虽然苏晨有要求，但是咱们是不是在车里安逸些？不必，苏晨肯定会派人检查车辆，多余的小动作不要做，容易弄巧成拙。现在主要任务是争取到苏晨的信任，等他愿意从那个房间里露头的时候，才是咱们行动的时机。苏晨，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看看人质，确保他们现在是安全的。人质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需要派1个人去你们准备的车上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吧？还好听石勇的话，没在车上动手脚，否则一旦穿帮，谈判破裂，造成的恶劣后果难以想象。请便吧。你去拿好摄像头，我让你检查哪里就检查哪里。警官好，你们可得帮帮我。别激动，你先配合我们工作。按苏晨说的，去验车，身上没有危险品，带他去吧。对 AI， 是，孩子们要紧。先直起腰来，看看周围的建筑物，道路有没有清空，尤其是暗中的障碍。慢慢来，让我看仔细了。裁判带着摄像头直视街道，祈愿外面街巷空旷，路障警车和警员此时都一扫而空。好了，现在打开车门，再看看车内的情况。好，我现在就去。
看一看座位底下有没有塞什么东西，用力摁一遍车座沙发，里面不要有夹心。管警方要车钥匙，检查一下这车能不能打着火，能不能动起来。石警官，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特警狙击手已经隐蔽就位，披的是光学迷彩，就算苏晨用红外线检测也检测不出来。苏晨想逃，必定得出来举着引爆器威胁。一会儿他一出大厅，狙击手立刻开枪，咱们俩就直接冲上去，控制他的引爆器。好，就让苏晨的逃亡之路在这里终结吧。警方这实在是缜密，暗中安排了这么多后手来搞苏晨。现在苏晨想要出来，那就是送死啊！完全正常。看来是时候出去晒晒太阳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挑一个人质作为筹码比较好。带谁呢？一时间，大厅内外，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了大屏幕上，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苏晨的移动。苏晨，快点出来！从大厅门口走到车上的距离，就是动手的最好时机。此时却忽然“嗡”的一声，裁判已经坐上车，一脚油门如闪电般冲了出去。刚刚那个裁判是苏晨，你敢信威胁专家的12袋炸弹竟然是一堆废纸？专家组暴怒，疯狂追击。又中了苏晨的计，那个秃顶裁判就是苏晨伪装的，快拦截那辆车！不，等等，苏晨手里还有起爆器，贸然逼停对方，万一他鱼死网破，引爆炸弹。第一小队，你们换便车，务必跟上苏晨的车，注意隐蔽。我还以为专家小组被苏晨用特效化妆技术耍过之后，就不会被耍第二遍了，没想到还是没反应过来。苏晨比上次熟练多了，他还用大屏幕来吸引注意力，抓的就是那几秒钟的松懈时间。咱们的拆弹专家在哪？这位是刘启龙，特警组的拆弹专家，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先前小队的人已经摸清苏晨劫持人质房间的路线，清除了障碍，现在应该正在破门。咱们立刻过去疏散人质，对炸弹进行拆除，得尽快将炸弹拆掉，消除威胁，让追击组毫无顾忌的出手，抓住苏晨。里面情况怎么样？已经和孩子们取得了联系，还有11个人存活。什么？11个人，32个孩子参加比赛，结果就活下来11个人。老弟，接着说。这门的坚固性超乎我们的想象。开始我们打算将它完整的卸下来，但是门栓很坚固，被刻意设计在里面。我们的小型液压钳不管用，直接用破门锤也没能破开。还好没有对苏晨进行强攻，否则情况更加被动。没有破开门也未必是坏事，难保苏晨不会做手脚，比如开门引爆之类的陷阱。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刚才的破门无异于找死。没有能量和信号反应，苏晨没在门后安炸弹，我现在直接破门吧。只见刘启龙将一个热熔破拆的微型装置贴在了门锁的位置，来融化门锁。孩子们都离门远一点，我们要破门了。已经淘汰了的小朋友也是，不要真的装尸体，都离远一点，小心受伤。好了，门锁结构已经被融掉了。来，我们是警察，来救你们了，都跟着我出来。先遣队的同志们，你们先带着孩子们下去，上面留着4个人拆弹就行。史叔叔好，谢谢警察叔叔。你们好。刘启龙同志，你看这炸弹情况如何？目测不出来，还是得测一下才行。我有防护服，我自己进去，你们在外面辅助我就好。石警官，你可以让追击苏晨的小组直接行动了，我们双线行事，这样能争取时间。可我们不能预判事情的发展变化，如果苏晨那边直接引爆炸弹怎么办？拆弹的平均成功率只有80%左右，这种复杂情况的炸弹概率还要再降一点。早行动1秒，苏晨落网的几率就更大一些。没事的，让他们行动吧，反正孩子们已经被疏散了。好，80%一个数字背后是多少牺牲和伤残？在如此近的情况下，即使是穿着防爆服，能提供的保护也是有限的。这个综艺还原的警方工作都是真实的，了解了之后，越发尊敬佩服我们龙国的警察。苏晨，真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直逃亡？当年被害的那个小姑娘还送过我一本故事书，所以啊，你还是快点杀青，早点加入警方的专案班子，把凶手揪出来吧。没有能量反应，仪器出问题了吗？没有炸弹，苏晨这是玩了一出空城计。怎么回事？都5、6分钟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是炸弹太复杂吗？有些不对劲。石警官，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一眼？万一刘专家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处于不能交流的状态。石勇不顾风险，率先走进了房门。当看到里面的场景时，也如同石化一般呆立当场。刘专家，这是刘启龙同志，袋子里面的炸弹在哪？没有炸弹，12个袋子我全检查了一遍，一个炸弹也没有。苏晨他刚刚是在虚张声势。12个黑色的塑料袋，
一个真的送发师起爆器，就以如此多的精英周旋，这直播出去，颜面尽失啊！我早就应该想到，苏晨这次跑得太急，他根本没时间像上次那样制造炸弹。好家伙，苏晨这大哥也太能演了，那种自信的感觉，没有20个炸弹根本演不出来呀。这回专家组心态估计真的要炸。我这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空城计啊！这回估计白金市公安局那边也要炸开锅。特警追捕苏晨，这悬赏等级怎么说也得有2颗星了。苏晨在祈愿真是计谋不断，脱离警方包围又用变装手段，特警车辆反应迅速也是超出预判。现在这种追逐的情势，他又该怎么决断？苏晨到底能不能再战？不知道段警官怎么看？苏晨逃跑的概率不高，从驾驶技术和车辆配置来看，特警的优势要大很多。苏晨被追上只是时间问题。兄弟们，见过的都知道，段警官最擅长的就是这一口毒奶。既然段警官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安心了。苏晨肯定能逃跑成功。警员说：“段警官，求求你别来。”现在距离苏晨还有多远？估计距离1.039公里。照咱们现在的速度，10分钟的时间就能追上他。不，10分钟留给他的反应时间太长了。对付这种人要速战速决。打开天窗，观察手准备。我现在要架枪了。风速有点大，老大能行吗？行驶中的车哪有风速小的？没事，直升机上我也照样架枪。车行颠簸，这2个人却仿佛加装了空气悬挂一般，上半身几乎没有任何抖动。风速从左至右30，就偏3.3逆位。OK。特警追击，狙击手就位，突然一把钉子抛凿了。测试弹，测试弹，狙击手在极端环境下测试真实位置和测算位置差距的子弹。狙击高手在测试弹之后的子弹必然能命中目标。看来现在我已经是命悬一线了。太危险了，差一点就打中苏晨了。虽然这一枪空了，但是顶级狙击手的瞄准速度不超过3秒，下一枪苏晨真的要完啊！难道段警官的一口毒奶都没有用了吗？这弹点误差0.29。OK， 这下稳了。驾驶员什么状况？保持车辆稳定。不行啊，那小子耍阴招，不能不避。只见一大把3角钉子互刺，2位狙击人员瞬间钻进了车厢，驾驶员凭借高超的技术，翻到一半的车子硬是而苏晨的黑色轿车旋转而去。这小子连反追车的工具都考虑到了吗？话说这3角钉他从哪里弄来的？这种钉子可是警方专用的。不管他从哪里弄来的，这次我们双方的试探都有些出格了。淬弹虽然不致命，打在身上还是会受点小伤。而苏晨，他在路上抛洒钉子也太危险了，不能因为我们是特警，有能力处理就这么搞啊！我去，苏晨啥时候带了一把钉子在身上？这招够狠的，一般人绝对反应不过来，肯定会翻车。之前苏晨假装成秃顶裁判去看车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他伸手在身边的警员身边晃了一下，难道他是那个时候偷到的钉子？有可能，这钉子应该是警员之前撒在马路上的，没想到他们没有上，反倒给苏晨行了方便。甩掉警车后，苏晨左拐右拐，进入了一处没有摄像头的小巷子。近日，在金陵市落网的龙国第一悬案的凶手已经确认死亡，死于他杀。赵小月不是被抓回警局了吗？怎会落得一个他杀的结局？经查证，金陵碎尸案和白金案有极大的关联。现在我们连线白金市赵云开局长，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我们已经和金陵市方面取得了联系，做了一下交流，现在可以确定金陵大学碎尸案是一起对白金市连环杀人案的模仿犯罪。而就在不久前，这名凶手意外死于非命。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这起凶杀案和38年前的白金市连环杀人案凶手关联很大，因此不排除一种可能，那个沉寂了几10年的凶手现在又开始大开杀戒了。白金市警方已经重启白金案，也再次提醒广大居民注意警惕，尽量不要深夜独自外出，不要在人烟稀少的地方逗留。能堂而皇之的进入戒备森严的警察局去杀一个死刑犯，这个凶手要么有极强的能力，要么有强大的势力，亦或者2者皆有。看来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家伙。以专家小组的侦查能力，很快就能找到车。现在我需要尽快化妆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很快苏晨找到一个卫生间，摘下头套卸妆。嗨，经查同志们后，按交牛大志，歡迎你們。兩屎皮，我兩個撈塊桶。我今日就要帶佢走，我睇下邊個夠膽攔我。好像都不太对啊，扮演谁好呢？有了。短短几分钟时间，苏晨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头发蓬乱、腰背微微伛偻的中老年人形象。就用这副相貌和这个身份来介入整个白金案的侦破。
大家猜一猜，苏晨这次扮演的究竟是谁呢？什么？没追上？你们既有狙击手，又有特警老手驾驶员，怎么会追不上？基本功败练了？还是说苏晨能躲狙击子弹？报告队长，目标在行驶过程中使用了三角钉，我们的车抛锚了。队长，你那边人手充足吗？能不能调几个人来帮忙挪车？苏晨没追到，反而3人一车瘫痪在了路边，这老脸往哪搁呀？我现在和总部说，让一个辅警把千斤顶和备胎拉过去，你们先原地修整，剪三角钉，等人到了，尽快把车修好归队。是，队长。老哥，这回我们白金市警方真是初次见面就让你见笑了。没事，彼此吧。石勇看着像木雕一样坐着盯住棋盘的罗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得，又一个断语。现在怎么办？把苏晨乘坐车辆的信息全程发布搜寻吗？找车确实要紧，可是苏晨中途一定会换车，他进了白金市市中心，咱们再找他就困难了。留一个小队去查车，其他人和专家小组成员到白金市公安局和那里的同志接头之后再做商议。这样也好，我们疏散完这里的人，就直接回公安局。我要参加节目，我要演尸体。不要碰我，不要破坏现场，我们是侦探少年团。哼，作业还没写完，参加什么节目？不好意思，各位家长，先找我核实一下身份。暂时失去了苏城的线索。你们，我想象不到，一个几十人的小队把吉月围了3层，你们是怎么做到让到手的鸭子飞了的？有没有大致的推断？苏晨的目标是什么？他到底来没来市中心？连这个都不能决定。这个我们和专家小组的人商讨了一下，苏晨虽然是朝着市中心窜逃的，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在误导警方，实则是脱离白金市。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搜寻车辆，在获得进一步的消息之前，实在是不好下定论。好，我知道了。只不过苏晨接下来究竟要干什么？我劝节目组懂点事，赶紧把镜头切到苏晨那里。已经半个小时没看见苏晨了，急死我了。你感谢白金案疑点重重，苏晨竟然再一次众目睽睽之下潜入了警局。吕局，您不用压力太大，苏晨难抓不是1天2天了，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现在是2头受压，苏晨是一小方面，真正的大头还是白金案。眼下真凶复出，全城惶恐。赵局长已经传出了指令，要紧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这一次我们可真不能再两手空空去见老百姓了。苏晨带来的这专家精英可谓是神兵天将，可得好好争取。吕局，我们也是这样想。龙国官方也非常重视白金案的重启，但是追凶直播导演不想让这个节目和真实案件扯上关系，所以我们决定分成2组成员，一组是石勇他们3人，专门负责追捕苏晨，另外一组是我们3人，加入专案小组，协助破案。一听这话，吕平的眼睛猛然一亮，还是咱们老大会心疼人啊！那正好，这位是甘奇，是崔立万老先生带出来的学生，经验丰富的老刑侦。这位是甄浩林，是网警，对白金案很熟悉。咱们这虽然没有金陵市那么好的设备，但是我们必然是倾尽全力支持。这是我最新整理的一些资料，各位先看一下。在与金陵市警方交流碎尸案的时候，我发现2个明显的疑点。第一，赵小月在20岁之前懂事优秀，精神正常，心理健康，她为什么在20岁的突然模仿白金案的凶手，并且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杀害同校的女生？据赵小月自述，是被真凶割喉，让她的性格突变。警方对这一说法并不信服，连夜重查了卷宗记录，发现因为失血过多，赵小月那一夜一直处于昏迷，直到被输血救回来。那么第2个疑点出现了，赵小月的性命究竟是谁保住的？救护车赶到时，有一个人在对她进行急救，而在医生搬运赵小月到救护车上的间隙，那个人消失不见了。当时医生匆忙救人，并未留意到那人的样貌。夜晚的小巷子，行人非常稀少，而人在被割喉后，理论上说只要1分钟内没有被急救，基本上无力回天。也就是说，在凶手将他割喉之后，仅1分钟之内，那个神秘人不仅赶到了现场，还用专业的手法进行了急救。那么此时凶手恐怕并未走远，甚至可能就在现场。那么这个救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没有资料，一丁点信息都查不到。我总觉得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女孩一夜之间由女学生变成了杀人魔。第3，这次扩大了受害者背景的调查。受害者的家庭是典型的书香门第，母亲是教师，父亲是研究员，同时也是某推理协会注册的会员。乍一看，这个身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他当时的研究项目上。研究项目？最后一章，这资料怎么不全？不是不全，是我的级别看不了。死者父亲当时的研究涉及到了龙国之前在西南方向某国的一次战役，准确来说是其中一场，这是我能知道的极限了。
之前苏晨在专家组当老六的时候，我还和他聊过这个。龙国，包括世界各国，除了明面上的各大悬案，还存在着机密的悬案，通常是处于官方接手或者封存的状态，不是一般的警员可以接触到的。我的级别应该可以，我尽快和上面申请，只不过层层审批下来需要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的时间本来就不多，白金案的凶手不会有耐心等着我们，等审批下来未必来得及啊。我想起来了，当初和苏晨讨论碎尸案卷宗的时候，他给过我几张重要的资料，似乎有提及死者的父亲。金陵大学碎尸案受害者的父亲赵清泉，金陵大学考古系副教授，金陵人文科学院调查员，世界侦探协会会员，老家在白金市，女儿被害后备受打击，从金陵市回到白金市，后面患上精神类疾病，回白金市第5年就进了精神病院。2010年11月25日补录。精神病院，但是这是10几年前的记录，现在还会在那里吗？去看看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突破口，如果能找到这个人，或许能查到一些线索。我让人准备警车，辛苦你们去精神病院跑一趟。这位是……吕副局长，这位大哥已经在这里坐了1个小时了，说见不到局长就住在这里不走了。他只说自己叫牛大志，他妹妹叫牛小轩，白金是本地人，其他什么都不说。牛小轩，白金案第1个受害者。不好意思，你们先去门口等我一下。老大哥，你这是有什么事？恁是管事的不？我找管事的人，恁们不能一直晾着我。大哥，听我说，老大哥，我是这里的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和我讲就好。副局长，长官呐，听说这疙瘩又要查白金案，恁可得给俺做主。可怜我那选妹，命不咋好儿，当初跟俺们说一定把那害人的抓住。恁们不能忘了我。牛大哥，你别激动，我们这正在办白金案这案子，马上要出趟门去取证。这样，老大哥，你老在警局也不舒服，先回家好不好？案子有进展，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俺不回，俺在这等。俺走了好远来这儿，那点也没啥，都是想替俺妹看着，也好让她瞑目。哎呀妈呀，当初就不应该图那2个钱。俺这妹子18岁跟俺出来打工，没吃过好了，咋个会出这事儿啊？俺不走，俺就在这。这不合规矩啊！吕平和女警不禁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对方一犹豫，事情成一半，你让他开1扇窗，他不同意，那就先房顶，如此他就会同意开窗。警官，俺听恁们说是要办案，正好，俺也要去。俺正好想抓着那个凶手。从小俺爹就说俺脑瓜子聪明，说不定能帮你们研究研究。停，老大哥，放过我们吧，这案子已经够复杂了。这样，老大哥，你在这待着吧，有什么进展我们会立刻告诉你。是啊，老大哥，您就别跟着去了，咱们局里还有员工餐。哎，那女娃子咋个瞎叫了？俺老汉儿今年60多岁，那个小娃子20出头还叫啥老大哥？恁应该叫俺大爷。是，大爷，我叫您大爷，您消停，您让我叫什么我叫什么。一番混乱之后，吕平和女警终于给苏晨劝住了，两人如释重负，全然没想起来他们一开始是拒绝的。那个小姨啊，你在这照顾着一点牛大爷，我还有事，大爷您歇着，我先走了。我赶紧去精神病院找那金陵案受害者的父亲，1分钟也不想耽误了。必须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大麻烦，尤其是在这种有急事的关头，这样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就会最大限度的满足我的要求，而不是扯皮。聪明如我也，再补一刀。哎呀，警察同志，恁们辛苦了，还这么照顾俺。俺不帮你们干点活，心里头不踏实。一听此话，吕平慌忙掏出手机，喂啊，好，我马上过去，5分钟。脚底冒油，一溜烟跑了。吕局，你，小女孩被绑架，白金案真凶究竟是他？是他还是他？吕副局长，刚才那个人是谁呀？这么激动？白金案受害者的家属专程赶来的，请医生嘛。我感觉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这回要是和前几次一样调查失败，根本没法交代。吕局，算一算，白金案的凶手现在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了，他在这时候选择暴露出来，对他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说得对，而且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精神病院那里说不定会有线索。我现在就给院长打电话，让他安排病人和我们见面问话。小妹妹，你父母是有什么事来不了吗？没有，其实很正常，我习惯了。他们工作很忙吗？怎么说呢？和别人的爸爸妈妈一样忙。听起来是不怎么关心孩子的类型啊。要不我再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吧。
没事，我陪你等。小妹妹，你很喜欢象棋吗？不喜欢，我喜欢编程。我每年都有关注谷歌编程挑战赛、IOI， 还有国际大学生竞赛。龙国的小孩都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我老弟掉线了这么久，该上线了吧？大使用不着这样，我还行。我觉得你不太行，就你刚才那样子，比新婚晚上被绿了还失魂落魄。我是想不明白苏晨是怎么赢的，他的象棋水平能达到特级大师了，这么强的能力之前却从未表现出来，他是在藏风，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哎，罗老弟，这个世界上啊，弄不明白的事情多了去了。石勇落寞地盯着手里的老旧军用水壶。大使，我还没问你，这些年你都去干什么去了？一直都在找人吗？石勇摩挲着水壶上已经有些模糊的红色印记。第177小贝。罗老弟，我就一个想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惜这几年都没什么进展，这不是身上的钱花完了，来赚点钱，然后我就回龙国和越国边境继续找。算了，不说这个了。苏晨留下的，搜寻现场的时候找到的。苏晨，这个手机是马戏团团长的，之前苏晨就是用他订的披萨。你叫罗辑对吧？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的资料，老实说，我很失望。我以为你很强，可是现在专家小组的所有成员里，我最不看好的就是你。你永远被事情赶着走，做什么都是临时补课。现在你看到了，你失败了，你将永远失败下去。一个落在末尾的人，永远也追不上我。我还以为苏晨会留下啥有用的线索，没想到就是为了喷你。苏晨他在激将，他想让我认真。不对吧？我感觉他就是单纯的想喷你两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罗辑一向懒散的眼中久违的闪出一点严肃和斗志。石勇，苏晨既然这么要求了，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叔叔，希望他也准备好了。叔叔，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罗老弟，你这宣言就先别说了，人家小姑娘叫你呢。是那个被当成棋子的小女孩，一想到棋子就想到棋局，一想到棋局就想到苏晨，一想到苏晨就沸腾。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吗？叔叔，我明天要上科学课，老师让我们准备吸铁石，我妈妈还没来，可是现在太晚了，我怕一会小卖部关门。吸铁石啊？但明天上课没有带的话，会被罚站的。小姑娘脸皮还是薄，我小时候基本上没坐着上过课。嘿嘿，学习要紧。丫头，你们老师有没有什么要求？是随便一块吸铁石就行吗？但老师让准备自然磁铁和电磁铁各一块，我们学校门口陈爷爷的小卖部就有。记住哦，陈爷爷的小卖部有吸铁石、伏笔，后面要考的哦。哎呦，小闺女你咋在这？还没回家啊？陈爷爷，会不会又是苏晨伪装的？白金案的真凶也差不多60多岁。你妈妈又没接你吗？要不爷爷带你回去？这位老先生，不好意思，只有孩子的父母才可以带他走。好，听你们的。陈爷爷，你小卖部里还有吸铁石吗？我还没有买到。没事，爷爷给你留着。爷爷特意进了一批，都是好东西，普通的10块一个，电的15。陈老头子，你卖那么贵干嘛？来，小闺女，赵爷爷这里的8块，咱不坑人。姓赵的，你个老登什么意思？我坑人？小闺女，别搭理这臭老头子，他们家的货质量不行。爷爷这里6块，咱不稀罕他那个。说谁臭老头子呢？小闺女，爷爷不收钱，送你一对。但爷爷，你们别吵了。陈爷爷和赵爷爷都在我们学校门口开小卖部，关系可能不太好。小闺女，怎么这么久都没人接啊？要不爷爷送你回去吧。这位老先生，不好意思，只有孩子的父母才可以带他走。警察同志说的对，很危险。姓赵的这老登可是刚从金陵市回来，你们得拘留审审他，说不定他就是那个挨千刀的杀人犯。姓陈的，一个耙耳朵，我看你才像杀人犯。你这孙子天天在家里受老婆孩子的气，导致你心理扭曲，精神变态，报复社会。哎，大爷，你们歇会儿。划重点，你觉得这2个大爷中有白金案的凶手吗？哎呀，你这孩子不会走到门口等着，害我找了这么半天。站住！你干嘛？这是我自己家孩子。警察执行公务，把你的相关证件掏出来，快点！接个孩子，净给我添麻烦。把妆擦一下。啥？快点！想领孩子，把妆卸了。丫头，这是你妈妈吗？行了，跟孩子态度好点，再让我看见你拽孩子到局里接受批评教育。是。这个家长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差劲，太差劲了。2个老头子的眼中都闪过一丝心疼，但也都没说什么，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了棋院。去给我拿个塑料袋，快点了。但
小女孩的身影很快淹没在人群中，突然一只手拍过来，白色的粉末呛进了她的鼻息，小女孩瞬间晕倒。小女孩被绑架，模拟逃犯苏晨竟然冒险和追捕小组联手营救。不得不说，窃听器这一招屡试不爽。这一次我把它藏在了小女孩的衣服里。现在来听听警方的新动向。苏晨忽然愣了一下，表情从轻松瞬间变得严肃，好像不太对劲。这丫头还挺重的。你是我的作品，总算到我手里来了。本来在棋院已经排好点了，突然冒出来一个苏晨，差点把老子的计划搞砸了。还好，你最后是我的，白金案可以完成了。绑架，提前策划好的绑架，糟了！警方恐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绑匪提到了白金案，那么他杀人灭口的可能性非常大。不，他应该就是为了杀人才进行的绑架。当务之急，必须定位那个绑匪的位置，然后告诉专家小组，这些精英营救小女孩成功的可能性更高。要追踪窃听器返回的微弱信号源，必须要有一台高配置电脑。网管，给我开一台机子，配置好一点的。不好意思啊，这位客人，机位已经满了，要不您等半个小时。该死，人命关天，等是不可能的。苏晨立刻走到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脑，拍了拍沉浸在游戏中的粉毛杀马特小伙。小哥，我有急事，这钱你拿去，机子借我用一下。小哥，谁呀？起来！你谁呀？我没空。哎，哥！苏晨揪着粉毛的衣领，一把把他丢到了一边。哎呦，你干嘛？滚！滚就滚！苏晨飞快地关掉游戏，下载插件。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绑架营救的黄金时间是2个小时以内，必须尽快定位，给警方留下更多的追击时间。哎，我倒宁愿这是专家小组设下的陷阱，那样至少小姑娘是安全的。苏晨双手悬在键盘上，用最快的速度输入心中早已经构思好的代码。不行，电脑算力达不到要求，必须要绑一些肉鸡。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对不起了各位，救到的人功劳算你们一份。瞬间，整个网吧的电脑都被苏晨嘎了韭菜，算力源源不断地集中到他这里。一时间，网吧里到处充斥着嚎叫和无能讨论。成功了，在白金市中心一处老居民楼里，苏晨立刻黑了一台手机，拨打电话给专家小组。精神病院中，心理专家白素在耐心地跟风了18年的赵清泉交流，偶尔得到一些信息。今晚闺女说跟朋友有约，在跟她学姐听重金属音乐。这个学姐应该就是赵小月。我研究的项目是战地的考据还原，很快就可以出成果了。项目做完就可以带我闺女去旅游了。话未说完，赵清泉突然发病了。你们是谁？你们是不是间谍？是不是那个密国回来的人派来抢我的研究的？我再说一次，我不卖，我的研究成果是我们龙国机密。滚，快滚出去！也就是说，在小姑娘被杀害的前夕，有一个神秘人要买赵先生的研究稿纸。可是这和白金案有什么关系呢？警察同志，今天可能没办法再继续问话了。不知道他说的信息到底和白金案的凶手有没有直接关系？陌生号码。您好，我是苏晨。苏晨，可惜了，这电话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在医院没有追踪设备。苏晨，好久不见。我现在不是在白金案面前刷存在感。接下来的话，请你务必要听好。我现在以警员同事的身份同你对话。警员同事，你说。有一个小姑娘被绑架了，我追踪到了地址，现在她被歹徒带到了白金市东部的老城区，具体位置我发到你的手机上了。这不是寻常的绑架，和白金案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距离绑架事发过去1小时06分，我这边救援条件太简陋，无法有效施救，你们务必立刻行动，这关乎一位公民的生命。该不该相信他？这会不会是苏晨的陷阱？如果是陷阱，他完全可以伪装成别人，为什么要暴露自己？我问了一下公安本部，没有接到相关的报案，不过也有可能家属还没发现，所以没报案。连家属都没有发现，那么苏晨又是怎么发现的？他居然比家属先发现。我相信苏晨，他刚刚在电话中跟我讲了一遍龙国的从警宣言。瞬间，原本还在讨论的专家小组集体沉默了。我也相信苏晨，我们也相信苏晨。你们就这么达成一致了？苏晨刚才的发言有很多疑点。白警官，你是从俄国留学回来，直接进入警察系统的特聘专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从警宣言是每个龙国警员从警校毕业进入公安系统时的集体宣誓，是所有龙国警员共同的默契。苏晨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立刻出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专案小组和特警小队迅速秘密出警，以免打草惊蛇。吕局，狙击手这边已经换上了实弹，我们调出了那个地方建筑的地形，结合卫星地图，确认了一个最优的营救方案，还有2个替代方案。好，无伤制服为主，紧急情况可立即射击。收到。车还未停完，特警队长就从车上跳了下来，狙击手、谈判专家和突击救援手紧随其后。
谈判期望不大。一会儿我用热成像确定屋内人的位置，如果歹徒和人质是分开的，突击手直接破门，我配合用电击枪制服对方。听到了吗？收到。不到半分钟，在标定位置的平房附近，特警小组巧声迂回靠近，狙击手快速去到狙击点。特警队长用热成像望远镜观察着平房内的情况。奇怪，热成像上显示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只因送给了小女孩2块磁铁，凶手竟然暴露了身份。这份文件写得非常专业，事无巨细，真是帮我的大忙。没有闻到腐败的味道。假如我是凶手，我该怎么进来？怎么离开？地板、四面墙壁和天花板没有通道，陈设也相当简单，也就是说，只有门或者窗户能进出，门锁没有拆卸的痕迹，3节锁在外做不到完全上锁。那么凶手极大可能是从窗户逃跑的。还有，为什么只有这一面窗户一尘不染？难道窗户的灰尘会留下什么痕迹？窗户是7字形直手锁，又是怎样在不触碰的情况下将窗户锁上的？士兵吗？不行，没有放置点。有人。大爷，是你吗？大爷，你都在里面待了半个小时了，你出来行不？咦？擦窗户有一种先进的擦窗户工具，磁铁玻璃擦。大爷，小姑娘的状况还行，白警官在医院陪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秦警官他们已经把尸体装车，验尸房也已经准备好了。很好，小吕，办事爽利。白金案重启的重要关头，苏晨正好也来一帮专家，简直是神兵天降，机会难得啊！是的，张局长，这回说什么也得破了这案子。对了，张局长，您之前急着管我要白金案的最新进展资料，是上面又派了新的专家来吗？不是，是世界侦探协会驻龙国的代表人问我要的这份资料，说是侦会的会员需要，而且这个会员级别很高。那个人就是我。哈哈哈！市侦会有很多世界级的侦探人物，如果这一次白金案真的引起了某个大佬的兴趣，那么破案就又多了一丝希望。说起来，还真得感谢苏晨，不是他搞这么大动静，白金案也不会如此受人瞩目。不过这家伙自从在棋院逃脱，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在你眼皮子底下。那个家属老人家去哪里了？刚刚去了厕所。他一个远道而来的老人家，在白金市每一个去处，你给他找个休息室安顿好，我批准。好的，吕局。吕局，首先从动机上判断，这个死者绑架小女孩是谋划已久，目的性非常明确，但是他还没有完成谋杀的计划，按常理他是不会自杀的，而且没有哪个自杀者会把自己打扮得如此怪异再去上吊的，所以他杀的推论更合理。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死者是他杀，那么他是怎么进去作案，又是怎么逃离案发现场的？这是王警官做的检测，门窗是内部上锁，没有破坏或拆卸痕迹，室内未发现其他通道。如果凶手有这间屋子的房门钥匙呢？律局，死者所在的房间门锁是3节锁，在外面用钥匙反锁只能锁到第2节，只有在里面手动锁才能锁进第3节。窗户呢？窗户是7字形直手锁，我们试过各种方法从外面将它关上，铁丝钩、鱼线，甚至女警员的头发丝，但是都失败了。窗框结合处没有缝隙，什么都过不去。而且在最初的痕检时，并没有在窗框边缘发现线牙或者别的什么异常的痕迹。什么方法都不行吗？那需要讨论一下自杀的可能性了吗？也不是，还有其他的疑点，集中在尸体和现场房间上。比如现场的房间十分潦草，但是房间有一扇窗户却被擦得十分干净，还有尸体的衣着和被绑着的双手都是疑点。不过这一切的探讨都得建立在确认他杀的基础上。你们说的对，如果这个密室不能破解，他杀的可能就永远无法建立。不知道市侦会的那个大人物能不能破解这个难题。磁铁可以用来擦玻璃，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金属阀门、窗框阻拦不能完全闭合，很接近了。再想想，环形扳手。苏晨一手控制着阀门推动把手，一手操控环形扳手拉，一拉一推之间，咔嗒7字形锁缩解，拿开磁铁，阀门和扳手掉到地上一堆零件中，毫不起眼。磁铁操作会在窗徽上留下痕迹，所以擦掉窗徽是避免警方倒推破解。密室不存在了。小妹妹，你别怕，先在这等着，我们正在联系你的父母，阿姨还有事一会儿再来看你。小姑娘，爷爷，您在叫我吗？祈愿里的披萨味道怎么样？你是父。要保密哦，小姑娘，你能把你整个被带走的过程和在我离开祈愿之后发生的所有事，详细的和我说一遍吗？全都讲一遍嘛，有些事情可能没有关联啊。你只负责说，我自行判断。小女孩将所有事情，每个能记起来的细节都详细的讲了一遍。刚好新进一批磁铁，这难道是巧合吗？等一下，小姑娘，那2位爷爷送你的磁铁是什么样的？磁力有多强？就是这个，陈爷爷和赵爷爷都送了2块。这2块自然磁铁吸力太小，这2个电磁铁吸力倒是很够用，看来这2位老爷爷都有很大的嫌疑。
市侦会那个侦探找出了一个破解密室的方法，附上了图文解释，并且拟定了2个怀疑目标，一个叫陈康，另一个叫赵平，尽快检验一下推断的可行性，然后提审2个嫌疑人。好的。吕平立刻联系了留在现场的警员小队，在得到验证成功推理成立的结果后，立刻对陈康和赵平2人进行了传唤，突击问询。老壁灯，你坏事做尽，是不是你这孙子报的警？放屁！老子睡得好好的，突然就被叫起来了，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哈哈，你这耙耳朵，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婆又把你锁家门外面了，你上哪睡觉去？我至少有老婆。周平，你先在这等着，陈康，你跟我来。陈康，我们调查了你的进货记录，你的磁铁进货时间是3天前，比赵平早1天，对吗？这就是专业的经营者和半吊子的区别。陈康，苏晨劫持案的那一天下午6点20分，你在哪里？在超市，祈愿往东走2个街口的民乐超市。这就巧了，6点30分，民乐超市发生了一起绑架幼女案，而你恰好在10分钟之前到达了现场。你是说那小闺女吧？挺可怜的，好在没什么事情。那个天杀的绑匪倒是遭报应了。至于我去那个超市，只是买菜而已。你家附近不足100米就有一家小型超市，为什么走那么远去买菜？本来嘛，是听说祈愿那边出事了，就想凑凑热闹。这一去就忘了我老婆嘱咐我买菜，所以就在祈愿就近买了。我们刚刚查了超市的监控和购物记录，陈康确实有买菜。好的，我知道了。吕局，秦明专家刚才给了解剖结果，确认了死者死亡时间为下午7点35分到7点50分这个时间段。陈康，下午7点35分，你在哪里？我在捉老鼠。捉老鼠？这莫非是把死者比喻成老鼠？你把过程详细的说说。捉还能有什么过程？就是接灭鼠的活干呗，下点诱饵，放个砧板啥的。你说的是单纯的灭鼠，那种4个大牙、毛茸茸的，不能出现在饭里的老鼠。是啊，难道你要问我捉老鼠的心得吗？我可是这一片最好的灭鼠专家。停，大爷，就是简单的抓老鼠，你刚才结巴什么？警察同志，我婆娘管我太严，我就是想攒点私房钱。你把你灭鼠的客户地址写一下，我安排人去确认。你先出去休息一下吧，让那个赵平进来吧。吕副局长，根据刚才查到的信息，这个赵平可能有点问题。究竟谁才是凶手伪装的？他有不在场证明，他也有合理理由。难道是苏晨错了吗？什么问题？详细汇报。吕副局长，经过多方面调查，死者叫赵四海，30岁，1年前被公司裁员后，参与了网上赌博，负债累累。而赵平是他的亲戚，在过去的3个月内，死者不断向赵平借钱，多次登门威胁，而现在这家伙死了。这也就意味着赵平再也不需要忍受他的骚扰，这也是一个合理的杀人动机。让赵平进来吧。赵平，我问你，昨天下午6点35分的时候，你在做什么？6点35分，我这个人不怎么看表，那个时候我应该刚从白金市祈愿溜达回家。你说你在家，有没有人能证实这件事？我就一个人在家。赵平，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吧。昨天老城区边上的平房区里发生了一场命案，这个死者，我想你是认识的。什么？赵四海死了？赵平，你坐下。我很遗憾，恐怕你之前借给他的钱都打水漂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被赵四海纠缠了3个月，我有嫌疑，我没法脱干净。未确定之前，我们还是坚持以罪从无的原则。赵平，你最好再仔细想一下，究竟有没有人能证明你在6点35分的时候是在自己家里？我确实没有人证，早知道我当时就跟院里的老头们下盘棋了。多余的话不必说了，赵平，你先去休息一下吧。吕父，感觉怎么样？看起来陈康是一个局外人，而赵平嫌疑很大。小珍啊，别这么肯定。当了16年警察，我积累到的最多的经验就是事物最开始的相貌往往会被推翻。我认为这2个人都不简单，何况这案子还有其他的疑点。对。秦明专家已经去调查死者身上的衣物来源了。大热天穿羽绒服上吊，绝对不正常。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他一个开小卖部的，从来没听说过他会抓老鼠。后来被烦得不行，我试了一下，哇！没想到技术真的很高。停！我问你重点，你能确定昨天下午6点35分到6点55分，陈康是在你家吗？确定，我们楼里都是装了监控的。陈康是6点半到的，差不多6点50的时候抓完老鼠的。我们俩还聊了2句，
他离开的时候，我特地看了一下表，6点52。律局，我们查看了监控，和他说的基本一致。陈康是在6点55走出小区门口，录像是连续的，没有断点。我知道了，陈康这边先到这里，我们继续查赵平。赵四海为了不被追踪，刻意选择了一处监控稀疏的待拆区，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一举动却成为了日后警方追查杀害他真凶的阻碍。喂，王专家，我是吕平，陈康的情况已经调查完了，一会儿我把资料发给你，麻烦你写报告给那位市侦会的侦探。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白金案的真凶调换了金陵警察局死刑室的录像，你看能不能麻烦邓警官帮忙鉴定一下监控视频的真伪？好的。吕局，你们来了。是啊，陈康那边没什么收获，赵平不用这么紧张，老规矩，先查查监控。赵平，我查到你在几天前刚刚从金陵市回到白金市，是这样吗？那很巧合呀，就在不久前，金陵市刚刚发生了一起警局内的谋杀事件，而这个谋杀的凶手就是白金案的真凶。白金案发生的时候，我才20多岁，一晃30多年了。赵平，不要转移话题，你去金陵市是做什么？我去旅游，金陵市是一个大城市，一直想去。说话间，赵平的眼神中有一瞬间的躲闪。赵平，我对犯罪微表情有专业的研究，我提醒你，如果你说谎，将会增加你的嫌疑。吕局，白专家，我们刚刚有一个重要发现，在赵平回到白金市后，赵四海曾经来小卖部找过他，并且两人发生了争执。赵平，这么重要的事情，在昨晚的问询中，你居然只字不提。李景浩，别想敷衍过去，把整件事情详细讲一遍。还有，你为什么会去金陵市？我全说。其实我去金陵市并不是去旅游，我是去躲赵四海了。自从他沾上赌之后，为了借钱已经威胁过我很多次，没想到刚刚回来就又看到他阴魂不散的守在这里。表舅，你开小卖部真是赚了不少，都能去大城市旅游了，玩得怎么样？赵平，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初你心脏支架手术就是借我们家钱做的，现在我有难处，你不帮一把，还把我往外轰。我借的钱，我做手术的第2年就还清了。姓赵的，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赵平，你一点忙都不肯帮是吧？你们这帮亲戚都一个样，一群白眼狼，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你们知道吗？你们会后悔的。警察同志，你们见过嗜赌成性的人吗？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赵四海死了，我一点也不难过，我还想谢谢那个凶手，这是一种解脱，少了个祸害。没有说谎的迹象。你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调查就先到这里。老大，你也别太有压力，你看我就没压力。废话，你又不是副局长。接到另一组人的消息，他们调查到，在近1年的时间里，陈康没有出过白金市。我听说那个侦探坚持认为本案的凶手和白金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而白金案的真凶不久前刚从金陵市逃脱。到底是陈康真的没有嫌疑，还是那个侦探判断有误？本来以为破案有希望了，但是调查到现在，始终挖不出关键点。喂，秦警官，那件羽绒服调查的怎么样？我们已经调查了白金市所有的服装供应商和门店，没有找到来源。我们怀疑这件衣服不是在白金市买的，正在扩大范围到周边市。依旧不是好消息啊！身为节目组逃犯，却让一众专家给我打下手。社会小弟帮我打探追捕组踪迹，只因我是苏晨。恁这儿有没有果汁？要凉了。老大哥就在那里头，你自己去拿吧。中，谢谢。顺便问一句，冰柜里那些硬邦邦的小袋子是啥？那个是冰袋，是保持低温用的。挺有意思了。给你的果汁。谢谢大哥哥。朕的太凉，你一次不要喝太多，慢一点喝。警方那边又打报案件进展了，看起来我们的警方遇到了一点困难，始终找不到关键的突破点。陈康在灭署，有人证，时间与监控视频时间一致，近1年没有出过白金市，不认识死者。赵平一个人在7楼的家，无人证，但是小区监控视频显示没有出门，不久前去金陵市旅游刚回来，曾与死者发生争执，有目击证人。而白金案真凶是潜伏在金陵市20年，警方建议可考虑其他嫌疑人或者自杀可能。有意思，小姑娘，你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好像是时间。说得对，作案时间是作案的基础，而警方的资料写着陈康和赵平都没有作案时间。苏晨哥哥，我不太懂，你想说什么？秦明的专业能力很强，他给出的死亡时间大概率不会有问题，但是有时候死亡时间未必就是真的死亡时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爸，鉴于那个奇怪的凶案现场，我怀疑凶手使用了某种方法来阻碍秦明专家的死亡时间推断。
苏晨哥哥，你要去哪里？没什么，就是去上个厕所。不知道警方有没有新的进展和发现？赵平，我们在红色羽绒服上检验到了你的指纹。警察同志，这个羽绒服是赵四海来我家闹的时候拿走的。吕副局长，秦专家那里传来消息，已经确定羽绒服是1个星期前赵平在金陵市中心商场买的。如果真的是赵四海为了泄愤抢了赵平的新衣服，那么他为什么自相机平白无故穿在身上？所以这衣服要么是凶手给赵四海换上的，要么就是赵四海出于特殊原因换上的。莫非赵平还有什么隐情没有讲出来？这个赵平也太能藏着掖着了，衣服的事非得是到临头才愿意承认，这不是给咱们破案徒增难度、浪费时间吗？我看咱们还是直接再去找赵平，面对面把事情问清楚了。自从凶杀案出现之后，整个白金市的人乃至全国都在关注着这个案件的进展。我感觉我们已经被遗忘在了世界的角落。白金案毕竟是全国第1大案，查了1天就找到了苏晨停在巷子里的车，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找到。苏晨刻意避开了摄像头，查监控也没线索。苏晨这小子到底跑哪去了？哦，西瓜，西瓜，快把我扔进去！这丫头也太激动了，看来鹦鹉国是真吃不起西瓜呀。你们不吃吗？真的不吃吗？丫头，这个我经常吃，你赶紧吃吧。二哥，我本来在网吧玩得好好的，突然那人就冲进来，把我推倒，抢了我的电脑。你瞅啥？小子，我问你，网吧里揍你的那个人有多高？穿着什么？长什么样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别挡路！见过这个吗？有点眼力见。别，大哥轻点。一把小刀也敢威胁我？老子16岁上战场，扛枪的时候你们还没钻出来呢。哥，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哥，你想问什么？我说，我都说。你把当时网吧的时间、地点、整个经过给我们详细的讲一遍。好，我说，我全说。粉毛将苏晨的样貌特征、如何抢电脑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基本上差不多。之前警方说那个小女孩的位置是苏晨给的。他行事一向谨慎，那慧儿可能是真的着急了，一心想要救人，所以才会落下这么多蛛丝马迹。苏晨是因为着急救人才露出破绽的，咱们顺着这条线索，多少有点胜之不武。不过该抓还得抓，走，上车，实则生变。喂，碰着了。是，大哥，你说的真准，我带着兄弟们就在你画的地界里晃荡了3个小时，还真碰到了和你说的一模一样的人。哥，他们是谁啊？怎么，我还得向你请示汇报了？告诉我他们的动向。是，大哥，那几个人挺凶的，对我们动手来着，所以有个小弟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去星星网吧了。知道了。专家小组的动作还真快，伪装成社会大哥，本意是想让小弟打探追捕组的踪迹，没想到粉毛这么怂，把我在网吧的事全供出来了。看来警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的行动要快一些才行。尸体的死亡时间如果有问题，那么这一次或许到了揭晓真相的时候了。目前有2个疑点：为什么要穿羽绒服，又为什么要看暖气？神段数，时间再往前调一点。好，现在开始推演。让那些把我逼到走投无路的人后悔去吧。今天过后，我就全国闻名了。我现在就杀了他。看起来，这个赵四海模仿白金案，就是为了报复社会。正当匕首要划入小女孩的脖子时，一滴液体突然打在了赵四海的人体。瞬间，赵四海觉得四肢失去了知觉，瘫坐在了地上。你太心急了，办事毛毛躁躁，进来的时候竟然没发现屋子里有人吗？你刚才那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从金陵带来的好东西。金陵公安局的死刑室有很多高级的化学玩意，比如说这个脊髓抑制剂，能让你动不了，但是意识清醒。最棒的是现有技术没办法检测出来。金陵市随行，你是白金案的凶手。小点声，不过也没关系，毕竟你选了个好地方，附近没什么人。说真的，我很厌倦你们这些模仿犯，你们只是单方面的给我添麻烦。以前我不管，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来收拾一下你的烂摊子。你敢信？身为节目组的唯一逃犯，竟然潜入警局领导一众专家破案。此时赵四海已经完全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在自己身上为所欲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能在时间上骗过警方和法医专家，应该是设置了一个死亡延时装置，在凶手离场之后，这个装置才被触发将被害人杀死，让作案时间和死亡时间不对等。那么在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内，凶手有不在场证明也不奇怪了。那么凶手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延时装置呢？这个延时装置最终导致的死者的死亡姿势是悬吊死，那么它必然是防止死者被立刻吊死的装置。男人将赵四海拖到吊扇下面，将他的双手绑住，又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赵四海的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惊恐和无计可施的绝望。
接下来凶手会怎么做呢？对于这个装置的推理，还是得从现场的异常细节分析入手。那么就要回到最初的问题，开着的暖气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是融化冰袋？如果把一堆冰袋放在死者脚下，开始死者踩在冰上维持生命，但是冰袋融化之后高度降低，死者没有立足之地，自然就被勒死了。等等，恢复原状，这个推断有些问题。如果是站立，那腰小腿部分高强度紧绷，会有大量乳酸堆积和高浓度钙离子，但是秦明给出的报告是肩膀和手臂部分存在高浓度钙离子，小腿偏低。另外，大量的冰袋不好运输也不好回收，而且如果赵思海乱动，把冰袋踢散，提前死亡，那就没用了。一个好的装置应该是既能防止他自救，也能防止他提前自杀。再想想，这个暖气片的缝隙很大。冰袋回收绳结，回收绳结在绳子紧绷时系结很紧，可当绳子松弛时，系结就会松开，轻轻扯动绳子就可以进行回收，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耶。开始推演，头套男拿出一根绳子，将绳子绕着胸，在赵四海腋下系了一个回收结。赵四海疑惑地盯着男人，是不是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你？现在是不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头套男将绳结的另一端穿过暖气片的缝隙，并在末端绑上了一个冰带，卡在缝隙处，将赵四海吊起来，最后将赵四海脖子上缠着的绳索系在了吊扇上。不知道效果如何，现在开始实验。随着时间的流逝，麻醉药效逐渐褪去，赵四海开始拼命挣扎，而贴着暖气片的冰袋也慢慢融化。当它几乎融化成了水袋时，从暖气片的缝隙里挤了出来。赵四海整个人立刻向下落去，系在他脖子上的绳子瞬间崩解，赵四海很快便失去了意识。这时候，凶手只需要在窗外把绳子和冰袋回收，然后用磁铁锁上窗户即可，这样整个现场就完成了，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再思考检查一下。第一问，作案的工具是否合适？是否能获取，方便运输？是。第二问，作案的手法是否可控？会不会发生意外？吊在半空中的赵四海几乎没有任何着力点，双手被捆绑，没有挣脱的可能。另外，冰袋可以较为精确地控制死亡时间，暖气的温度是固定的，事先计算出一个冰袋融化的时间，那么再叠上一个冰袋，时间就乘以2倍，3个就是3倍，简直就是一个简陋的倒计时装置。最后一问，这个手法是不是能照顾到案件现场的所有细节？穿羽绒服有回弹性，可避免在胸口产生勒痕，留下痕迹。赵四海的剧烈运动痕迹是因为在麻醉失效后拼命挣扎想要脱离，手上的绑带是为了防止赵四海挣脱，开着的暖气片是为了融化冰袋，一切都被串了起来。看起来凶手的手法已经不再是秘密了。那么嫌疑人的作案时间范围也可以扩大一下了，他完全可以在赵四海回到屋子里后立刻动手，然后在警方赶来之前就把绳子回收。还是赶紧把最新的成果发出去吧，白金市警方应该给我加个鸡腿。网管说是有一个人闯了进来，在电脑上一通操作，我查了一下，那台机子被清理得很干净，是个高手。这就更可疑了，能这么干的，很难不怀疑是苏晨啊。监控情况怎么样？这个人应该是刻意避开了录像的死角，没有留下什么信息，怎么办？没有监控录像，未必就查不到。咱们换个思路，这一片的监控挺密集的。妹子，你去地图上把所有监控的范围涂黑。涂黑后只剩下2条路，一条通往一处老居民楼，一条曲曲折折到达了白金市警局。居民楼应该是苏晨来时的方向，警察局嘛，要是一般的逃犯可能不会往那里钻，但是苏晨那就未必了。早，去警局。刚刚的神断术推断可以肯定凶手就是38年前白金案的真凶，但是陈康和赵平都没有在金陵市长期停留过，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你是说等待室里除了那小姑娘之外还有一个老头？哦不，老人家。查过那老头的身份证吗？因为吕局认出老人家的脸了，而且最近破案比较忙，这个老人应该有问题。哎，吕副局长还是不了解苏晨啊。我靠，完了，苏晨这是不是被堵在警察局里了？我低沉哥，看来同一招还是不能一直用啊。追捕小组进化了，石勇迅速召集起来仅有的几个刑事科的人手。兄弟们，前台妹子说苏晨在2楼厕所，咱们悄悄上去，一队跟我去堵厕所，2队一层一层筛查，打他个出其不意。明爱和罗辑你们留在一层，把守出口，行动轻着点，别让苏晨发现了。本以为是瓮中捉苏，没想到电死的长着又飞了。石警官，2层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苏晨的痕迹。冲进去，用最快的速度打开所有的隔间，一旦发现里面有人，不管长什么样子，都直接控制住。瞬间，每个隔间都被打开，枪口指着门内。带薪蹲坑饭碗吗？你赶紧弄好，把裤子穿上。石警官，这里发现了一个人，需要带出来闻一下吗？暂时不用了。苏晨从这里跑下去了。
这小子的反应怎么这么快？靠，苏晨！哈哈哈哈哈哈！石警官何故发笑？苏晨虽然反应快，但是时间来不及，手忙脚乱跑到了那处死巷。只要我站着这个制高点，用枪一直瞄着他，那他就只能躲在那里。哦，石警官，那你守在这里，压制住苏晨，我们现在就下去，来一个瓮中捉鳖。动作快一点，我看苏晨这次怎么跑。他只要一探头，我100%能打中他。他要躲我的枪，就只能乖乖待在那里，让你们抓。苏晨，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苏晨，你给句痛快话，投不投降？早听说这个石勇是个退伍军人，枪法可真准。这要是跑出去，不出3步就会被打中。如果我是刚知道你们的行踪，那现在确实被逼到了绝路。只可惜社会小弟早就告诉我了，我早有准备。你是苏晨？不对啊，石勇在2楼瞄着，苏晨怎么可能随便跑出来？就算苏晨跑出来，又怎会回到警局门口自投罗网？正当刑警犹豫之际，又走来一个乡下打扮的老头，紧接着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又一个老头一时间，所有警员都懵逼了。石警官，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些意外，有一群不认识的老年人堵在门口。我知道，我看见了。奇怪，门口的安保人员怎么没有拦着他们？他们又是谁？真是见鬼了！石勇，我之前看过白金案的卷宗，这些人全都是白金案死者的亲属。你说什么？受害者家属如果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话，那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啊。苏晨那小子，以苏晨的反应速度和变换外形的手段，他一定已经混进了这些家属中，是妥妥的阳谋啊！偏偏我们还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苏晨混进去逃走。事情有些蹊跷，我刚刚查到，大概我们离开饭店的时候，白金市警局档案系统受到了一次来源不明的黑客攻击。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苏晨以此来获取白金案受害者家属的联系方式。眼下这突然造访的家属们，恐怕就是苏晨的手笔。这竟然不是巧合，原本想打苏晨个出其不意，没想到自己却成了跳梁小丑。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难道只是为了逃脱我们的抓捕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个恐怕只有苏晨知道了。大爷，您说什么？是白金市警方把你们叫过来的？不可能啊，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这件事。哎呀，警察同志，我老汉能说假话吗？我们可是接到了你们警察局的电话，说有关白金案，需要我们过来配合工作。这么大的事我们哪敢怠慢，喊住亲戚们就来了。确确实实是警局的号码打过去的。哦，对了，警察同志，听电话里头的同志说，俺们的车费可以报销，请问找谁报啊？我们这次赶来城里，是大家东拼西凑借钱买的车票。这个，警察同志，你们说的可以报销的。我来吧，车费我先垫付吧，总不能让人家花钱跑一趟。反正我的亲哥罗明有钱，还很多。哼，苏晨这西瓜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把受害者家属都骗到这里来，如果只是为了逃脱我们的追捕，那未免有些不厚道了。苏晨不太像是做出这样事的人，应该另有目的。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苏晨该不会是想让这些受害者的亲属们见证什么吧？难不成苏晨破了白金案？刚刚侵入警局的信息系统，查到陈康和赵平2个人都没有长期滞留金陵市的记录。从目前掌握到的资料来看，杀害赵小月的就是白金案的真凶，在金陵市潜伏了很长的天。这次杀死绑匪的也是他。可是赵平和陈康2个人，只有赵平先前去过金陵市旅游了几天。有没有可能是在金陵市旅行时，赵平被那个凶手替换了？现在的赵平不是真正的赵平，很有可能，但是没有依据啊。如果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那么凶手恐怕要在陈康和赵平之外找了。先去赵平那里，想办法确定一下他的身份，别真的是被替换了。侦探先生，我是白金市警局副局长吕平。我们刚刚确定，案发现场死者身上的红色羽绒服是赵平在金陵市所买。我现在正在带人去赵平的小卖部进行第2次举证。现在吕平应该知道了我的伪装，还是先不去赵平那里了，免得跟吕平碰面。先去找陈康确认一下吧，正好有些事情想问他。在案件进展记录中有一个细节，陈康在看过一个短信之后，立刻离开了灭鼠的那人家，是他老婆在催他吗？究竟是巧合，还是别有深意？你最近每天看店看到半夜，我这有老公的人和没老公的有什么区别？老伴啊，现在的小年轻都睡得挺晚的，12点之前还有很多客人。那家里的女人你不管了吗？下次一定。老伴啊，我出去走走，那个茶杯你记着给我洗了放柜子里啊。男人60是不是就都不行了？请问老板在吗？
男老板刚刚出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你有什么事？真不敢讲。口渴了，想买瓶水。行，我给你拿。哎，好。柜台上那只小茶杯还冒着热气，而徐晴的嘴唇很干。那只茶杯应该是陈康用过的。1块钱。好。哎，你看着点。对不起，妹子，这多少钱啊？我赔给你，我就这么点儿。你，哎，糟心的慌。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啊。看来吕平他们也赶到了，还好我改变了计划，不然岂不是被这警车正好好的包围住了？苏晨啊，苏晨，这个节骨眼上，你小子可真能给我找麻烦。安顿警局那边的家属花了1个小时。不过好在最新的进展已经发给那位神秘侦探了。有这个大佬相助，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一个添麻烦，一个帮大忙。果然，人和人是有差距的。怎么回事？门居然是锁着的。赵平，我们是白金市公安局，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破门，我有搜查证。赵平跑了。38年连环嘎人悬案的重大嫌犯登上动车，跨省逃窜。那可是龙国几10年最残忍的头号杀人犯，一刀封头，危险指数相当高。查到嫌犯的座位号了吗？他不在座位上，明显是有所提防。经过天网比对，6号车厢09F 座位上的人脸90%的几率是嫌犯，立即行动。天网是监控系统融合人脸识别技术的新型追踪系统，只需输入照片即可利用摄像头精准定位，实时追踪。只见座位上那老人丢下包裹，转身就跑，乘警立刻箭步冲上前，将人扑倒。别碰那个包裹，先疏散乘客。旅客朋友们，列车马上进站前1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行李物品，有序下车。38年悬案白金案破获的最后关头，我们白金警方必须在场。不过，事情真的结束了吗？总觉得这件事情太过蹊跷，解决的太快，还有太多的谜题没有解开。几名乘警将一位干瘦的老人押下车，吕平径直跑了过去，身后的警员疏散围观群众，进车检查老人包裹，有序展开。此刻，所有人的内心都非常激动。赵平，跟我们走吧，回警局坦白从宽。话未说完，吕平愣住了。这个老人眼窝深陷，瘦削的脸因为恐惧几近扭曲，他浑身颤抖，竟然两脚一软，扑通跪在了地上。赵平，你干什么？警察同志，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给你磕头，我不该跑啊！警察同志，我是人老糊涂了。昨天你们打电话跟我说要拘押我，我实在太害怕了，脑子一犯浑就想着跑。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问什么我都说，只要不死，什么都说。什么？打电话，哪个警察在抓人之前还要电话通知犯人一声？你说我们电话通知你要对你进行拘押？是啊，就是警局的号，那人说话很凶。律局，我们检查了赵平的包裹，就是个人物品，没发现可疑的东西。有人用警方的号码进行电话诈骗，恐吓他诱他出逃，诱导警方倾巢出动，这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而那个真正的凶手，恐怕就等着这个机会从白金市逃跑。另一边，陈康在翻箱倒柜收拾东西，准备跑路。而此时出现一个年轻人，看来比起上次，我运气不错，男老板没有出门。你是苏晨，这是追凶直播的模拟逃犯苏晨。这个人能逃这么久，绝对不是一般人。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找我做什么？有何贵干？陈康，我从白金市祈愿离开后，差不多5点钟，你来到祈愿和白衣服小女孩和赵平有过简单的接触。6点20分，你跟小姑娘相差几分钟，先后到达祈愿附近的超市。你调查我？只不过是逃进警局，看见了一些资料。晚上6点20分你在超市，而恰恰在6点30分，那家超市发生了一起幼女绑架案，受害者正是那个小女孩。警方已经问询过了，我没必要再跟你解释一遍。我梳理了一下时间线，小女孩被绑架的时间是6点30分，而诡异的是，绑架小女孩的凶手却在当天晚上死亡，死亡时间介于晚上7点35分到7点55分。之后，警方在8点05分到达现场，发现了尸体。也就是说，绑架犯在6点30到7点55，1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成功杀害小女孩。当时你恰好在附近，会不会是你出手救下了那个小姑娘？你应该挺喜欢那孩子。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我那个时候在给一户人家灭鼠，根本没有时间去解救那个小姑娘。你这个假设不成立。未必，延时死亡装置，超市距离案发地只有10分钟左右车程。我猜测6点20几分你提前离开超市，赶往案发地，守在那里。6点40左右，绑架犯挟持小女孩也回到了平房。这时你控制住了绑架犯，把他吊在了延时死亡装置上。得手后，你便离开了，去那户需要灭鼠的人家，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警方是8点05赶到的现场，而你根据记录是7点55出的小区，小区距离案发地只有5分钟步行路程，你有10分钟的时间到案发现场，回收绳子，布置密室，然后离开。很有趣的猜测，但是很可惜，你的猜测有致命的漏洞。
假如我提前离开，我又怎么知道那小姑娘被绑架？我又是怎么提前知道那绑架犯会去到哪里？而且我陈康和那绑架犯根本没什么交集。除非你不是一般的小卖部老板，你是38年前白金案的凶手。年轻人，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哦。你简直是臆想魔怔了。金陵市公开案情，所有人都知道白金案的真凶潜伏在金陵市内部许多年。我可是从来没有出过白金市。陈康有些不耐烦，又开始在柜子里翻找着什么。你不要浪费时间了，不买东西就赶紧继续玩你的逃亡游戏去，不然我报警抓你了。你在找你的茶杯对吗？对不起啊，我不小心把它碰碎了，不过我留了块碎片。你猜我为什么觉得你是白金案真凶？苏晨掏出来几个密封袋，其中一个装着的是一个碎瓷片。碰碎了，你知道它对我有多重要吗？它对我也很重要。陈康先生，您知道吗？人的唾液里面有很多活细胞，这些细胞有着完整的 DNA 序列，而我收起来的这个碎瓷片，恰好沾着一些你的唾液。这个是你的女儿的头发，你女儿的男朋友提供的，还有毛囊的头发，也有完整的 DNA 序列，所以我做了一个 DNA 的亲子鉴定，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那就是你和你女儿没有血缘关系，你不是陈康，对吗？你就是白金案的凶手。陈康一个小卖部老板，不可能懂黑客技术，可是你这些天用家里的电脑黑进了白金市警局的系统，冒充警察，恐吓赵平，让他畏罪潜逃，为你吸引警方的注意力。而且你的灭鼠技能也是最近才展示出来的。你从金陵市逃跑后，为了避免暴露支付痕迹被追查，你只能用现金付款。你灭鼠是为了攒车票钱而逃窜的经费，而且你订了今天的客车，对吗？说话间，陈康的右手忽的一甩，瞬间几滴无色的液体落到了苏晨和青年人中的位置。脊髓抑制剂，我从金陵市带出来的好东西，难以预料，难以预料啊！我出了这么多招，逆势、死亡时间的误导、赵平的诱饵，还有身份替换，但凡有一个成功了，我都能全身而退，能被你这个盘外人拆掉所有的招数，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苏晨伸手抹了一下人中上面的水渍，那小老头子震惊不已。你怎么还能动？这不就是清水吗？此时苏晨拿出2个药瓶，正是老头子口中的药剂。你什么时候把我的药剂调包的？我知道你有一些奇怪的药，自然是有所提防的。刚刚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我手下的小动作，你当然是感受不到的。陈康后退了2步，一双老眼里震惊的无以复加。你到底是谁？在是追凶直播节目的模拟逃犯之前，我最先是警察，真正的警察，而你不是陈康，是白金案的真凶彭宇。一只只死老鼠，一张张女人绝望的脸，他们临死时的呼吸，地上流淌的鲜红的液体，深深刺痛着老人的脑海。突然，老人发疯般冲向年轻人，却3下2下被制服，失神的瘫坐在椅子上。你不是我的对手，交代吧。38年前为什么嘎那几个女孩，又为什么时隔20年再次出现，嘎了碎尸案的真凶赵小月和绑架犯赵四海？这要从我的悲惨童年说起。1977年，在白金市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有一个破烂的学堂。当年我是同期最优秀的孩子，可是我的父亲对读书嗤之以鼻，用绝对武力控制。初中毕业后就让我退学，一辈子守着家里的那几块地，只要听到我读书就暴打一顿，无休止的整嘲打骂，我的内心疲惫压抑。某天夜里，被父亲毒打一顿后，我抓住了一只老鼠，将它玩弄至嘎，发泄了对父亲的怨恨。然而第2天，父亲却反常地夸奖了我：老鼠是害人的东西，你做得非常好。从此我开始非常热衷于抓老鼠，研究出各种玩法，将老鼠玩弄于股掌之中，看着那些老鼠痛苦，互相攀咬，感受到极大的快感。直到有一天，出现了。彭宇哥哥，你好厉害哦！被人崇拜是一件幸福的事。为了保持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我不再折磨老鼠，它像个跟屁虫一样，天天围着我转，安慰我，逗我开心。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他激动地对我说：“彭宇哥，我要搬家了，我要去城里读书了，你跟我一起走吧。你那么聪明，以后肯定可以当大学生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心动了。在他的掩护下，我躲进乡里乡间的城市炫目的灯光，街上衣着更新的人们，饭店的叫卖，这一切都冲击着我的世界观。可是第2天，他的家人却发现我，要我岳父回家，还父亲一顿肚子，已经见过光明，我又怎能再次忍受黑暗？1年刚好恢复，我决定参加高考，一边在田里干活，一边灭鼠攒钱，偷偷学习。第1年，我距离金陵大学只差3分。第2年，高考那天被父亲锁在了房间里。第3年、第4年，父亲撕了我的准考证。你不要再幻想了，你这辈子就是做农民的命。万念俱灰之下，我离家出走，逃到了白金市，风餐露宿，濒临死亡。鬼使神差的，我溜进了一栋家属楼，正打算离开时，被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撞了个正着。我哀求她放我离开，我一个黑户，被关进警局就完了。可是她不肯，要喊人来抓我。瞬间，我只觉得眼前发昏，下意识地拿出小刀划过那个脖子，
那是我第一次打人，似乎跟灭鼠没什么区别。拿了财物，打扫好现场，我就离开了。那确实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便开始朝思夜想那些姑娘。很快，第二个我实现踩点，4级结束后割取了一部分组织作为战利品。第三个，我用他的孩子要挟他就范。当时警方将这3起案件命名为白金市连环杀人案。直到第4个出了意外，看着那个小姑娘失去血色的脸，忽然间，当年那个她浮现在我眼前，惊觉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恶魔，让我觉得心碎。从此，经常在梦里，小女孩狰狞着一张脸。你为什么要嘎了我？自此20年，我没有再嘎人。至于赵四海是个意外，打了赵小月以后，我逃到白金市，本想赶紧逃到远处的，没想到你苏晨也逃亡到了白金市。警方进行了严格的封锁，把我困在了白金市。偶然间在赵平的小卖部，我目睹了赌徒赵四海和赵平的争吵。多年经验，我一看到那赌徒的目光，就知道他想要嘎人，然后跟踪他，知道了他的目标。看到那个小姑娘，我震惊了，太像了，太像那个小女孩了。我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句狰狞的话：你为什么要嘎了我？于是我做了一个很不理智的决定，我要嘎了这个赌徒，救下小女孩。我替换了赵平旁边小卖部的陈康，很快摸清了小女孩的作息时间，凭经验判断赌徒应该会在祈愿把小女孩拐走，于是假扮陈康和赵平一起去祈愿找小女孩，并且带了药剂，准备对赌徒动手。可又是你苏晨在祈愿搞事情，把特警都招引过来了。接下来就是你之前说的那样，我提前离开超市，潜伏到平房，麻醉赌徒，布置现场，灭鼠制作不在场证明，回收绳子。赵小月呢？18年前你为什么没有嘎成功？前段时间你在金陵市死刑室嘎了他，是谁帮你替换的监控录像？以你的经历，你应该不会黑客技术。又是谁帮你伪造警方的电话诓骗赵平逃跑？还有你在灭鼠那户人家，又是谁发消息提醒你赶紧过去收拾残局？早警方一步完成了布置，你是不是有一个团伙？一个比你更加隐秘的罪犯还没有露面？不可说，不可说吗？彭宇，你到了这个处境已经没办法翻盘了，又有什么不可说的？年轻人，我欣赏你的能力，说的都是真话，听我一句劝。别去接近那些人，把他们忘了吧。见识过他们的恐怖，你绝对会后悔的。年轻人，我是在救你。你不说，我不说。用什么方法可以敲开他的嘴呢？正当苏晨思考之时，突然脑中传来一声声嘶力竭的兽吼，瞬间将他拉进了脑海中的星空空间。只见许久未露面的谢轾伤痕累累。怎么回事？谢轾抬起前手将苏晨摁在了第2个太阳浮雕上，强行开启了第2个太阳浮雕铁面攻关心术。可是还没有达到点亮的条件啊。苏晨忽然被拉入了另一个空间，彭宇脑海中的存储记忆。18年前，金陵大学门口。学妹，你要回家是吧？那我先去公寓了，路上小心，拜拜。学姐也是，明天见。是金陵碎尸案的凶手赵小月和受害人赵清泉的女儿。赵小月走到一个巷口时，突然冲出一个黑衣人，瞬间她的喉咙被划开，跌在地上，捂着脖子挣扎。是彭宇，这是他第5次作案的记忆。我和你们说过，我不会再干第5个人了。你只需要划一道，剩下的事情组织自有安排。白衣人朝着绝望挣扎的赵小月走去，用专业的手法给他进行止血通气的急救。你知道吗？这种濒临死亡的人是最美妙的。这个时候，他处于半昏迷，意识防线最为薄弱。我现在对他进行催眠，我的指令就会深入到他的潜意识。他醒来之后，会不顾一切地完成我的任务。你去打了你的学妹，下手要重一点哦。我想想，要不就切成一块一块的吧，要足够惨烈才行。嘎了他。催眠，赵小月一直以为自己患上了心理疾病，所以打了学妹，知悉都不知道自己被催眠做了棋子啊！见鬼，这种催眠术真的存在吗？为了杀一个女孩，何必如此大费周折？让2个好朋友相互残杀，这是多么好的一出悲剧，多么美妙的一出戏！何况那个女孩的父亲在研究对组织不利的东西，那支失踪的军旅小队的真相就该永远的埋没。看到自己的女儿变成一块一块的，这位父亲大概会疯掉吧？快走吧，我要打120救人了。此刻苏晨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个组织的恐怖和罪大恶极。军旅小队失踪案，龙国的保密及悬案，专家组的石勇好像是那支小队里的唯一幸存者。你看着他，我联系警局来带他走。我有其他事先走了。渴了就只能喝泥水，饿了就生吃鸭脖虫子，困极了也只能睁着眼睡几分钟，还要时刻防备毒瓦斯攻击，甚至是应对围攻绑架。这就是猎人学校每个学员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训练。猎人学校是一所特种兵训练中心，每一位进校受训学员第一件事便是签生死状，毕业淘汰率高达80%。而追凶直播节目的追捕组新来的2位学员就出自于猎人学校。
大家好，我叫郭鑫，南部战区特派人员，节目新晋专家组成员。大家好，我叫陈小云，同为南部战区特派人员，请多指教。战区军人怎么会突然来参加这个追凶直播节目？难道就是为了抓一个模拟逃犯苏晨吗？来新人节目组为什么连个通知都没有？哟呵，来头不小。那个男人身上的疤痕是猎人学校的毕业仪仗。看架势，这2位应该都是现役特种兵，此次来到节目，肯定是在执行任务。听说你们这次又被苏晨耍了，希望我们的加入能帮你们早日抓到苏晨。这么直白的打脸，真让人尴尬呀！这一次模拟逃犯苏晨不仅从追捕组的围追堵截中成功逃跑，同时还潜伏在警局破获了龙国顶级悬案白金案。除了追捕组脸上无光，白金市警方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时间，副局长和特警竟成了给逃犯苏晨打工的工具人，正被记者围堵在警局，句句诛心。大家好，我是追凶直播节目的外场记者卢宇。38年连环嘎人悬案的真凶终于落网，请问吕副局长，你们是怎么解开凶手的谜题的？主要是我们警方四处奔波，再加上苏晨在逃亡中透露的消息。其实这个案子是苏晨破的，我们主要是收集信息和汇总。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破解呢？是因为不想吗？因为这样破案比较快。真的吗？我不信。听说苏晨这几天一直潜伏在警局，你们不仅没认出来，还给他传送案件资料，是真的吗？大姐，追凶直播上亿观众看着呢，给点面子行不行？还有抓捕真凶时，你们为什么要走相反的路线呢？我还有事处理，我先走了。吕平刚想脚底抹油溜走，就见警局所有的屏幕都亮了起来。苏晨出现了。大家好，我是苏晨。这次露面是为了给所有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毕竟是我把你们叫到了警局。38年了，白金案的真凶终于落网，他必将受到龙国法律的严惩，受害者终于可以安息，你们也终于可以得到慰藉。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属于每一个为这个案件奔波的警员。保护老百姓、维护正义是我们龙国警员的宗旨。无论何时，你们都不会孤单，龙国的警员会一直陪在你们的身边。希望之后的每一天都是你们崭新的开始。这一刻，家属们望着屏幕，泪流满面。谢谢你们的付出，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安息的。姐，你安息吗？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我们龙国的警员都是好样的。苏晨向镜头敬了敬，便消失在了镜头中。好，苏晨依然是个好同志啊！我一定要抓到苏晨。怎么想要签名？哼，签名算什么？我要合照。各位，之前的案件告一段落了，追捕苏晨的事情还要继续，请各位打起精神。众人看向郭鑫，对他的强硬颇有些不满。我们有任务在身，具体任务不方便透露，但是抓捕苏晨是当务之急，希望各位理解。苏晨肯定是要抓的，但是如果你们不能跟我们信息共享，我们很难一起合作吧？对哦，你们的话好像是说我们在耽误你们的时间，那你们倒是说说，现在去哪里抓苏晨啊？苏晨现在正在赶往火车站。什么？刚刚视频连线，背景画面全部虚化处理了，你凭什么判断苏晨要去火车站？有3个依据。首先，映射在他脸上的光线不断在变化，这说明他正在移动，大概率是在交通工具上。其次，有轻微的火车鸣笛声。即便如此，那也只能证明他附近有火车经过。你凭什么就断定他是去火车站？这也就是我要说的第3点。李海，男，58岁，已国籍华侨，此前因涉嫌泄露龙国保密级文件被我们重点监视。而在2个小时之前，他正在试图联系苏晨，达成某种协议。苏晨很有可能已经接受了林海抛出的橄榄枝，并且正在赶往火车站前往云边。开什么玩笑？上山明爱刚想站起来质疑，却被石友一把拦了下来。丫头，军人是不会拿任务来开玩笑的。况且郭鑫的前2条推断也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石勇在心中是认可郭鑫的推测的，但是当他听到云边2个字时，依旧难以控制内心的波动。云边就是他们曾经与越国展开自卫反击战的最初根据地。为什么是云边？因为我们监视的目标林海昨日刚刚到达云边。花吧。此时苏晨确实正坐在出租车上赶往火车站。原来当他抓住真凶离开以后，收到了之前关注他的阿加莎协会会员的消息。苏晨，我们米国这边有一位客户有事相求，我现在转发他的消息给你。阿加莎协会是世界侦探榜 Top 10的，何必来找我？苏晨同志，你好，我叫林海，是一名华侨。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龙国在几10年前发生的保密级悬案——军旅小队失踪案？就是赵清泉研究的军旅小队失踪案。我知道，你说。18年前，赵清泉研究成果的幕后买家是我，他消失的研究成果现在都在我的手里。你想要表达什么？苏晨同志，你不要误会，我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挖掘出这个悬案背后的真相。那支小队的军人是我的战友，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如果你愿意合作，希望你能来云边，我们在白金市有人可以协助你离开。军旅小队失踪案追捕小组的石勇
是那支小队里的唯一幸存者。那个神秘组织的人不想真相暴露，制造了金陵大学碎尸案，弄疯了专门研究这个案件的赵清泉。这绝对是一趟浑水。别去接近那些人，把他们忘了吧。见识过他们的恐怖，你绝对会后悔。30分钟后，让你们的人在白金市火车站等我。是苏晨先生吗？是的，这是开往云边的列车站，还有一张证件，证件已经处理过，不死扫气的场所完全没有问题。距离发车还剩下10分钟。林总交代，如果追捕组过来，我们会给您断后，您放心上车。断后？我连你是个什么角色都不清楚，怎么可能会断了后？追捕组可是一把利剑，陪伴在侧才更有趣，我才更安全。连线警局，我只处理了视频背景，没有处理声音。你那群家伙的能力肯定能发现细节追过来。帮我跟林总说句谢谢了，竟然还是软卧。苏晨离开几分钟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手机、一张证件和一沓钞票，证件上写着张大力3个字。这年头谁还用假证件？拿这些钱去把剩下的卧铺票全都买了，好戏才刚刚开始。身为逃犯，他却故意掩来追捕组，看到追来的专家不仅狂笑不止，甚至偷走拦路人的手机帮他们断后。快打电话叫支援！我手机呢？就凭你们2个还想拦住我们？你们先走，我断后。原来他是追凶直播节目的模拟逃犯，同时跟大佬合作前往云边调查神秘悬案军旅小队失踪案，所以他不仅戏耍专家让节目热度猛增，还要引诱专家帮他破案保安全。大力，苏先生上火车了吗？林总，我上火车了，刚刚借用了大力的手机，还借了他点钱，买了几10张火车票。没关系，苏晨同志尽管用就是了。林总还真是大方，只要你能帮我解开军旅小队失踪的谜团，钱不是问题。切，我对钱没有兴趣，倒是对幕后的组织非常感兴趣。等你到达云边以后，我会把碰面的地址发给你。就这么说定了。这个林海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一个商人怎么敢派人给我这个逃犯断后？2天1夜啊，只有站票，肯定又是苏晨耍我们。乘客你们好，餐厅还没有开放，我们在执行任务。石勇连忙跟工作人员解释了一番，打扰了。我刚刚联系过铁道管理部了，他们发来了照片，是苏晨把票都买走了。苏晨也太狠了。乘客你们好，餐厅还没有开放，我们在执行任务。王衍行再一次跟工作人员解释了一遍，追捕组逐渐变得烦躁起来。该我出场了。瓜子饮料、啤酒、八宝粥、方便面有。乘客们，还没到就餐时间，你们不能坐在这里。还是逃不过这句话啊。你好，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已经跟你们好几个同事解释过了。这样啊，真不好意思，这里平时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只在用餐时间开放，却总有一些素质低的人赖在餐厅不走，所以才多问一句。陈小云打量着这个售货员，突然想到一个计划。你是专门负责销售零食的吗？你这推车一天的营业额有多少？这个我不太好说，我只是个打工的。矿泉水多少钱？4块。那么贵？可乐呢？5块。泡面呢？8块。香肠3块，要是跟泡面一起买可以便宜1块钱，一共10块。被动回答不会消除嫌疑，只有主动出击才能彻底打消追捕组的怀疑。这位同志，你见过这个人吗？这个嘛不好说。小哥，来6瓶矿泉水。不来2包瓜子吗？那就来2包。总共46，送你们1根火腿肠。这下可以说了吧？这个人你见过吗？嘿嘿，见过。在哪？6号软卧车厢。我记不清是18号铺位还是12号铺位，但是就在那个车厢。撒谎的最高境界就是谎话中夹杂着真话，真真假假。你们慢慢吃，我先去休息了哈。苏晨实在太坏了，我们干脆直接冲到6号车厢给他按住。你确定你按得住他吗？如果那么好按的话，我跟陈小云还会出现在这里吗？36剂都快给他用完了，他怎么可能会老老实实待在那里等着被抓？那怎么办？我倒是有一个办法。陈小云最擅长潜伏，他有高超的伪装技术和卧底技术，让他先去6号车厢打探一下。那他的伪装术用手能撕得下来不？伪装不是武装，你真使劲，恐怕真的脸皮也会被你撕烂吧。好奇而已。那你打算伪装成什么？这不是有现成的工具和身份吗？傻，好不容易骗来的道具，你们现在又要拿走来骗我，能不能不要这么离谱？等事情败露，你们又要把账都算到我的头上了。同志，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情？不能啊，真的不能啊。啥事？你说。我们任务需要，想借用下你的推车，可以吗？不行啊，这是我的工作，不能拿来开玩笑。可乐、瓜子我们全要了。不行。车上的东西我们全包了。真的不行。同志，这里是500块，我代表官方感谢你。零食和零食车最后都会还给你，卖多少都算你了。这可是你们上赶着的，不能怪我哦。那行吧，借给你们用吧。还有，我希望在这期间你待在我们身边。把东西借给你们去抓我，我还要待在你们身边，要不要这么扎脸？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一会我们还要把车还给你，你走了还得到处找你。再给你加100。是你们硬要给的，
回头别被自己蠢哭就好。哈，谁让官方需要我呢？陈小云拿出化妆包，很快伪装成了一个男人。怎么样，还行吧？苏晨内心无奈，表面却装傻充愣。哎呀，这也太神奇了！那是卖出去的东西记得扫车上那个二维码哦，记得啊。苏晨，你也太能坑了吧！给他一点化学药剂，他能把配电室炸了；给他一台电脑，他能把局长女儿绑了；如今给他一台临时推车，他能从对手手中怒赚600块。你好，吕局，有事吗？爸，你们之前走得太匆忙，我就是关心一下大家。谢谢吕局关心，我把声音打开了，大家都听着呢。不用开，没别的事。是甘琪的笑声。吕局，白素怎么样？白素啊，他倒是没事，那俩小子被揍得不轻。你告诉白素，我们很快就抓到苏晨了。爸，好，我还有事，我先挂了。那个笑声，我怎么听到了嘲笑的味道？吕局他们肯定在看直播，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笑？苏晨看着5张懵逼的脸，蹭地站了起来。你咋了？我想上厕所。赶紧跑，等他们知道真相还不准死。不对劲，很不对劲，我们做了什么蠢事被直播出去了？什么都没做了，就碰到了几个乘务员，还有准备抓苏晨。买了这几瓶矿泉水和瓜子。不对吧？哪里止这几瓶矿泉水？你们不是把别人整个零食车都给包圆了吗？说到零食车时，众人虎躯一震。 4个乘务员，第1个和第2个可以排除。那时候火车还没有出白金市，有信息滤网，吕局他们看不到直播。那就剩下刚刚这个零食小哥了。不能吧？此时耳机却传来陈小云和别人争论的声音。你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你的证件。我是来实习的，第1天上班。是吗？今天怎么那么多来实习的？就算你把天说破了都没用，这个推车是我的。刚刚就有个实习生主动来帮我替班，说好转2圈回来交班还给我，结果等了大半天。 人跟车都不见了。听到这话，众人噌的一下直接窜向了洗手间，里面空无一人。刚刚那个人果然就是苏晨。 5个人站在厕所门口，脸上火辣辣的烫。丢人啊！实在是太丢人了。我可是被称为鹰眼的男人，今天却被啄了眼。你看，连那矿泉水瓶都在嘲笑我。哼，在火车到站之前，我一定要抓住苏晨。走，查监控去。鱼上钩了，你们查监控，我才能看到监控。明明是节目总导演名利双收，却每日痛斥节目太火，甚至希望节目立刻结束。只因节目模拟逃犯苏晨太逆天，大黑电视绑局长女儿，用20多个学子威胁追捕组。导演每日提心吊胆，生怕苏晨再次作案。你们看看这阴间的笑容，他不是要作案是什么？难道是要做善事不成？陈导，他只是复制了监控的存档。电脑屏幕呢？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炸火车的迹象？没有蓝屏，没有异常。那他还真是做善事了。 不好意思，我现在代表追凶直播节目组通知你，你已经被我行凶，请你把衣服脱下来。你是说我在节目里面洗了？是的，别那么紧张，只是节目。好，我配合，但是你可以选择给予我或者说服我吗？我妈跟我说，洗这个字太晦气，她看到节目会生气的。好，我现在说服你把平板也给我。 苏晨装扮成工作人员的模样，拿着平板离开了监控室。走过车厢，他感受到一道道目光扫过。是林海安排的人。哼，就你们还想跟踪我？问题不大，他只是调取了监控，袭击了一个工作人员而已，事情还在掌控之中。不好，苏晨去列车长办公室。小王，你干啥？一惊一乍的。不是啊，苏晨去了列车长办公室。那又怎么样啊？你们只担心苏晨炸火车，不担心他炸列车长吗？ 追捕组他们抓到人了吗？没有。你不是小陈，你是谁？你想干嘛？我就是追捕组要找的人。很好，你竟然自己找上门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列车长，这是个节目，大可不必动手的。哼，即使是节目，我也会站好自己的岗。我与罪恶不共戴天。没得商量吗？没得商量。哼！眼见列车长入戏越来越深，苏晨把小陈的平板拿了出来，上面显示列车系统连接成功。看到这几个字，列车长的心脏猛地一颤。只见苏晨在平板上戳动了2下，屏幕上跳出了提示：列车自动防护系统连接成功。紧接着，列车运行中的实时数据展现在屏幕上，车速、定位、列车之间的行车间隔，甚至每个车门的开合状态都在上面。此时，列车长吃惊的眼睛瞪得如同鸡蛋一般大。刚刚不是说好只是节目而已吗？苏晨没有说话，继续按了几下界面，屏幕上显示连锁系统已接入，列车长彻底绷不住了。如果连锁系统被破坏，列车将无法运算车站发来的命令与信息，火车随时可能出了轨呀！行了，好了，不要按了，快把这平板收起来，有话好好说。现在能商量了吗？有什么可商量的？你指哪我打哪里。很好，我要在你的办公室待一段时间。
没问题，妥妥的。不过你看啊，你是为了躲避追捕组，对吧？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威胁他们呢？一定成功啊！列车长的建议不错，只是我之前这么干过，追捕组也不容易，不能每次都坑他们，对不对？啊，你之前绑架过火车吗？不是，我之前绑过几10个学子。啥？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列车长，你在吗？我是节目追捕组的，请你开门。快躲进柜子里，可平板千万放好，别乱按啊！很抱歉通知你，你手下的人被节目的逃犯扒了衣服，我怀疑他已经潜伏在工作人员中，所以想进去检查一下。什么？连衣服都扒？他不是第一个被苏晨扒衣服的。太不像话了！袭击工作人员就是与列车的安全为敌，这种人抓住了一定要判刑，重判！列车长挡在柜门前，越骂越激动。罗辑瞄了一圈，便赶紧溜走。看不出来，列车长您这么厉害，我差点被您给骂出来。嘿，这算什么？为了车上所有乘客的安全，我还能骂上一天。那个，你还满意吧？平板你收好了吗？你看什么看？你什么你？听苏晨吩咐。还有10分钟就到乙星站了，我出去活动一下。小陈，你在这待着，不要出去。能不能不出去？到云边站再出去不行吗？不行，我还有事要办。苏晨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办公室。而此时林海的手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快去找，挨个车厢地毯式搜索，这么多人看着，硬生生跟丢了，怎么跟林总交代？从监控录像看，他们就是跟踪苏晨的那群人，他们干活，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就好。也不知道苏晨这小子跑哪去了。刚刚我把工作人员的脸都捏了一遍，都不是他。啥？厉害！石勇，军旅小队失踪案的唯一幸存者，谢谢，分析术可以亮出来了。